如果一觉醒来，你被关进电梯世界进行求生游戏，每下一层楼都会是千变万化的场景。一开门还撞上一只魅魔，换作是你会怎么做？欢迎各位幸运儿来到电梯求生的世界，请熟读以下规则，做好在此生存的准备。看完了介绍，我很快冷静了下来，看来自己并不是被绑架了，而是像小说里写的那样穿越了。这是哪里？有人吗？我们应该怎么办？刚才那道声音说的话，大家都听见了吧？我们现在可能是被传送到了另一个世界。可恶，我特喵刚中了1000万的彩票啊！搞什么飞机啊？搞半天这不是地府啊！我刚从楼上跳下去就到这地方了，我还以为这是地府呢。检测到宿主进入世界，预知系统已绑定。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无危险，在讲桌的抽屉中有一把砍刀，第2列第3排的课桌里有一包未拆封的巧克力。注意，教室中的所有物品可拆卸。脑中突然响起了机械般的声音，我立马反应过来，这就是小说中所谓的系统，所以只是在惊讶之余不能窃喜。叮咚，电梯下行，请注意扶稳。这还真是个教室。我按照系统说的那样，居然真的在讲桌抽屉里找到了一把砍刀，也在提示所指的课桌下找到一包巧克力。于是我开始翻找所有课桌，但是除了获得了一本空白的小键盘，其他并无所获。电梯升级刚好需要木头，不知这砍刀能不能把桌子砍断。我挥起砍刀尝试，发现这砍刀异常的锋利。只可惜，这整个教室的桌椅全部都是木质，并没有铁皮的，大概有40个课桌。我总共花了50多分钟，还拆了20个桌子。还有6分钟，不搞了，看来以后得多运动啊。随后我趁着还有一点时间，又搬了6把椅子进电梯，把这些椅子摆成了床。特喵的这么多桌子，才给我算30公斤。算了，懒得跟你计较了，还是看看聊天室吧。你们都完成了第1个楼层了吗？遇到危险了吗？探索完了，我的是一个烂尾楼，就找了2把铁锹和一个皮桶。我的也比较安全，我进入的楼层是个公共厕所，只是里面的味道太恶心了，我没多停留就回电梯了。楼上的，你那公共厕所应该有水龙头吧？怎么不接水？是的，但我又不渴，而且也没东西可以装水啊。不渴你也喝点啊，万一后面渴了碰不上怎么办？要喝你去喝厕所的水，恶心死你！虽然有点恶心，但这人说的也不无道理。如果接连几天还有人没有找到水的话，就算是厕所谁也只会成为抢手货吧。看来大家进入的楼层都没有危险啊。我进入的是一个废弃的工厂，找到了20公斤的废铁和半瓶矿泉水。还好早上吃的多，只是没有水化，也不知道能撑多久。随后我又看了看交易系，此时已经有人尝试着售卖物品，都是以物换物来交换自己所需物品，大部分交易的物品都是食物和水。继续看看其他人在干嘛吧。各位哥哥们，我昨晚没吃东西，现在好饿，有没有人愿意跟我换点食物啊？什么都可以，我用护花天使换。开幕雷击啊！我来，都不要抢，我要泡茶喝。大哥，玩的都是狠活啊！现在谁都知道食物非常重要，应该不会真的有人傻到去换这玩意吧？妹子，有没有丝袜？我跟你换。麻去，这个个都是人才啊，说话又好听。系统宿主请说，你的功能就是预测每个楼层的信息吗？本系统还有任务奖励，宿主目前的第1个任务是将电梯升至2级，奖励为金刚手弩1把，外加20支弩箭。OK， 已经不早了，先睡一觉吧。12点还要去探索下一个楼层。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为森林楼层，楼层中央有一个木质宝箱，里面会开出1瓶干净的饮用水和一个1升的铁罐、1枚金币、5棵百年松树。如果有电锯的话，可以尝试着锯断。注意，在宝箱中有1只毒蛇，被咬到活不过3秒。如果有武器的话，可以尝试将其击杀。叮咚，电梯下行，请注意扶稳。全民电梯求生游戏，我获得预知系统后成功探索学校楼层。下一个楼层却是森林楼层，竟还有着毒蛇出没。叮咚，电梯下行，请注意扶稳。刚刚好像听系统说有毒蛇，看来这次有些危险了。应该就是这个宝箱了吧？就在我打开宝箱的那一刻，一道黑影突然窜了出来，我当机立断砍向了对方。
只见毒蛇被一刀两断，在地上疯狂的蠕动，好险！随后我将木箱中的东西拿了出来，之后看向了那几棵松树。我打量了一番后打算放弃，就凭这把砍刀，在这砍上一整天都不一定能砍完。好像有水的声音。我循声看去，只见有一条缓缓流动的清澈小溪。这楼层到底是什么构造啊？这些水又是从哪流出来的？要流到哪去呢？这里面又会不会有鱼呢？我一边拿出东西装水，一边嘀咕。观察了一番后，发现这是条无鱼溪，只好作罢。随后我又返回宝箱，并将箱子一块搬回了电梯。不能浪费啊！这箱子也是木头做的，而且上面还有一点铁的成分。这铁是真难弄啊！看来目前升级电梯无望了。随后我又把目光看向了那条脑袋和尾巴闹分家的毒蛇，我决定把它挂上交易平台试试，没准有人要也说不定呢。有没有人需要食物的？我刚赶了一条蛇，你们自己清理清理，我需要铁来换，已经挂交易了。蛇生的呀，我没有火呀，生吃会不会中毒啊？楼上的生吃不会中毒，只要处理好就行了，只不过有可能感染寄生虫。对了，好像有位大哥钻不取我了，能不能交一个火种啊？有道理啊，大哥卖不卖火种？别说了，我刚才进楼层的时候遇上丧尸了，马德被抓了一下，我现在呼吸有些困难，估计要嘎了，火我都灭了，没有火种了。我操，这楼层里还能碰上丧尸？大哥，反正你快赶了，把你的东西都便宜卖了吧，这样也算是行善积德了。对啊，反正你嘎了也用不上，都是自己人，互相帮助啊。我摇了摇头，便关闭了聊天室，从背包拿出了在教室里搜刮到的巧克力和水，之后被沉沉的睡去。第二天我被一股尿意憋醒，由于电梯空间不大，也很封闭，我只好暂时憋着。早知道昨天就少喝点水了。现在距离下一次开启电梯还有2个小时，我极力的控制着自己。第一，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中有5只丧尸，如果有武器的话，可以尝试击杀。在楼层的中央有一个食物补给箱，打开后将获得3瓶干净的水、2罐牛肉罐头、1支抗生素，其中1只丧尸口袋中有一个可以使用的打火机。1. 触发选择任务，请宿主进行选择。我看着任务不禁思考了起来，选择1无疑是最好，但仅凭自己这普通人的身躯和一把普通的砍刀，自己真的能打过5只丧尸吗？去特么大！撑死胆大，饿死胆小的，老子拼了！我选1。食物补给箱对自己来说非常重要，更别说系统给的手枪了。我相信大部分人也会这么选的。到时候靠我一个躲正灯，一个右边腿，区丧尸弹指间便可灭之。我一边给自己打气，一边等待电梯开启。很快便过了2个小时，电梯开始。奥利给，干了，兄弟们！人呢？怎么啥都没有？我观察了一会，发现不远处有一个变形的铁门的房间，于是我快步上前查看。只是我越靠近，空气中的味道就越发刺鼻。应该就是这里了吧？我操！吓死我了！昨天那条蛇也是这么来着的，我都要被吓出心脏病了。电梯求生第2天，我成功斩杀毒蛇后，开始探索废弃楼层，却接连遭遇丧尸。我看着眼前已经尸首分离的丧尸，有些不敢相信。就在我愣神之际，突然4只丧尸也朝我冲了过来。我反应过来后，二话不说便拔腿跑回了电梯。怎么回事？我看到眼前这一幕，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我慢慢的将一条腿伸出了电梯，丧尸一下子就被吸引过来。我又迅速把腿缩了回来，丧尸又仿佛死机一般突然不动了。这下让我找到 bug 了吧？我利用这个特性耗费了几分钟，把几只丧尸都骗到了电梯门口。现在只要自己一挥刀，就可以直接将丧尸爆头。第一，宿主完成任务，正在发放奖励。系统说完后，我的手中便出现了一把小巧的 P229 手枪以及3个弹匣。我数了数，发现每个弹匣有13颗子弹，只是枪里却没有自带弹匣。这也太不贴心了。此时距离电梯关闭还有半个小时，我连忙跑到楼层中央寻找着食物补给箱。是这个吧？居然还是铁的！我心中一喜，连忙把箱子抱回了电梯。随后又搜了搜几只丧尸的尸体，果然也找到了一个打火机。还是防风的类。由于刚才肾上腺激素飙升，
尿意都消失不见了。如今平静下来之后，险些让洪流冲垮大马。就在我一顿解决后，才想起来刚刚那个变形的门也是铁的，于是我把不能浪费的羽也将铁门搬回了电梯。我真是太细了。办完这一切后，电梯门也已关闭，我只好拿出还没吃完的巧克力烧猪鸡。随后我打开交易平台查看，昨天挂上的毒蛇也被卖了出去，交易品是一个5公斤的秤砣，收取。这特么的怎么是凭空出现的？差点脑袋就不保了。按照惯例，接下来我也打开了聊天室，想了解一下其他人的状况，只是却得知了一个惊为天人的消息。兄弟们，本人亲测有效，可以跟别人合作，进入别人的电梯。我跟另一个人就是，目前我在他的电梯里了，并且我们把我的物资都搬了过来，目前就差20公斤的木头，电梯就能升到2级了。大佬牛逼啊！赶快升到2级，让我们见识见识2级的电梯有什么变化。是啊，会不会增加什么功能之类的？没问题，我们先整理物资，不说了。这恐怕不简单吧？虽然不是说自己内心阴暗，但试问2个陌生人，在这种没有道德法律约束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完全信任彼此？而且我们也都才来到这里2天，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能互相熟络？此时其他人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不对，毕竟现在大部分的人心中还是有底线的，一般不会往那几个方向去想。不管怎么样，以后如果碰上其他求生者，还是小心为上吧。眼前的男人正是刚才在聊天室里说话的那人，没错，这并不是合作，而是抢劫。求求你放过我吧！哼，放过你，呵呵，你就等着变成我的形状吧。一下午的时间很快过去，期间我也将从小溪里装的水兽卖了一些，换到了5公斤的铁。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为回收中心，楼层中没有危险，存在大量的废铁、废纸等可回收物。什么？没有危险，还有很多废铁？叮咚，电梯上行，请注意扶稳。上行？之前不都是下行的吗？随着电梯门打开，抬头望去便是一栋废品山，好在不是垃圾山，并且也有分类，于是我第一时间寻找金属区。发财了！这么多铁，这要是挂在交易所上，那不得赚疯了！什么情况？难道还有其他人？我屏息凝神，观察后发现这堆废铁的另一面似乎还有一个人，但是他好像没有发现自己。怎么办？难道要我赶人越货，还是和他平分？毕竟这里的废铁有很多，2人也根本吃不下的。我思考了一番后，决定先试探一下他的意思。现在自己手里有枪，掌握着绝对的主动权。站着别动！卧槽，大哥，别开枪，别开枪！你也是求生者吧？要不咱们合作？可以，但是我要看到你的诚意，毕竟我手中有枪，以后探索楼层也会更加的安全。没问题，我这就把我所有的物资都搬进您的电梯里。话虽如此，但那青年回到自己的电梯后，却拿起刀片藏在了手掌里。就这么一个憨不溜秋的傻狗，还想让本大爷跟你合作？只要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偷袭他，到时候他的物资和手枪就都会是我的了。大哥，别开枪，我这就把东西都给您。全民电梯求生第3天，我探索回收站时遇上其他求生者，解决完他后，却遭遇女鬼。大哥，别开枪，我这就把东西都给您。看着眼前血腥的一幕，我忍不住干呕了一下，这与面对丧尸的感觉完全不同。眼不看心为净。随后我来到了这青年的电梯里，这里除了木材和废铁以外，其余的物资并不多。把这些东西都搬回去之后，自己的电梯肯定就可以升级了。我花费了一些时间将青年的物资搬进了自己的电梯里，剩余的时间又在废品站里挑挑拣拣。最后在我进电梯的时候，空间小到只够自己勉强站着。这么辛苦的劳作也不是白费的，电梯也可以升级了。系统，给我升级！在我说完升级后，电梯空间立刻开始发生震动，随之在变大了1倍后才停止震动，同时还出现了一个小水线，上面还贴心的标注了厕所2字。我真是谢谢你全家啊！刚升级就给我安排了个厕所。还好需要的东西并不多，原来这个金币是用来升级电梯的啊，我还以为是交易用的呢。接着我打开了聊天室，在巡视了一圈后发现，目前似乎只有自己将电梯升到了2级。宿主已完成任务，正在发放奖励。
奖励已发放金刚手弩1把，外加20支弩箭。第新任务将电梯升至3级，奖励电锯1把，汽油100升。电锯还有汽油，难道是那种伐木锯？那自己岂不是化身光头强了？等下次再遇到森林楼层，就可以收获不少木材了。于是我开始在聊天室中寻找有金币的卖家。谁有金币啊？我愿意用铁和木头交易，10公斤的铁或者木头换1个金币，有的可以交易。10公斤，这金币这么值钱？大佬，你这么快就2级了，也是跟别人合作了吗？金币有什么用啊？我这有一个，难道电梯升到2级之后，金币就能用上了吗？废话，金币肯定有用啊，不然人家交易干嘛？我估计也是用来升级电梯的。看来聪明人也有不少。我没有再看下去，而是在交易市场上挂了20公斤木头和20公斤的铁，之后便离开了聊天室。如今电梯的空间大了，也得给自己做张床了。之前拆的课桌，我保留了一些桌面，为的就是给自己做床。将几张平整的桌面拼接到一起之后，一个硬邦邦的木板床就做好。至于剩下的那些椅子，我只留了2把，其他的也都拆成了升级材料。身材还不错哦，蛮结实的呀。哎呦，你脸红了。目前的食物还有补给箱里开出的2个牛肉罐头和一些水，暂时足够我吃2天。于是我考虑开始锻炼身体，毕竟以现在的处境，一副强壮的躯体才是最大的安全保障。最后我放松完肌肉就沉沉的睡去。第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为红衣房间，床上有一只红衣厉鬼，床下有一个铁质宝箱，宝箱中有2枚金币、1张驱鬼符、1件柔软的毛毯。提示：红衣厉鬼并不会直接击杀进入楼层的人类。第触发选择任务，请宿主进行选择。系统，选择1和选择2的奖励不能都给我吗？抱歉宿主，并不能，您只能选择1种。好吧，那我选2。自己看过的恐怖电影早已数不胜数，所以并没有因为害怕而选择3。刚刚系统也说了，红衣厉鬼不会直接击杀进入楼层的人类，说明他想打我也是需要条件的。随着电梯门缓缓开启，我的面前直接就是一个婚房，到处都是喜字，只是这喜字全是白色的。看来是冥婚的剧情啊！我径直就走进了房间，那盖着红盖头的厉鬼也没有说话。我便来到床边，弯腰低头看了看，只见床下漆黑一片，什么都看不出来。既然系统说了床下有宝箱，那就肯定是有了。什么玩意？冰冰凉凉的。全民电梯求生，我竟意外进入洞房楼层，还撞上了女鬼。我操，这好像是个人啊！疼的，刚才摸的时候还跟床下的那人十指相扣了，而且那体温以及那僵硬程度，这绝对是一具尸体啊！我操，该不会就是那红衣厉鬼的尸体吧？突然间，我感觉后背像是有什么东西盯着自己看一般，连呼吸都变得厚重了起来。我有点控制不住的想回头，但我的第六感告诉我绝对不能回头，绝对不能。是的，红衣厉鬼的杀人条件正是成功吓到对方一次，只要男主一回头，恐怕就离死不远了。不回头，不回头！我心里一边嘟囔着，一边再次将胳膊伸向床下继续摸索起来，而宝箱正在那具女尸的旁边。身材还不错，夸奖了一句后，我便直接将宝箱拉了出来。而红衣厉鬼听到我这么一夸，瞬间就急了，直接跑到我的面前，摆出了一副他认为极度吓人的表情。就这。你他妈给爷闭嘴！好死了！这红衣厉鬼居然还是实体！看着被自己一巴掌打翻在地的女鬼，我有些困惑的挠了挠头。算了啊，还是先开宝箱吧。你欺负鬼！我没有搭理他，毕竟自己的时间宝贵。从宝箱里拿出驱鬼符后，我看向了那女鬼。认不认识这是什么东西？不认识。红衣女鬼说的也是实话，自己只是因为被强制冥婚，所以怨气太重，死后变成了新来的厉鬼。呵呵，那我现在就让你认识认识。我一把将驱鬼符扔了出去，只是那驱鬼符掉到地上后却什么反应都没有。咋没反应？特么的，我看电影里不都是直接扔出去的吗？请宿主使用指尖血激活符咒，随后喊出急急如律令，再扔出去即可。特么的狗系统，你为什么不早说啊？宿主你也没问啊！刚刚你什么都没看见，现在重来。驱鬼符被激活之后，红衣厉鬼也感受到了驱鬼符对自己的威胁，连忙开始求饶。求上仙放我一条生路，奴婢也不想变成厉鬼害人啊！你以为你长得好看我就会放过你吗？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急急如律令！随着我的口令，驱鬼符应声飞去，一声巨响后，
红衣厉鬼消失不见。一，宿主已完成任务，正在发放奖励。奖励发放已完成，恭喜宿主获得剑体丹药1颗。奖励领取了之后，我又将这个铁质的宝箱搬回了电梯中，应该有个20-30公斤了。将宝箱搬回去之后，我开始思考要不要把床也搬回电梯里。比对了一番后，发现电梯还是小了，于是我只好把床上3件套抱回了电梯。这么做是不是太缺德了？要不还是跟人家道个歉吧。于是我尴尬的将床底下的女尸拉了出来，对着她行了个礼。这位美女，不好意思啊，借你入子用一下，万分感谢，万分感谢。一，宿主触发随机任务，请宿主选择是否完成红衣厉鬼的遗愿，完成奖励超大的牛皮背包1个。电梯还有40分钟才关闭，时间还来得及，为啥不接受？一，随机任务红衣厉鬼的遗愿，5分钟后楼层中将会出现举办冥婚的男方一家，请宿主将其全部击杀，并将尸体烧毁。还好并不难，而且也没有鬼，自己用手弩应该就能解决了，还是不要浪费子弹了吧。我想了想，决定躲在床底，而女尸也被我拉进了床底。静待等了5分钟后，果然出现了一男一女，他们此刻还抱着一具穿着新郎官衣服的男尸。这应该就是任务目标了。我射出弩箭，一发命中那男人的脖子，他捂着血流不止的脖子应声倒地。旁边的妇女见状顿时惊恐万分，正欲呼喊，下一秒已被我一箭刺穿。接下来就是烧尸体了，我直接将房内的油灯全部打翻在，顿时就燃起了熊熊大火。任务完成，系统，我的奖励呢？不会还要等尸体彻底烧干净才行吧？是的，宿主。听到这，我只好暂时先回电梯里等。系统，不会等下电梯门都关了，这尸体还没烧完，不给我奖励了吧？不会的，宿主，请宿主耐心等待。系统的话顿时让我联想到了很多东西。难道在自己这些求生者离开楼层后，楼层的时间还会继续流逝？这些楼层难道都是一个个单独的世界？算了，想那么多干嘛？反正自己目前也出不去，还是先把剑体丹药吃了吧。好他妈苦啊！怎么还这么涩？狗系统，你这丹药不会是屎做的吧？请宿主放平心态，本系统绝不坑人。行，有你这句话，哥们就放心了。宿主任务已完成，奖励超大，牛皮背包1个。我身体的变化呢？我咋感觉不出来？请宿主做一下俯卧撑，便能发现与之前的变化。嘿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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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逼啊这！请宿主坚持健身，剑体丹药的功效将持续发挥。这是真的吗？系统，我的腹肌又回来了吗？是的，宿主，这下不得不健身了呀。随后我拿起了牛皮背包观察起来，这也不大呀。就在我的手接触到背包后，眼前竟然出现了5个格子。子背包乃是空间背包，每个格子可存放1件物品，并且可以叠加200公斤子物品。这简直就是神装啊！我二话不说，立马将木材和废铁都给塞进了背包。背好牛皮背包后，好像物品都不存在一般，根本感觉不到重量。宝贝呀！感叹完背包的牛逼之处后，我依旧是拿出食物吃了起来，吃完便开始睡觉。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为侏罗纪世界，请宿主小心行事。离开电梯后，向右走50米，你将发现一个没有恐龙看守的龙巢，你也许可以获得1颗即将孵化的恐龙蛋，还有大量的食物。楼层中有丰富的食物以及自然资源。再次提醒，请宿主量力而行。系统都连续提醒了我2次，说明这侏罗纪世界肯定很危险。心中纠结了一会后，我决定先进去看看，情况不对立马就退回电梯里。叮咚，电梯驾行，请注意扶稳。电梯求生第4天，我竟进入危险至极的侏罗纪世界，而我能否成功偷取恐龙蛋？叮咚，电梯驾行，请注意扶稳。这个楼层大的有些恐怖啊！如果眼睛能看到的地方都能过去的话，那这个楼层恐怕得有几万公顷大。离开电梯后向右走50米，也不远。妈的，拼了！我心一狠，直接走出了电梯，目标只有一个，那便是获得恐龙蛋。系统都说这个龙蛋孵化出来的龙大概率会认自己为主，那说什么都得拿到。我一边说着，一边谨慎地走着。但就在这时，前方的浆果丛突然传来了沙沙声，我立刻举起手枪提防，并开始随时准备跑路。片刻后，一只又像鸟又像鸡的动物从浆果丛中跳了出来。这是渡渡鸟吗？渡渡鸟看到我后非但没跑，反而气势汹汹地朝我冲了过来，但我只是抬手2下，它就中弹身亡了。什么玩意？这傻鸡果然是笨逼。随后我将渡渡鸟放进了牛皮背包中，大概也有10多斤的样子，顺便也将整个浆果丛塞进了背包。又走了一段距离后，我很快就看见了那传说中的龙巢，龙巢中还有2只刚孵出来没多久的小龙，以及一个安然无恙的恐龙蛋，而龙巢的附近则是摆放着许多动物的尸体。小型食肉恐龙吗？
就在我踏入他们的领地后，两只小龙迅速摆起了战斗姿势，而我也不惯死，将弹匣清空后，我迅速的将龙巢中的龙蛋装进了背包，又将龙巢附近完整的动物尸体也装了起来，为的是给蛋里的小恐龙吃。我操，坏了，家长找上门了！听到吼叫声后，我顿感不妙，立马头也不回的向后跑去。而刚回来的迅猛龙看到自己的宝宝被杀，悲怒的朝我狂奔而来。我擦，这不是萌新杀手吗？看着离自己越来越近的迅猛龙，我知道再不反击很快就会被追上，于是我瞬间停下脚步，转身后以最快的速度清空了弹，而13发子弹仅仅只击中了4发，但是这4发刚好打在了迅猛龙的腿上，迅猛龙愤自吼了一声后应声倒地，而我最终也是活着回到了电梯中。刚才真是太凶险了，还好自己有手枪，不然就得嘎在那。此刻电梯距离关闭只有20分钟了，我并不打算再出去了。将龙蛋拿出来放在床上后，我给手枪换上了最后一个弹匣，但就在这时，一阵厚重的脚步声传来，抬头望去，是那只受伤迅猛龙找了过来，但因为我在电梯内，迅猛龙并没有发现我。自己是不是太缺德了？杀了人家俩孩子，还把最后一个给抢走了。看着不断发出悲吼的迅猛龙，我内心有些愧疚。但就在这时，天空飞来一只巨大的雾龙，直接将受伤的迅猛龙给叼走了。看着逐渐从自己视线中消失的翼龙，我心情有些复杂。希望这个恐龙蛋能够成功孵化，然后认自己为主啊！将恐龙蛋安置好后，我开始了每天锻炼、吃饭、睡觉的老3样。一觉醒来，刚好11点，而我之前挂在交易所的木头和废铁也被人买了下来，算上在冥婚楼层中找到了2枚金币，自己刚好拥有5枚金币。兄弟们，2级电梯需要5枚金币才能升级到3级，手里有金币的千万别随便交易了。这特么是哪个大聪明？被他这么一说，哪里还会有人敢继续交易金币了？不过万幸自己已经凑齐5个金币。跟大家说一个不太好的消息，我在探索上一个楼层的时候，发现了一座空电梯，电梯的地面还有血迹，位置跟我的电梯刚好是对立的。楼上的，你的意思我懂了，你是想说有人杀人越货了是不？没错，所以我想提醒一下诸位，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合作的。你想着和平合作，共度难关，而那个人可能在想怎么弄死你，获取你的资源。嘿嘿，哥们就好点手工活，之前在楼层里开出个牛筋，刚好能做弓弦，就勉强做了把弓，遇到危险也能应对一下。弓箭自己做的，如果他能用木头做弓箭，那做弩箭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我开始思考要不要找这个人制作弩箭，毕竟用木头做的箭也不用每次射完都去回收。而且木质弩箭完全可以穿透无数的人类肉体，杀伤力也足够。想到这，我立马点开了那人的头像。你好，你好，请问有什么事吗？与此同时，某一个电梯中，一位长相清秀的少年看着屏幕上的字，似乎是猜到了这个名为雕17的人所谓何事。抱歉，金币不卖。不，我不是为了金币而来，我想让你帮忙制作一些弩箭，能做的吗？报酬是食物。哦，弩箭。可以是可以，但是我这只有1把刀，效率可能会很低，一天能做出几支箭就不错了，而且是木箭，需要你提供原材料。没问题，我将样品发给你，你先做10支木箭我试试，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发给你报酬，到时候需要多少食物你再说。不行，你得先给我定金。可以，那你随便在交易所挂个要食物置换的物品吧。我欣然同意了下来，自己目前还不缺食物，只是不知道放在牛皮背包里的食物会不会变质。系统，存放在牛皮背包中的食物会不会变质？不会的，宿主在牛皮背包中的物品时间是静止的。那就好。从牛皮背包中随便取出了一具恐龙尸体后，我便拿出砍刀将恐龙肉割下了一小块，再附带了一些木材给叶华发了过去。生肉，鳄鱼肉，你自己想办法弄熟吧。这好吧，总比没有强。我并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去过侏罗纪世界，所以随口编了一句假话。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为游戏楼层，除了宿主之外，还会有3名求生者参加游戏。游戏内容为捉迷藏，求生者为躲藏方，可变化为随机物品。楼层原住民为猎人，他们将会负责寻找躲藏方，被猎人找到将会直接死亡。完成游戏可获取奖励：营养液2瓶、金币1枚，任意升级电梯资源700公斤，金币除外。捉迷藏。提示宿主，寻找方将在躲藏方变成物品1分钟后进入楼层开始寻找，在此期间，宿主可任意寻找地方躲藏。提示：寻找方会抬头的概率只有10%。懂了，你的意思是让我躲在高处呗？其实我最在意的是另外3个求生者，若是有人在游戏中死亡，那他的遗产就是别人的。其实另外3人的遗产才是这个楼层最大的奖励吧。叮咚，电梯下行，请注意扶稳。随着电梯门打开，映入我眼前的是一座废弃的马戏团。我快速观察着各处，
很快也找到了要躲藏的地方，正是杂技走钢丝用的高台。而很快，另外3个求生者也从不同的方向走了出来，个个目光凶狠。我们碰面后也没有说话，各自保持着高度警惕。游戏开始，猎人还有1分钟入场，接下来躲藏方开始随机变换物品，变换好后，请你们躲藏10分钟，不被猎人找到。突如其来的声音让另外3人感到意外，毕竟他们可没有预知系统，并不知道这里是游戏楼层。下一秒，一个变成纸盒的人大喊道：“我的饭！”接着是另外2人，一个变成了大铁门，一个变成了垃圾桶，最后就是我。这特么我怎么是个路灯啊？全民电梯求生系统让我在马戏团玩物品捉迷藏，化身路灯的我该藏在哪里？特么的，我这路灯也太显眼了吧！马戏团里有路灯，怎么想都很不对劲吧？接下来是要干嘛？会不会是捉迷藏？只剩30秒，猎人就入场了。另外3人还在讨论玩法，而我已经跑到跳台上了。刚才广播说了躲藏，应该就是捉迷藏没错啦，赶快躲起来啊！哦，自古 CT 不抬头，新系统得永生。只见一盏路灯孤零零地站在数几米高的高台上，强行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而其他人就明显好得多，都找到了差不多合适自己的地方。就在这时，2名携带着武器的壮汉不知从哪冒了出来。散弹枪，这玩意打身上肯定很疯吧？猎人进场之后，二话不说就开始对着马戏团所有的摆件无差别攻击。什么情况？难道这不是像网游中失误了会有惩罚的那种吗？那还玩个毛啊！就在这时，传来一声惨叫，是那个大铁门被击杀了。而猎人明显兴奋了许多，随手就将嘴里的烟头扔到了一旁的垃圾桶里。卧槽，不会吧，快灭掉啊！烟头在垃圾桶中并没有熄灭，反而还将他的头发烧焦了。至于有多痛，大概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又过了几分钟，2个猎人转了回来。当看到冒出黑烟的垃圾桶后，那名丢烟头的猎人冷笑一声：“小老鼠，原来你在这里啊！”一声枪响过后，垃圾桶的伪装消失，一具尸体出现在刚才的位置。而此刻距离结束只剩1分钟了。我与和那个变成纸盒的人无一不是心跳加速，而猎人好像是因为时间快结束的缘故，所以开始发疯似的一通乱打。不过好在如同系统提示的一样，这群猎人到最后也没有抬头看。游戏结束，猎物获胜。系统播报结束后，那2个猎人瞬间原地爆炸，我也变回了人类。同时电梯中也多出了2瓶营养液、1枚金币和1公斤的铁。哥们儿，就剩咱们俩了。就剩咱们俩了。我操，别，大哥，有事好商量。拜拜。解决完那青年后，我意外的发现电梯关门的时间竟然才刚刚开始倒计时，留给自己的时间还有很多。最终我忙活了50多分钟，终于在牛皮背包的帮助下，把另外3人的东西全都装了起来。那2个猎人的霰弹枪我也一并捡走了，里面还剩余45发子弹。不错，这可比手枪好用多了。回到自己的电梯后，我先是给电梯升了级，依旧是空间再扩大了1倍，而那个厕所水箱则是升级成了一个木质的马桶。最关键的是电梯的上方也出现了一个通风扇，而升到4级电梯所需的材料，算上从那3人电梯里获得的资源，我仅差20公斤木材、20公斤铁和10枚金币。第宿主任务已完成，奖励已发放。第发布升级任务，请宿主将电梯升至4级，奖励万能医药箱乘2。4级居然要10枚金币，这得什么时候才能凑齐啊？现如今金币几乎已经无法通过交易获得了，金币的获取难度已经大大提升。都怪上次那个大聪明。随后我统计了那3人的食物储备量，共计有2个牛肉罐头、1个水果罐头、3个干面包，还有6瓶水。于是我挑了1个水果罐头和1个牛肉罐头吃了起来，吃完便开始锻炼，最后抱着恐龙蛋入睡。第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为交易楼层，此楼层为和平楼层，电梯将停放5小时，您可以在楼层中与其他人进行交易。若在和平楼层中发生暴力冲突，会有守卫进行控制，请宿主注意。交易楼层跟其他求生者进行交易吗？我还在思考为什么不直接在系统面板里交易，而要单独设立交易楼层。而电梯已经开始移动。叮咚，电梯上行，请注意扶稳。电梯门打开后，我将自己全副武装了起来。虽然系统说是和平楼层，但果然还是自己手里有家伙是会安心许多。这么热闹，这里的人个个都是服装各异，有像自己一样穿着现代衣服的，也有穿着盔甲、武装、中世纪欧洲服装，甚至还有一个穿着外骨骼机甲的女人。这个楼层有点意思啊，这些难道都是来自不同世界的人吗？全民电梯求生第6天，我接连进入交易楼层、极寒楼层，系统却让我跳进冰河冬泳。这个楼层有点意思啊，这些难道都是来自不同世界的人吗？
突然就感觉自己好渺小啊！小兄弟，小兄弟，小兄弟，我看你身上背着的那把枪挺有意思的，卖不卖？你说这个啊？对，我出2枚金币如何？2枚金币？自己把这枪卖给其他求生者都不止2枚金币啊！合着是把我当大冤种了是吧？我刚想开口拒绝，此时一个穿着盔甲的女人拍了拍自己。您好先生，这把枪卖给我可以吗？我出5枚金币，子弹的价格你开。我说你这女人懂不懂这的规矩？不能抢客人，知道吗？在这里，时代越是落后的人，地位越低，而从服装上就能看出来，这个商贩的时代比女人的时代先进得多。对不起，但是我真的很需要这把武器。小兄弟，我劝你想好了，小心被这娘们给坑了。在商贩眼中看来，自己的这把枪最多支值4枚金币，而最终我也是选择了与女人交易。至于子弹，则是以1枚金币10发的价格一同卖给她。先生，我没有金币了，剩下的那些金币，我愿意用皮革或者食物等物品抵扣，可以吗 ？OK。我同意了他的请求。最终，他用5张小饼抵扣了不足的金币。你管这叫小饼啊，旁白？我看你是有大饼。就在我准备离开这里的时候，突然看到了一个桌子上摆放着跟自己一样的手枪。你好，老板，这把枪的子弹有没有？有，1金币20发。听闻此言，我便拿出了5枚金币与其交易，但那老板却还给了我1枚金币。小子，在这里买东西记得要讨价还价。感谢提醒。这么说来，自己刚才卖的子弹好像有些黑了呀，10发子弹就有1枚金币。谢过老板之后，我便离开了这里，回到了电梯中。这个楼层实在是太牛逼了，要是自己有足够的金币，说不定还能直接购买一身外骨骼机甲。随后我打开了聊天室，我想看看是否有其他人也进入了交易楼层，然而并没有人提到有交易楼层这件事，大部分人都在划水。就在这时候，叶华的头像出现了一个红点。你好，我目前制作了5支箭矢，你试试看怎么样？可以，那我在交易所随便挂上个东西了，你用弩箭交换。好的。不得不说，这人的手法确实不错，这弩箭做的与系统给的相差不大，只不过是木质的而已。最终我也是让叶华再制造了30支箭，酬金依旧是1公斤的恐龙肉。还真是第一次觉得健身这么爽啊！虽然还没达到一拳打死一头牛的地步，但只要自己继续这么练下去，迟早能变成一拳超人。过来！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为冰河楼层，你将进入一个处于极寒的世界，在水下有一个神秘宝藏。如果你不怕冻成冰棍的话，可以下去看看，在楼层中有几只可爱的小动物。如果你很饿的话，可以选择吃了它们。触发选择任务。选择1，进入水下并获得神秘宝藏，奖励万能钥匙1把，1把可开启世间所有锁的钥匙。任务辅助道具保暖潜水服，任务完成后将会自动消失。选择2，在电梯中等待下一个楼层，奖励1个脆甜可口的苹果。系统就这么明显的选项，你居然还问我？好的，宿主，任务已选择成功，任务辅助道具已发放。叮咚，电梯下行，请注意扶稳。电梯开门后，我换好了保暖潜水服，便进入了这个楼层。真冷啊！这种鬼地方真能有动物在此生活？我继续向里走了走，很快就发现了一条冰河，表面厚重的冰层可以直接让自己在上面行走。系统说宝藏在河底啊，自己也没炸药，怎么破得开这冰层？就在我为此烦闷的时候，几头雪白的鹿不知从哪跑了出来，看样子似乎是受到了什么惊吓。下一秒，地面是震。你这个，快跑啊！我连忙撤回了电梯，好在电梯很安全，并不受地震的影响。看来这次任务是完成不了的呀。我叹了口气，郁闷地坐在电梯里。不知是过了多久，地震的晃动开始慢慢削弱，没一会竟然就完全停下了。什么？地震居然停了？我看了眼时间，距离电梯关闭竟然还剩40几分钟。快去冰河边看看，说不定冰层刚好就被震碎了。果然不出我所料，冰河已经被刚才强烈的地震给震裂了。清澈的河水再次出现在河道中，这条河并不深，加上很清澈，我一眼便看到了河底的金色箱子。来吧，拼了！刚入水，我的身体就开始不听使唤的发颤，水温实在是太低了，就算有系统给的保暖服，也抵不住刺骨般的低温。这要是换其他求生者进来，既没有吃健体强身丸，也没有保暖服，恐怕刚入水就嘎了。很快我就游到了宝箱边，以最快的速度打开了宝箱。叮咚，恭喜你成功获得了无限水资源，已放置于电梯中，可前往查看。全民电梯求生第7天，获得无限水资源后，恐龙蛋竟也孵化了出来。叮咚，
恭喜你成功获得了无限水资源，已放置于电梯中，可前往查看。听到播报声响起，我二话不说就浮回了水面。至于宝箱我并没有拿，因为太重了。不行了，我感觉自己要死了。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奖励万能钥匙1把，1分钟后将回收潜水服，请宿主尽快更换衣物。接下万能钥匙后，我颤颤巍巍地回到了电梯。只见一个1平米大的水池出现在电梯中，旁边还有一个显示屏。我操，这么牛逼，也不枉我搭进去半条命了。然而还没等自己高兴多久，一个接着一个的喷嚏便打了起来。我擦，我该不会是发烧了吧？我按了按太阳穴，随后从背包里拿了一张大饼吃了起来。只是这饼实在太硬了，我咬了几口就实在没胃口继续吃了。感觉不仅头晕，身体还发冷，好想睡觉啊！我摸了摸脑门，发现果然烫手。自己竟然在这种条件下发高烧了，没有药的话，恐怕第2天就得去见阎王了吧？等等，药！我这时才想起来自己之前在丧尸楼层获得了一支抗生素，于是连忙找出了那支抗生素，二话不说就直接扎进了胳膊里。希望明天能好吧。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为后宫楼层，楼层中有许多美女，她们均已全部归属于宿主，并列为宿主后宫，请宿主自行选择是否进入。叮咚，电梯上行，请注意扶稳。这一觉我昏昏沉沉的睡了许久，系统的播报声并没有将我吵醒，这也是我第一次没有进入楼层。什么玩意？我顾不上自己病好没好，一把就将小迅猛龙抱了起来，而小迅猛龙也没有表现出攻击性，很明显就把我当成妈妈了。我操，这么快就孵化出来了？这是昨晚孵化出来的吗？难道是饿了？我从背包里取出了一具恐龙尸体，割下了一小块肉后便扔给了小迅猛龙。只见小迅猛龙没几口便将肉给吃完了，见此我又割下一大块肉扔给了他，最终吃了大概2公斤的肉。这小迅猛龙总算是吃饱了。擦，这小吃货真是个东西啊！看着正在无限水池边喝水的小迅猛龙，我一把将其拽了起来。以后得给他整个喝水的槽子，这尼玛整的半个身子都钻水池子里了。以后不准在这喝水，知道吗？好吧，这货好像也听不懂。将小迅猛龙放下后，我低头一看，才发现小迅猛龙哪是在喝水啊，这是想吃水里的鱼啊！只见有3条鲤鱼正慢悠悠的在水池里游着。我记得昨天的水池子里是没有鱼的，难道是自己发高烧把脑子烧坏，出现幻觉了？这3条鱼每条看着至少都有3斤的样子，显得不是很真实。等等，难道这就是系统说的小惊喜吗？随后我尝试将池子里的鱼捞了起来，直到这时我才确信这玩意是真的，不是幻觉。这他妈以后自己的食物和水岂不是都不会缺了？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为废土楼层，楼层中有20只丧尸，请宿主量力而行。楼层中心有一个物资补给箱，其中有5个牛肉罐头、5瓶干净的水、3包速食米饭、1瓶抗生素，其中共有50粒。触发选择任务，请宿主进行选择。系统，我选1。我选择任务1的原因是它的奖励以及楼层中的物资补给箱，特别是那瓶抗生素，在当下极为重要。虽然再获得1把霰弹枪也很不错，但自己已经有了2把枪，相比之下，任务1的奖励可就诱人的多。我检查好了手枪和霰弹枪的子弹后，便静静的等待着电梯的播报，而小迅猛龙也一脸严肃的坐在旁边。哈哈哈，别人都是撸猫撸狗，自己直接撸恐龙。叮咚，电梯下行，请注意扶稳。全民电梯求生。话接上集，小迅猛龙出事后，我开始进入废土楼层对抗丧尸。叮咚，电梯下行，请注意扶稳。随着电梯门打开，映入我眼前的是一个空荡荡的楼层。就在我准备踏入时，小迅猛龙竟也跟了出来。你回去！目前小迅猛龙还没有战斗力，如果不幸感染了丧尸病毒，那就真是亏到姥姥家了。真是操碎了心，在这待着，别出来，听懂了吗？好吧，我就当你听懂了。奇怪，丧尸呢？就在我正疑惑之时，传来了一阵嘶吼轰鸣的声音。只见一窝蜂的丧尸瞬间冲破了大门，疯狂地冲向了自己。我连开几枪后便迅速退回了电梯，打算利用 bug 清理这些丧尸。去死吧！即使有枪，我也花费了10多分钟才将20只丧尸清理干净，只是电梯都被弄脏了。宿主任务已完成，奖励自动发放至电梯中，请注意查收。听到系统的播报后，
我便进入了楼层，开始寻找物资。可惜的是，这个楼层很干净，除了那个物资补给箱，再无他物。这箱子还是塑料的，没办法升级电梯，不过拿来当置物箱应该还不错。接着我开始思考怎么清理这电梯内的血迹。现在自己也没有多余的布料，外面丧尸的衣服上也都是血迹，根本不能使用。最终我还是决定在聊天室里交易一件衣服。1瓶水换1件衣服，有没有人愿意换？我擦，大佬，你是来送福利的吧？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土鳖，就1瓶水而已，用得着这么激动？对了，大佬，我这里有好多衣服，你要不要？很快交易便完成了，我想都没想就将衣服取了出来。这是，是谁他妈把自己的保护罩给我了？我去，居然还有余温，看来这保护罩的原主人应该不容小觑啊！很快我便擦完了地，在电梯关门前就将抹布扔了出去。去你丫的！特不得还敢卡我电梯，等叫我电梯坏了你赔得起吗？饿了。我拿出了一块肉喂给小迅猛龙后，便开始摆弄系统给的电磁炉。也不知道这是什么黑科技，竟然不用能源就能发热。这个声音总感觉有点怪怪的。我摸了摸锅底，发现温度升得很快，随便热了个罐头吃后，便开始锻炼。还差20公斤木材、20公斤铁和6个金币就能升级电梯了。我想了想，决定将那3条大鱼挂上交易所。毕竟现在自己不缺食物，但肯定会有倒霉蛋缺食物。1条鱼换2枚金币，应该不算太黑吧？金币固然重要，但和命比起来可就差远了。有没有要食物的？1条大鱼换2枚金币，要的自行交易。此时我看着聊天室，才注意到顶部还有一小串数字，35亿人，难道这就是参加电梯求生的求生者数量？我没有再过多思考，因为已经到了睡觉时间，自己需要补充精力。第一，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为森林楼层，楼层中有一架失事的飞机，上面可能会找到有用的东西。楼层中还有5只食人族野人，2头山羊，请宿主小心应对。第一，触发悬赏任务，进入楼层击杀野人，每只奖励1金币。森林楼层，失事的飞机，还有野人，听起来怎么这么耳熟？哦，总感觉系统说的这些我好像在哪听到过。叮咚，电梯下行，请注意扶稳。电梯求生第8天，我竟进入了游戏森林的世界，还在这里遇到了游戏主人公。叮咚，电梯下行，请注意扶稳。这就是系统说的森林楼层了吗？啊！这他妈不就是森林那个游戏的出生点吗？难怪我听着耳熟。看着眼前几乎可以说是和记忆中那个游戏一模一样的场景，我有些发懵。根据以前玩游戏的记忆，我记得飞机上是有很多吃的和药物的，好像还有一把消防斧和一具空姐尸体。我四下找了找，果然发现不少吃的，只可惜全部发霉了，最终也只有2个罐头看起来完好无损，而消防斧也没有找到，那具空姐尸体更是消失不见。于是我又开始在飞机周围找了一圈，只找到了一个没有被打开的行李箱，其他的行李箱也都被敲开了，里面的东西也全都不见了。难道这地方有人？我一边走着一边疑惑地想着。就在这时，眼前突然出现了5只野人，一直跟在我后面的小迅猛龙立刻就表现出了强烈的攻击性。只见其中一只野人大吼一声后猛地向我冲来，好在我时刻拿着散弹枪防备，一枪便将那野人轰飞了出去。年轻就是好啊，倒头就睡。啊！我记得我开的是单人模式啊，怎么会有枪声？眼前的这位年轻的小伙正是一位游戏主播，此时他看着眼前的游戏画面感到有些奇怪，自己明明只是开个直播打的单人游戏，怎么游戏内会传来其他的枪声？主播，这不会是制作组发的彩蛋吧？不太可能吧，我还没见过这种彩蛋。这么说，刚才的枪声也有可能是 bug 啊。听声音应该在出生点那边，主播快去看看啊！看着眼前直播间的一连串弹幕，都在催促自己去一探究竟，王磊也只好照做。就在这时，又传来一声枪声，这下弹幕都要吵翻了，都在各说其词。在最后2声枪响过后，剩余的2只野人也被我清理干净。第一，恭喜宿主击杀楼层所有野人，奖励5枚金币。哦，来了！兄弟们，前面就是出生点了，刚才又响了2枪，可以确定枪声就是从这边传来的。王磊此刻也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如果自己真的发现了什么通关捷径，那自己直播间的人气应该也会涨一涨。而此刻的我正小心翼翼地趴在草丛里，在我面前的10余米处，正有着2只山羊，而我正屏息凝神地举着手枪瞄准。至于为什么不用散弹枪，
其中原因大家应该也就知道。随着第一枪射出，子弹巧地命中了山羊的头部，而另一只山羊见此情景，也是马上拔腿就跑。我接着对逃亡的山羊连开数枪，最终只有一发子弹击中了山羊的后腿，但好在山羊也是无力支撑，很快就瘫软倒地。就在我正欲给山羊一个痛快的时候，一根木矛飞了过来，直接命中了山羊的喉咙。我立马举枪警惕。我的妈，还有野人！我操，兄弟们，我都说了先不要暴露吧，现在我被枪对准了，这要是出去不得被打成筛子。主播，你怕个棒棒锤啊，反正能复活，大不了到时候过来把装备捡一下呗。对呀，主播快出去，手上别拿武器，看这个人的样子，好像也是飞机上幸存下来的人，该不会是友好的 NPC 吧？王磊看了看弹幕，果断操控角色走出了草丛，而此时有看着从草丛中走出的人类却震惊了。我操，这造型，这熟悉的消防斧，这熟悉的打火机，这他妈不就是游戏里的角色吗？我看着眼前的一切，思绪慢慢开始万千。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什么了？自己难不成是在一个虚拟世界里？可是这么真实的触感，完全就像是现实世界啊！王磊见我这个所谓的 NPC 对他并没有恶意，于是将自己插死的那只山羊搬过来扔在了我面前，想看看会不会触发什么对话之类。Hello， 眼见我还能说话，这下弹幕彻底坐不住了。果然是彩蛋，主播快交流一下，没准能发现另一种通关的方式。是啊，这么惟妙惟肖的动作和表情，完全就像是个真人一样啊！全民电梯求生，话接上集，我能否成功与森林游戏主人公搭上线？主播快和这个 NPC 交流一下啊，说不定你就是另类通关第一人了。主播搞快点啊！一片的弹幕都是让王磊继续交流下去，而他则是一脸懵逼，自己操控的这游戏角色连话都说不了，怎么跟人交流？而且这也没有弹出个对话框选项，难不成是制作组忘记了 ？Hello， 你能说话吗？我看着眼前的人类，基本可以确信他是被玩家操控的角色。一个正常人的目光可不会这么呆滞，行为也不会这么僵硬。自己为什么会进入一个游戏世界呢？这个答案目前来看无从知晓。看来这电梯求生的世界远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啊！我看了看电梯关闭的时间，发现自己没有多少时间跟这货沟通了，于是便将山羊装进了背包，接着拿出了上次系统奖励的电锯，锯下了一棵树，又回到飞机残骸附近，零零碎碎的捡了一些废铁，通通都装进了背包。我们有缘再见吧。说完，我便带着那个没有被打开的行李箱进入了电梯。而王磊见我直接原地消失，更是懵逼。直播间也吵疯了，都在讨论我是不是制作组添加的彩蛋。同时，王磊也将刚刚的游戏视频发布了出去。回到电梯后，我直接将行李箱的锁砍断。经过一番的翻找和统计，行李箱内共计有男装若干，都是衬衫与夹克，以及消炎药、救心丸、驱虫喷雾各一瓶。除此之外，再无其他有用之物。这时弹来提示，是我挂上的礼物也交易成功了，直接入账2枚金币。算上之前的材料和森林之行收获的物资，电梯刚好可以升级了。系统给我升级。很快材料消失，这次电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空间扩大了有2倍之多，还出现了一把桌子分椅子，以及一个新的区域堆料区。于是我将剩下的升级材料都放进堆料区。这时距离升至5级电梯只差200公斤木材、150公斤铁、5公斤黄金以及19枚金币。恭喜宿主完成升级任务，奖励发放已完成。触发升级任务，请宿主将电梯升至5级，奖励加时卡乘5。加时卡应该是楼层停留时间的加时卡吧？毕竟在这里除了交易楼层，每次都只停1小时，限制太大了。随后我开始查看刚刚升级电梯给的奖励，2个万能医药箱，其中什么东西都有。按照上面的介绍，选择使用之后，身体就会自动操作起来，合着跟游戏里用加血包差不多啊。就在这时，又弹出了2条消息，剩下的2条鲤鱼也被买走。我再次入账4枚金币，还差15枚金币就能升级电梯了。如果能再去一次交易楼层就好了，自己也能想办法搞一些金币用。接着我查看了水池，里面居然刷出了5只淡水虾，只是却都只有食指大小，可谓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于是我便将这5只虾自己烤着吃了，接着拿出了一块恐龙肉喂给了小迅猛龙，只是他却自己将肉叼到了电磁炉上。我操，你还想吃熟的呀？将肉烤熟喂给小迅猛龙后，我才发现小迅猛龙的体型已经大了不少，或许再过1个月，小迅猛龙就可以为自己作战了。对了，山羊体内有羊油，自己提取出来后好好炼制一下，没准能得到食用油。刚想从背包里取出山羊时，我突然意识到这是在电梯里，没办法进行屠宰，于是只好作罢。最后我烧制了一些热水装进了水瓶后，便开始锻炼，而后入睡。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为沙漠，无危险，无可用物品。
触发随机任务沙漠绿洲，请宿主在沙漠楼层中放置2瓶水，任务奖励1升饮用水10瓶。得，这楼层刚好可以用来处理山羊。叮咚，电梯上行，请注意扶稳。我起身后只拿了手枪和卡刀便进入了楼层。毕竟系统都说无危险了，那就肯定没危险了。进入楼层后，我首先完成了系统交代的任务，在黄沙中埋下了2瓶水。接着我又开始屠宰山羊，经过自己一系列笨手笨脚的操作后，终于在电梯快关门的时候处理好了2只山羊。回到电梯后，又再次经过自己笨拙的操作，和以前在视频上看到的方法，勉强折腾出了一些应该可以食用的食用油和一些炒羊肉。在最后我吃完羊肉后，依旧是锻炼加睡觉。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为挑战楼层，宿主将扮演劫匪，与其他同伙抢劫一家银行，并需要活着离开银行，请宿主做好准备。注意，该楼层的任意物品均可带离。触发随机任务，请宿主爆头击毙5名敌人，奖励枪械精通初级。卧槽，什么鬼？抢银行？我可是大地良民啊！电梯求生第9天，我进入那个游戏的世界，即将与3人组开启银行大劫案。什么鬼啊？我可是大地良民啊！居然让我去抢银行！我仔细琢磨了一下系统刚刚说的话，该楼层的任意物品均可带离。自己这种情况下拿钱肯定是没有用途，但银行总会有少量的黄金啊。自己现在刚好去黄金升级电梯，真是刚想睡觉就有人送枕头了。叮咚，电梯下行，请注意扶稳。电梯门打开后，我眼前直接就是一条大马路，只不过时间似乎是静止的。就在我踏上马路的一瞬间，时间突然开始流动，马路上的车辆开始移动。嘿，快把头套戴上，我可不想因为你被佛伯勒那群家伙通缉。卧槽，原来这群家伙就是我的同伙了吗？ OK， 我来说一下计划。老崔和小齐去炸开地下金库的大门，我和小付来控制人质。警报响起后，黑客应该能为我们拖延3分钟的时间，加上条子的速度，我们应该能有10分钟的掠夺金库的时间。卧槽，这熟悉的名字，难不成这里是那个游戏的世界？难怪我感觉这街道有点熟悉的感觉。这么看来，这3个人分别就是麦克、崔佛以及富兰克林了呀。哦，伙计们放轻松，这里只是一个小小的银行而已，抢起来很容易的。OK， 男孩们下车吧。 闻言，我也是开门下车。下车后，我们4人径直就走向了银行。进入银行后，纷纷就亮出了武器。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就在这时，一个保安举着枪慢慢向我们走来。然而，还没等他开口，便直接被麦克爆了头。只是一个小插曲。好了，伙计们，按计划行事。小七，你去安装炸弹。话落，老崔便扔给了我几个遥控年弹。接下年弹后，我们便来到了地下金库。很快，经过我麻利的操作，成功放置下3个年弹。接着，老崔开始示意我后撤。 随着遥控按下，嘴边传来轰的一声，金库大门应声而开。Come on boy， 如果你不想外面那个油腻的中年男人被打成筛子的话，就快点行动起来。说着，老崔便拿出旅行袋开始搜刮起金库的现金，而我则是趁着老崔不注意时，将一摞金条塞进了牛皮背包中。不多时，我们便装了满满3大旅行包的马尾，而老崔则是示意我可以撤退了。咱们可以走了。哎，走了。 特么的，太刺激了！人生第1次抢银行啊！跟麦克推测的一样，条子并没有赶过来。很快，我们就上车开始了逃亡之路。只是车刚行驶不久，佛伯勒便追来。该死的佛伯勒追来了！小齐，接着把他们的头打烂。说着，麦克便递给了我一把 M24。我接过手后，难掩心中的兴奋。卧槽，这不是大菠萝吗？这么屌的枪，以前也只在游戏里用过啊！我兴奋地砸碎了后挡风玻璃，直接架起机枪开始。虽说准度有些差，但在这样猛烈的火力下，我还是完成了系统发布的成功爆头5敌。还没等自己兴奋多久，坏消息就接踵而至。由于直升机的到来，小付不得不将车开进了下水道中。全民电梯求生，接上集我与3人组的逃亡之旅，以及木筏求生楼层。话接上集，我们逃亡时遭到直升机阻拦，小付不得不将车开进了下水道中。 这几辆摩托车是我提前准备好的，咱们分头行动，最后在纺织厂集合。麦克说完后便率先驾车驶离，接着老崔和小付也分别跟上。就在我也正欲上车之时，电梯突然出现在了下水道中。我看了看关门倒计时，发现竟然只剩10分钟了。这时就算自己想再做什么都来不及了，最终只能无奈的回到了电梯中。可恶啊！这1个小时的限制实在是太烦了，这不纯恶心人吗？关键时刻给我喊停了。这个楼层虽然时刻都有丧命的风险。 但是自己却丝毫没有害怕的情绪，甚至到现在都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初级枪械精通奖励已发放。
系统话落后，我便只觉得脑中一阵晕眩，而后又十分清醒。再看向自己的那把散弹枪时，一眼便认出了这是百给744，感觉好像自己的枪法都被提升了。等下次出电梯了试试手吧。哈哈哈！行了行了，知道了。啊，真香！哎呀，也不知道这恐龙肉的味道如何。看着眼前的小迅猛龙吃的这么香，我自己也有些馋了。背包里还有大概40公斤的恐龙肉，我吃一点点应该没事吧？自己上次卖给叶华都过去这么久了，他应该还是生龙活虎的，这恐龙肉应该是无毒的吧？想到这，我也是割下了一小块肉起锅烧油。很快自己便烤好了肉，稍微尝了下，发现居然还不错，味道还不错，很嫩，有些像牛蛙的口感，要是有调味料就好了。吃饱喝足后，我依旧是查看了无限水池，可惜今天没有刷新出什么新生物，于是我只好上床入梦。梦入深时，我只觉得身体一阵冰冷，稍微朦胧些时，马上就被冻清醒了。怎么回事？怎么突然气温降得这么低了？这感觉就像是瞬间从夏天跳到了冬天啊！我打开聊天室查看，发现被冻醒的不止自己一人，或者可以说是所有求生者的电梯都在刚刚毫无征兆的瞬间降温了。关闭了聊天室，我立马起身将电磁炉搬到了旁边，直接将火力开到了最大。哎呀，差点把你忘了。很快在电磁炉的作用下，电梯内的温度已经回暖了一些。还好自己有这些被褥和电磁炉，其他求生者就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好运了。届时我查看起了交易室，发现如今的高价物品全都是取暖用的物资了，就连一条毛毯都被挂到了1金币的价。妈的，我受不了了，我要生火了。楼上的，你不要命了啊！3级的电梯就解锁通风口了，生火的话其实也不是不行。话说，你们有没有感觉温度还在降低？我醒来之后，瓶子里的水都起冰渣了。你别开玩笑了，这温度再降低，可真就不是人能受得了的了。温度真的在降低，我之前在一个楼层里获得了一根温度计，现在电梯中的温度是2度，前不久还是6度呢。听到大家都在讨论温度一再骤降的事，我也发觉周围温度似乎是在慢慢变低。哦，大哥在不在？你上次要的弩箭已经做好了，请验收。你暂时就先不用给我做弩箭了。此刻另一边的夜华看到我发来的消息后，心直接凉了半截。这大哥是发什么癫啊？本来还想着问问他有没有取暖的东西呢，结果居然说以后不交易了，这下可怎么办啊？而且上次交易的食物也已经吃完了，难道最后自己只能饥寒交迫，惨死电梯了吗？大哥，价格咱们还可以再谈。是我现在已经用不上弩箭了。这个好吧，但是我还会做其他的东西。大哥，你如果需要的话，记得找我。行，如果有需要的，我会问你的。第一，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为木筏求生楼层，楼层中仅有一块木筏漂流在海中，木筏上有一个木箱，打开后将会获得1瓶白兰地、2枚金币、1根鱼竿。这不隔壁的节目吗？系统你这串台了，咱们这是电梯求生啊。第一，触发选择任务，请宿主进行选择。选择1，进入楼冰层，击杀大白鲨，奖励初级近战格斗。选择2，留守电梯内，不进入楼层，奖励耐力提升。系统，我选1。虽然耐力提升也很不错，但耐力自己可以靠锻炼慢慢提升，格斗自己可没办法自学。果然这被动技能就没法跟主动技能相比啊。电梯求生第10天，我进入海上木筏楼层，成功击杀大白鲨，能否顺利炼制海盐？叮咚，电梯下行，请注意扶稳。电梯开门后，我发现自己直接就置身木筏上。待我走出电梯后，鲜咸的海风直吹脸庞，望着一望无际的海洋，我心情不知怎么的有些烦躁。还是先把木箱搬回电梯吧。将木箱搬回电梯后，我拿起了散弹枪，搜寻起着大白鲨的身影。就在这时，我听到了一阵嗡嗡的声音，低头探去，发现水下正有一团黑影在慢慢游动，像是在寻找什么机会，而我则是开始举枪防备。要来了吗？只听咔嚓一声，大白鲨终于忍不住一口咬住了木筏，想以自己的利齿摧毁木筏。我也毫不留情，直接对着大白鲨的脑门就是一枪。但身中一枪的大白鲨并没有立马翘翘，我趁着它还没滚入水中的瞬间，又迅速的补了2枪。很快木筏周围便被鲜血染红，估计要不了多久就会吸引来其他的掠食者了。这都被我打得烂成这样了，还是别吃了吧。自己本来的想法是击杀大白鲨后还可以引其血食其肉，但现如今的大白鲨已经被散弹枪打得面目全非，于是我只好放弃了这个想法。正如自己猜测的那般，鲜血很快就引来了一群鲨鱼，它们东一块西一块的撕扯着大白鲨的尸体。第一，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初级近战格斗奖励已发放。
瞬间海量的格斗知识便涌入我的脑海。虽然大脑还是有些障碍，但不得不承认，掌握了不少格斗知识后，自身实力也会提高不少。就之前吃的健体强身丸和刚刚学习的近战格斗，自己现在不说多牛逼，能以一敌百什么的，但寻常的3-5小混混至少都没办法近我身了。很快，鲨鱼群将大白鲨的尸体清理干净后，就纷纷扬长而去。我看了看电梯关闭的时间，发现还有半个多小时，而我打算利用剩下的时间弄一些海水制盐。在自己等待了一段时间后，海面上剩余的血迹也很快消散。我找了个稍微干净点的地方，装上了满满5瓶的海水。就是不知道炼出来能不能吃，不管了，先试试吧。回到电梯后，我先是将海水倒进了锅中，利用电磁炉慢慢的煮干水分。我操了，怎么感觉越来越冷了？我看着从无限水池中结出的层层薄冰，有些无语。真是绝了，恐怕现在电梯内的温度已经降到0下了。如果一直这样下去，那这不就变成极寒求生了？此刻聊天室内有温度计的内人也给大家更新了实时温度。兄弟们，最新温度，现在我这里是零下5摄氏度，我感觉我可能有些发烧了，谁有药啊？别说了，有也不能卖啊！我感觉我应该也得病了，不是感冒就是发烧。我这服了，我现在饭都吃不饱，这尼玛就上难度了。真羡慕你们升到3级电梯的人，生活也不怕呛死。刚才我遇到一个兄弟死在电梯里了，旁边还有个火堆，估计是被烟呛死了。还真就0下了呀！我看着聊天室的消息，倒不至于像其他人那么慌乱，毕竟自己现在有无限能源的电磁炉和被褥，只要温度不是下降的特别离谱，那还是能勉强维持得住的。很快几个小时过去，锅中的海水总算是见底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通体泛白的晶体。这玩意真的能吃吗？按照自己的记忆，海水中似乎是有很多杂质，仅凭单纯的蒸发还无过去可食用的盐。要不尝一口？我用手指刮起一层结晶后，慢慢伸出舌头尝了一口，在入口的瞬间我就忍不住吐。操！这他妈什么屎味！忙活了这么久却没有成功，自己多少会带些失落。这时我突然想起上次那个会做弩箭的人。对了，那个叶华，他手工活那么牛逼，说不定也懂些制盐什么的吧？我得问问。哥们，你会制盐吗？话接上集，我让叶华尝试制盐后，又接连遭遇美人计诱惑。叶华哥们，你会制盐吗？而在另一边刚忙完手工活，正处在精神饱满状态的叶华，看到我发来的消息后，也是连忙点开查看。制盐，说到这个自己确实懂点，不过这场地和条件都受限太严重了呀。不管了，还是先接下来吧，到时候再另寻他法。大哥，这个制盐我略懂一些，可以尝试一下，您那有原料吗？我去，还真会呀，这小子可以啊。自己当初由于担心失败，所以并没有将海水全部用掉，如今也还剩下2瓶海水。想到这，我也是果断的回复了叶华。可以，我已经把海水挂在交易所了，你随便用个东西交换就行了。好的，大哥，我先试试，您稍等几天。对了，你应该还没有取暖的东西吧？是的，大哥，不过我这有件外套，应该扛得住。我再给你件衣服吧，你要是冻死了，谁给我制盐？好的，感谢大哥。说罢，我便将上次在森林楼层搜刮到的衣物给了叶华一件，毕竟这东西自己目前并不算太缺。这叶华倒也是个人才，如果是这小子的话，应该也不成问题吧？自己冥冥之中有种预感，叶华这小子以后能成大事，与其交好应该不是什么坏事。处理完制盐问题，我便吃了一些上次从侏罗纪世界带回的浆果。意外的是，小迅猛龙居然也抢吃，合着这家伙还是个杂食性动物啊！吃完饭后，我就在电磁炉的炙烤下，渐渐的睡熟了。宿主即将进入金属回收厂楼层，楼层中有大量废铁、废铜、废铝等金属物资，无危险。我不打扰，我走了哈。起床后，我先是将牛皮背包整理了一遍，因为有了堆料区的存在，如今背包空间也是宽敞了许多。一格用来放恐龙肉，一格放山羊肉，还剩3格空位，放些其他物资也是绰绰有余。叮咚，电梯上行，请注意扶稳。很快电梯门开启，我将自己全副武装了起来。按照自己心中所想，系统应该是无法预知其他求生者是否在楼层中的，或者是碍于某些原因的限制，无法告诉我其他求生者的信息。谁也说不准会不会有其他求生者和自己在同一个楼层，还是带上武器保险一些。我操，这地方的废铁这么多，这得比上次那个回收楼层还多了吧？看着堆积成山的废铁，我忍不住的咽了口唾沫。而此时，在废铁山的另一面，正有一男一女分别从电梯中走了出来。呵呵，你好美女，这地方看起来应该没有什么危险，我们就互不打扰怎么样？可是人家搬不动这些东西啊，小哥哥能帮帮我吗？嘤。看着眼前搔首弄姿的女人，那男人心中也是不由得暗笑了。
看来这女人也不是什么好货色。呵呵，你先帮我修一下钢筋，如果修得不错的话，我可以考虑帮你。哈哈，好啊，小哥哥，没问题。就在这女子靠近男人后，突然间不知从哪掏出了一把匕首，猛地就扎向了男人的身体，而男人也因为吃苦，瞬间倒地不起，双手捂着钢筋，愣是憋不出一句话。给爷死，给爷死！像你们这么恶心的人，穿越来之前肯定是个倒是贫狗。老娘最看不起的就是你们这种偷窃别人辛苦劳动成果的作品和孩子，没有一个是自己的，没屁眼小人，去死吧！伴随着女人的低语，手中的匕首已经不知道来回挥了多少次，而男人也早已死了。看着眼前已经失去生机的尸体，女人露出了一股胜利般的笑容。对付这群只靠下半身思考的生物，这招还真是屡试不爽啊！电梯马上就要4级了呢。而在废铁山另一边的我，在听到惨叫声后，也是第一时间往声音来源赶去。不用想，这绝对是有其他求生者也在这个楼层。到达现场后，我看着满地的血迹，以及一具青年尸体，还有一个正在搬运物资的女人，心中已然知晓了所有。妈呀，这女的这么狠，这看着我都感觉疼啊！我看了看女人，又看了看尸体，果断举枪从一旁扫了出来。那个谁，把手举起来！电梯求生11天，我在回收厂楼层遭遇其他求生者，却看见了眼前如此血腥的一幕，于是我果断举枪站了过来。那个谁，把手举起来！女人看着这个眼前拿着枪的2B求生者，心中顿时冷笑起来。又来一个2B，这下可以升级4级电梯了呢。小哥哥，他刚才想强暴我不小心的，对不起。女人用颤抖的声音一边说着，一边摆出了一副楚楚可怜的表情。小哥哥，你这么强大，可不可以保护人家啊？女人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手里的枪，心里的算盘早已打得噼啪响。哈哈，你跟这男的有什么仇什么怨啊？下手这么狠！女人听到我这么一问，瞬间就来劲。呵呵，他这种就是死不足惜的倒是贫狗，再宰他10次我都觉得太轻了，就是活该。哈哈，这么说来你还是为民除害啊？这种倒是贫狗也算是罪有应得了，我支持你的做法。说完，我便朝着那具尸体又补了2枪，而女人见我这么说，也是笑容满面的慢慢向我走来。别过嘛！我直接就将枪口对准了女人的脑袋，那女人直接身体连同笑容僵在了原地。我觉得你好像也不是什么好货啊！别呀，小哥哥，我才是无辜的受害者啊！只要你肯保护我，我什么都愿意做的。我没有再与其过度废话，一枪便了结了女人。还想魅惑我？年轻！随后我便开始搜寻2人的电梯，可用之物并不多，不过倒是捡了10枚金币，也算是意外惊喜了。接着我又开始扫荡回收场，共计收集了400公斤废铁，200公斤废铜。虽然不知道铜有没有用，但拿一些总没错，说不定以后就用得上了。如今升级电梯只需20公斤木头和3枚金币，距离5级已经近在咫尺了。随后我清点了一下那2人的物资：2块硬的跟石头一样的面包，1根木棒，1把自制的弓，3包压缩饼干，5瓶水，1把铁斧。这2个穷逼，我也是醉了。好小子，不错，这都不挑。接着我查看了无限水池，发现今天居然刷出了一条水蛇，大概有30多米长。我没记错的话，水蛇好像是无毒可食用的。虽说无毒，但自己并不吃蛇，再加上食物也很充足，我便一块将水蛇喂给了迅猛。大哥，再不，您那有没有淡水？我需要用来制盐。制盐还要淡水吗？罢了，反正自己也不缺水。发过去了，什么时候才能好？正常来说应该要用太阳晒的，但是这边没有太阳，我就采用了蒸发的方法，差不多明天就可以了。蒸发？你在电梯里生火了？是的，我用黄泥和木头砌了个烟囱。哦，你还有这技能？但是这样木头真的不会烧起来吗？不会的，木头我都用黄泥巴给糊死了，就是个充当支架作用的。如果有合适的软金属，就不用这么麻烦了。而且我是一个手工狂热者，会这些也很正常吧？我去，我果然没看错人啊！叶华这小子真是个人才。自己心中已经打定了长期和叶华合作的决定，只是现在还不能对他表现得太热情，否则只会丧失主动权。可，我要保持我高冷男神的姿态，得装得深沉一点。另一边的叶华同样对这个叫刁17的人很好奇，因为他好像每次都比别人更快。据我所知，现在大部分人的电梯都是2级，3级都是少数了，可他似乎都已经到达4级了。此时的叶华已然敲定了主意，也打算与这个叫刁17的人长期合作。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自己的身体问题。自己一直患病在身，如果与他交好，说不定以后能从他那得到救命的药。想到这，叶华拿出了一瓶药，数了数剩余的药片，29片。从之前的1天2片药，到现在1天只能吃1片。29片药还能活1个月吗？
这些要是他穿越来的时候身上就有的，或许是举办这个所谓的电梯求生的人留下的吧。可能是他不想让患病的人刚来参加电梯求生就因病暴毙吧。呵呵，我是该感谢他呢，还是该骂他呢？此刻我看着系统面板上的人数，有些不可置信。我记得上次看还是35亿人啊，怎么这下就跌破30亿了？这死亡率也太高些了吧！再这么下去，过不了多久不就没人了？由于现在气温降低的因素，发病概率也在大大增加，无药可医从而死亡的人也会更多。叮咚，电梯播报，各位幸运儿，电梯求生的新手期已经结束，接下来你们将面临更加残酷的求生环境。在这条语音播报结束后，楼层难度将会提升，可停留在楼层的时间增长为2个小时。同时，进入楼层后，电梯门将会关闭，届时不能返回电梯，只有将所有危险生物清理后或完成楼层任务，电梯门才会重新开启。提示：开始出现部分不可拒绝进入的楼层。没开玩笑吧？之前竟然一直是新手期，谁家新手期不到1个月就死了好几亿人啊？还更加危险了！妈呀，兄弟们，我真的怕了！特么的，老子练习了2年半的格斗，管他外面有什么，统统乱拳打死！看着聊天室中的一片哀嚎，自己也只能是无奈叹气。如今只希望难度能与奖励挂钩吧。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为废土楼层，楼层中有20只丧尸狗，在狗王的肚子中藏有2只丧尸病毒免疫血清。蓝色集装箱中有一个武器补给箱，打开即可获得 HK416 自动步枪1把，备用子弹300发，下挂榴弹20枚，紫色信号弹1个，红色信号弹1个，黄色信号弹1个，扩建地雷2个。触发悬赏任务，请宿主击杀所有丧尸狗，每只奖励1金币。又是废土楼层吗？电梯求生12天，再度进入废土楼层。丧尸汪中富贵求。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为废土楼层，楼层中有20只丧尸狗和1只狗王，请宿主小心行动。又是废土楼层吗？难度果然提升了。丧尸狗跑得肯定比人要快得多，且如今进入楼层后也不能再返回电梯，当老六的行为也行不通了，可谓是危险至极。但是那些奖励是真诱人啊，而且既然难度提升了，楼层也就更危险了，自己的装备也有些不够看了。想这么多干嘛？爷可是主角呀，不可能会死的。况且这集标题也没写大结局，怕啥呀？我打算把迅猛龙也带上，自己分身乏术。迅猛龙多少也有些战斗力，而且解决了狗王也能得到病毒血清，不用害怕感染。叮咚，电梯下行，请注意扶稳。电梯缓缓下降，在开门后我观察着四处，发现这里是一座废弃的工厂，处处充满着血腥味。这味道还真是一流啊！就在我踏出电梯的瞬间，顶上的铁架子上突然跳下了一只丧尸狗，我反应过来后直接就是抬手抓射。妈呀，还好学了格斗，反应力快了很多，要换其他人来那当然死了。就在我嘀咕的空隙时，旁边黑暗的角落中冒出了一抹红光，接着一只只的丧尸狗从中走了出来。刚刚听系统说20只还感觉不到有多少，现在这么一看，这也太多了吧，这根本打不了啊。我观察着狗群，慢慢的从一只较大一些的丧尸狗眼中，我仿佛看到了一股戏谑的目光。恐怕这就是狗王了吧？现在狗群还不进攻，应该也是在等他的命令。我的大脑开始飞速转动，思考着应对的方法。倘若这么多的丧尸狗冲向自己，那自己绝无生还的可能性。哦，对了，刚刚第一只丧尸狗跳下的那个铁架子，那边是高处，说不定可以。哼！我当机立断，抱起迅猛龙就冲向了梯子，而狗王也一声令下，所有丧尸狗一窝蜂的朝我袭来。但好在距离不远，我已经爬上了梯子，再以最快速度到达高架后，我一转便将梯子踹了下去。我操，真是吓死个人啊！差点就被追上了。接着我走进操作台查看，才发现这个操作台竟是控制下方的大锯片。如果这机器没坏还能用的话，说不定能帮到自己。由于不会使用，所以我索性就将所有按钮按键都按了一遍，发现锯片是成功转起来，但只能左右移动。也行吧，这样也能防止这些狗叠罗汉什么。毕竟凭那狗王的智商，想出叠罗汉的办法也是迟早的事。虽然锯片成功运转，但我并没有就此放松警惕，谁知道这老古董什么时候会突然坏掉。我开始谨慎地朝着下方的狗群射击，但在解决了几只丧尸狗后，狗王也意识到了问题。在他大吼一声后，幸存的那些丧尸狗全都不见了踪影。现在还剩10只狗，他们恐怕是想等我自己下去，又或者是等锯片停下。我只好暂时松了口气，随即目光开始寻找着系统说的蓝色集装箱。哦，原来在这！我心中一喜，就在几十米远处的位置，正有着一个已经浅浅褪色的蓝色集装箱。现在丧尸狗也不知道躲哪去了。如果自己下去以最快的速度跑到集装箱处，拿到了新武器，或许就能马上解决这些小狗狗了。正在我思考之时，只听下方传来啪啪几声响，没一会，锯片竟就停了下来。得，这下都不用下去了，汪汪队马上就来。
正如我说的那般，那些消失的丧尸狗又纷纷出现，并且个个凶狠地朝着我冲来，以极快的速度推起了一个狗踢，而狗王也尾随在后，借着狗踢的助力，猛地一跳直冲我而来。我反应过来后，立马抬枪射击，谁料狗王竟早有防备，一个飞雷神之术直接就将子弹躲了过去，直冲着我面门而来。话接上集，在其余丧尸狗的协助下，狗王靠着狗踢助力和飞雷神的力量，急速向我扑来。就在我防备不及时，迅猛龙一跃而起，死死咬住了狗王的脖子。一龙一狗缠斗在了一起。就在我正欲上前帮忙时，剩下的几只狗也成功靠着巨片2次助力跳，猛地向我跃来。但好在他们不会飞雷神，我几乎是一枪一只，有个别成功跳上高架的也被我一脚踢了下去。而此时迅猛龙也解决了狗王，赶来后一口咬死了最后一只丧尸。可以啊，小龙龙。狗王的死状简直惨不忍睹，被撕成了一块块碎片。但迅猛龙也受了一些伤，眼睛开始时不时的冒着红光，看着好像随时都会变异一样。我急忙来到狗王处寻找着血清，很快就在一堆尸块中找到2只血清，一把就将其中一只注射进了迅猛龙体内。刚刚是真险啊，还好我提前看了剧本，带了迅猛龙一起来，不然今天就得被狗王打了。恭喜宿主完成悬赏任务，奖励20枚金币。听到系统的声音后，我也是不禁开始窃喜。随后我就来到了那个蓝色集装箱处，一枪将锁打掉后，便进入箱内放出一个箱，是一个披着防潮布的木箱，大概有60-70公斤重。你还别说，这小东西还有点重。回到电梯后，我便将箱子内的物资都取了出来，和系统描述的一样，步枪、子弹、榴弹、信号弹、地雷，样样不落。值得一提的是，步枪是改装过的，不仅有下挂榴弹发射器，还有光学瞄准镜以及激光镭射指示器，弹匣有3个，每个容量30发。这个信号弹似乎也能通过下挂榴弹发射器发射，不过自己应该也用不上信号弹吧。接着我查看了聊天室，发现人数显示上居然少了好几千万人。我去，这么夸张的吗？我他妈竟然活着回来了！我没敢出去，看这一下死了这么多人，就知道不简单。刘上的，能不能简单说说你经历了什么？我进入的楼层是一个监狱，不过里面关的不是犯人，而是丧尸。但好在那些丧尸都被关在铁笼子里，外面只有几只。好在哥们以前玩过钩，那几只丧尸被我用弓箭轻松的射死了。最重要的是，我还在楼层里捡到了一把手枪。老子现在可是有枪一族，有了枪，以后通关楼层还不简单。羡慕啊！我也没敢出去，早知道就出去看看了。下次一定。看了一会聊天室的内容后，我才想起自己已经可以升级电梯了。系统升级电梯，在一阵震动过后，电梯空间又变大了一些，通风口也大了不少，并且又增添了一个新家具——工作台。此时系统的声音也随之而来。怎么感觉这个场景似曾相识呢？恭喜宿主完成电梯升级任务，加时卡已发放。怎么就加1个小时啊？请宿主完成升级任务，将电梯升至6级，奖励超大牛皮背包，升级机会1次。OK。接着我开始查看那个工作台，在一阵鼓捣后，也总算弄明白了什么方法。这个工作台并不是游戏里那样，丢上原材料，咔咔咔一顿整就把想要的东西给整出来。它只不过是提供了一些工具，具体怎么操作还得看自己，并且工具还不能带离工作台，只能在工作台范围内使用。不得不说，这也太操蛋了。我很快就对工作台失去了兴趣，毕竟以自己的手工能力，最多只能折一个纸飞机。这时，叶华的消息也来了。大哥，您要的食盐已经提炼成功了，我挂交易所了，用实物交易。好的。任意实物交换，可以啊，这小子看来并不贪心。我来到水池前查看，发现今天正好刷出了一条草鱼，正在水里欢快的游泳，看着应该有2斤重的样子。哎，主角也有主角的烦恼啊，真是想啥来啥，就把这玩意给叶华吧。很快交易便完成，不过交易来的食盐并不多，大概只够自己吃1-2天的样子。味道除了咸还有些苦涩，不过在当下这已经很不错了。最后我烤了一些肉，撒上盐后就开始大快堆起。一旁的迅猛龙也是感到奇怪，不明白为什么妈妈今天吃饭吃得这么香，不过自己倒是也很爱吃。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为死亡游戏，需要宿主与其他求生者共同进行3场游戏。游戏结束后，电梯门才会开启。此楼层必须进入，完成3次死亡游戏后，将会奖励20枚金币，任意升级材料500公斤。此楼层提示，只有了解本场游戏规则的求生者才能够参加死亡游戏，不存在会出现不知道怎么玩的情况，并且游玩死亡游戏时，求生者之间不可通过游戏外的方式自相残杀。隐藏机制：游戏失败的求生者在死亡之前自杀即可获得重新参加游戏的机会，每人限3次。死亡游戏还必须进入的吗？
那这么说，这个楼层的求生者可不会少啊，搞不好自己能直接一举将电梯升到6级啊，想想就兴奋啊。叮咚，电梯下行，请注意扶稳。在电梯开门后，我毫不犹豫的就走了出去。就在刚进入楼层时，头顶就传来了一阵播报声。欢迎游玩死亡台球，在这里，每一颗球都代表着你身体的任意部位或者器官。将台球打入袋中，你将会被判定失去它。最后打进黑球的为胜利者。游戏结束后，胜利者将不会失去被打入袋中的部位或器官，但相反的，失败者将失去所有被打入袋中的部位或器官。现在，游戏开始。全民电梯求生，我被迫参加死亡游戏，而对手竟然是一位可爱的小姐姐。欢迎游玩死亡台球，在这里，每一颗球都代表着你身体的任意部位或者器官。将台球打入袋中，你将会被判定失去它。最后打进黑球的为胜利者。游戏结束后，胜利者将不会失去被打入袋中的部位或器官，但相反的，失败者将失去所有被打入袋中的部位或器官。现在，游戏开始。广播声音落下后，我的面前出现了一个满脸紧张的少女。你好，小姐姐，我们可以开始游戏了吗？你好，哥哥，我不太会玩。我看着眼前故作紧张的少女，心里便只觉得一阵好笑。系统之前就提示过，能进入死亡游戏楼层的，都是会玩这个楼层所有游戏的人，还搁着跟我装不会玩是吧？自己曾经参加过是台球俱乐部，在其中也属于是老2的位置，所以在技术这方面上不算差。但眼前的少女绝对也没有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不如先让她开球，也好探探她的底子。女士优先，你先来开球怎么样？桌上的台球早已摆好，只不过上面并不是以往常规的数字，而是一个个的人体组织的名字，比如眼睛、鼻子、肝、肾、心脏、大脑等等。要不还是哥哥来开球吧，我怕我开不好，人家力气有些小。对了，哥哥，我叫安青青，你叫什么呀？呵呵，我叫刁一禅，还是你来开吧，先开球可是有优势的哦。我随口报了个假名，毕竟将死之人也不必知道自己的名讳。接着又装出了一副被安青青迷住的猥琐男的样子。好吧，那我可开球喽。呵呵呵，这些猥琐男都一个样，还不是随随便便就被本小姐迷住了。哥哥，你别这样看着人家了呀，人家会紧张的。哼！好，哥哥不看你了，你开球吧。我心中冷笑一声，随后就站远距离玩起了球杆。据我的观察来看，这安青青应该是玩过，不过实力应该很菜，不然也不会装绿茶了。自己以前在台球俱乐部还有个身份，那就是兼职教练，所以一眼便看出了安青青的伪装。呵呵，既然我是俱乐部老2的技术，那兼职个教练也是很正常的吧？这可不是什么主角光环。这时，一道清脆的声音响起，是安青青进去，分别是我的眼睛和她的。呀，对不起啊，一禅哥哥，我不是故意的，早知道就不用那么大的力气了，对不起。安青青眼眶含泪，用一副满脸自责的表情看着我，而我则是摆出一副宠溺的表情说道：“没事，毕竟开球进的球都是随机的，不怪你。”唉，好吧，哥哥。安青青再次俯下身子看了看，发现这些球的位置她都打不进，于是随手打了一杆，自然是一个球也没有进。但我一眼便看出安青青这是在做动作。再来几个回合，估计安青青的球都是好位置，到时候就算自己再牛逼也得输啊！不得不说，这小妮子可真能装啊！在轮到我击球时，刚想俯下身子，安青青就突然开口：“哥哥，你能不能让一让我？我可以。”哟，嗨，你可以的，你可以干啥呀？你就算是能让我得法正道立地成仙都没用，这里可是生死局啊！放心，哥哥绝对让着你，我可不忍心你这么可爱的妹妹死在这个地方，记得替我活下去啊！我一脸深情的看着安青青，并不自觉的伸出手摸了摸她娇嫩的脸。笑死老娘了，原来就是个没见过女人的小处男啊，真是废物一个。一禅哥哥，你不要这么做，我们还是正常玩吧，你不要让我了。不知道你相不相信一见钟情，今天我们其中肯定会死一人，但我希望死的那个人是我而不是你。在安青青的一阵 PUI 后，又迎来了一个绝杀，她竟抬头过来对着我的脸轻轻来了一口。就刚才这么一套话术下来，再加上这么个蜻蜓点水，相信绝对没有任何一个男人能扛得住吧。操！这女的不会有什么传染病吧？亲老子这么一下不会传染给老子吧？我强行挤出了一个笑容，接着俯下身抬手就是一杆双球，分别是安青青的心脏和肺。而看到这一幕的安青青，尽管内心十分恼火，但表面还是装作很高兴。耶，哥哥进球了！我看着还在装模作样的安青青，心中开始冷笑，随后继续俯下身，又是一脚击出。而这次进球的是安青青的大脑。见此情景，安青青脸色已经明显有些难看了，一边庆祝着我进球，一边说好热，竟直接将外套脱了下来。可不得不说，这安青青还是很有料的。哥哥加油哦！话接上集，我与安青青开启死亡台球游戏，但不怀好意的她却一直想着杀我。
一禅哥哥好厉害，加油哦！不得不说，这安青青是真有料啊！可惜这个游戏最终只有一人能活着出去，而且心眼这么多的女人也信不住，她还是永远留在这里吧。我没有再继续与其接话，而是转身再次一杆打出。遗憾的是，这次并没有进球。可哥，太久没玩了，失误了一下也是很正常的吧？安青青看我连这么简单的球都没打进，于是露出了一副沮丧的表情。哥哥，你不要让着我好不好？青青不忍心你死在这里。我只是淡定的喝着水，并没有说话。随后，安青青就趴在了台球桌上，观察着球的位置，准备出杆。以我的观察，安青青应该能进2个球，每个人一共有7个球，算上黑八的话就是8个，送他几个也无妨。让我意外的是，安青青竟然1个球都没进，这肯定不是他演出来的，估计是失误了。就在我走近一看，才发现安青青原来是想摊一手一给双球，结果失误了，最终1个球也没有进。真尼玛笑死我了！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满脸失落的安青青只好继续干扰我扑球，并且还是不时抛出一些福利，这让我原本冷静的心情有些燥热。特么的老娘竟然失手了！不过还好这二逼已经被我迷惑住了，老娘不过是稍微出卖点色相，就被迷成了这样，不过也是个废物东西。这小妮子一直有意无意的撩拨我，但凡是个男的就受不了啊！这要不是现在场地不合适，我非得让你知道什么叫引火烧身。我按耐住心情，再次打出一杆，不出意外又进了1球。已经进了5个球，只剩最后3个了啊！此时安青青的表情已经愈发难看，在看到我准备继续击球时，竟开始准备着使绊。而就在我击球的时候，安青青突然哎呀一声撞在了我的身上，我受力身体一倾，白球瞬间被杆子大力打了出去。对不起哥哥，我不小心绊倒了，对不起。白球横冲直撞的在桌面上滚着，很快在砰砰砰几声后，掉下了2个代表着我双脚和杆的球，但还有1个代表着安青青12指长的球，也晃晃悠悠的向着袋口滚去。安青青的眼睛越瞪越大，心中也不断的祈祷，但很可惜，祈祷无效，最终这个代表12指长的球还是滚了进去。安青青心中一凉，而我看着最后一个器官球和黑八的位置，也是顿感胜券在握。哥哥，我要死了吗？对呀，你快死了。哥哥，你开玩笑的吧？没有开玩笑，不是你说的吗？不想让我死。可是，安青青被我这么一说，已经开始有些语无伦次了。一禅哥哥，我才18岁，我还不想死在这个地方，你能放过我吗？我还没有交过男朋友。安青青一边苦苦的哀求，一边慢慢的向我走来。求求你了，一禅哥哥，不要杀我，我不想死。就在安青青缓缓靠近我后，一把就将藏手指间的刀片亮了，猛地向我划来，让我身怀出及格斗志，身体已经下意识的做出了反应，轻松的就将安青青按在了台球桌上。还想杀我？就在这时，不知道从哪走出的一个蒙面人，直接将安青青一把抓起，绑在了另一个台球桌上。可，这哥们的绑法还挺专业。求生者安青青意图违反规定，先被限制击球2次。杀人未遂就被限制击球了，那这么看来，就算他成功杀了自己，恐怕也活不了啊。先将击球机会给予另一位求生者，求生者雕17获得2次自由球。雕17，原来这个男人从一开始就在骗自己吗？亏自己一开始还以为隐藏的有多好。2次自由球的机会，那这不是有脚就行吗？随着最后一个器官球的入袋，如今只剩下黑八了。我也不多墨迹，一杆击出，在黑八入袋后，安青青发出了绝望的叫声，伴随着她的尖叫。刚刚所有入袋的器官从安青青身上开始强行脱落，在全都飘到半空后直接原地爆。卧槽，真尼玛血腥！我嫌弃的捂了捂鼻子，随后走向了一个刚才凭空出现的大门，大门上还写着一行字：通往下一个死亡游戏，电梯求生之死亡游戏篇，枪械大师的对决，还有呕心包胃的死法，你见过吗？终于还是来了嘛，下一个死亡游戏。进入大门后，我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密闭的房间，同时还有着一位老者也在此等候。小伙子你好啊，我叫从不嫖，你叫什么呀？你好老爷子，我就没嫖过。我礼貌性的回应了一句，随后观察着房间各处，发现偌大的楼层内却只有一张桌子。就在我思考之时，广播声便响起了。请以最快的速度组装好可用的枪支，并射击你面前的人，活下来的人为赢家。现在游戏开始。下一刻，远处的桌子上突然出现了2堆零件，我和那老者对视一眼后，便纷纷冲向桌子。操，这是几把枪的零件啊！拥有着初级枪械精通的我，一眼便看出这堆零件绝不是同一把枪上，至少是10几把枪的各个零部件。但好在自己能认得出各个零件所属的用途。但那个老者明显也不简单，在自己还在翻找精确零部件的时候，他便已经组装出了一把手枪的雏形。小伙子，论顽强，你还是太年轻了啊！我并没有接话，
而是看着他手里还在不停调试的手枪，暗暗冷笑道：货不对版的一股乱装，就像那驴头装马身，能射得出来子弹，那也是够牛逼的。在自己看来，老者组装的手枪不过就是一堆乱拼而已，其中有许多零件都是错误的，到最后也只会因为零件不匹配而无法使用。当下他一直在调试着扳机，这是最好的证明。相反的，自己的策略则是先筛选出匹配的零部件，这样等零件集齐后2下就能组装出可以使用的枪。很快1分钟过去，老者还在一直比对着零件，各种装了拆，拆了装，不停地调试着细节。但我已经完美筛选出了组装一把手枪所需的所有零部件。在自己锻炼了50年手工活的麒麟陛下，很快就组装出了一把手枪，并填进了唯一一颗子弹。老爷子，现在怎么样？哈哈哈，开枪吧！没想到老夫竟然输了。我自然不再废话，一枪便结果了老者，并没有因为对方年纪大就心生怜悯。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当下最重要的就是保证自己能活下来，然后找到返回蓝星的办法。老者死后，又一道门出现在我面前，上面依旧是那句话：通往下一个死亡游戏。门后依旧是一个封闭的空间，不同的是没有其他人，却摆放着4把椅子。我也就挑了一把椅子坐了上去，静静的等待着广播声。又过了10几分钟，进来了一个面容姣好的女人，但广播却还未响起，也就是说游戏还没开始。在继续等了几分钟后，又进来了一个满身是血的壮汉，接着是一个有些大肚腩的中年男人，以及一个满身腱子肉、面容十分饱满的青年。在最后青年入场后，广播声也随之响起。人员已到齐，游戏开始。游戏内容为抢凳子，抢不到凳子的人将会被淘汰，最后只能幸存1人。现在游戏正式开始。广播声落下后，我与那女人都是控制不住的自己站了起来。请各位玩家围绕凳子站成一圈。听闻此言，我们几人也是纷纷照做。游戏开始。随着滴答声越来越快，我们几人的心也是砰砰直跳，无一人敢发声。就在这时，滴答声突然停了下来，我立马原地就坐，成功抢到了一把椅子。没有抢到椅子的是那个中年人，他正一脸惊恐地看着四周。真没嫖，淘汰。哦，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我还没找到老婆和孩子，不要杀我啊！伴随着男人绝望的嘶吼，他的身体开始慢慢被拉扯，随后直接原地爆炸。特么的，我说如果非要这么血腥的话，下次能不能提前说一声啊？看着自己一身的血液和碎块，以及挂在脸上的肠子，我只觉得有些反胃。而那个女人看着在自己腿上挂着的内脏，一下没忍住吐了出来。另外2人也好不到哪去，情况基本和我相同，也是纷纷面露难色。下一秒，又一股无形的力量来临，直接将我们4人从椅子上推开，同时也原地消失了一把椅。游戏继续。听闻我们依旧按照刚才的流程照做，滴答声慢慢持续一段时间后，突然再次停止。腱子肉男率先坐下凳子，随后是我，壮汉则直接将女人撞开坐在了椅上。不要不要啊！求求你们了，让我活下去好不好？让你活，那我死。糖水水水淘汰。只见女人突然捂住了嘴巴，鲜血不断的从指缝涌出。不要不要，我不要死！下一刻，女人竟然将自己的内脏吐了出来，接着她竟然又将内脏不断的塞回，仿佛这样她就没事了一样。然而在这样反复吞吐10几秒后，女人还是死了，可以说比那男人死的都要惨得多。嗷吐血吐内脏的，还是反复的折磨，看着就疼啊！接下来的流程和刚才一样，一股神秘力量将我们3人推开，椅子依旧消失了一把，只剩下了2把。游戏继续。跨阶上级，死亡游戏的最终篇，还有化身鸡头的好大儿兄弟。游戏继续。此刻所有人的心情都异常紧张，安静的楼层中除了广播发出来的滴答声，就只剩下对方的心跳声了。虽然我拥有初级格斗术，反应能力很是出众，但是运气不好也没用啊！这游戏不仅要拼反应力、力量，还拼运气。停下来的位置不好，反应力再快也没用。就在我正想着时，滴答声戛然而止，我眼疾手快的坐了下去。腱子肉男则没有请过壮汉，直接被撞了。这下轮到腱子肉男惊恐了。行，死就死，谁怕谁啊！有种让我死的轻松点。朴无术淘汰。这鬼地方，死了也解脱了。腱子肉男大声宣泄了几句后，突然愣在了原地，眼睛瞪得如同泪一样，仿佛面前有什么恐怖的东西一般。伴随着惨叫声，男人身体僵硬倒在了地上，眼睛依旧瞪得很大，很明显是看到了什么东西被吓死了。如今的死法一个比一个痛苦，真吓人。不过还好我是主角，提前看了剧本，根本不用担心会死。壮汉突然开始羡慕起第一个死的中年男人了，因为就他属于是死的比较轻松的。接下来我们2人再次被推开，椅子也只剩下了一把。游戏继续。我与壮汉无一不在观察着对方，脚步也是越来越快。可是这广播如同卡碟了一般，
滴答声足足响了5分钟都没有停下。此时我们也被这滴答声折磨得不行，呼吸都渐渐有些乱了起来。此刻我看着壮汉额头上的冷汗，心中不禁暗暗松了口气，能比别人先紧张成这个样子，实际等于半步入，自己可以说已经赢了一大半。就在滴答声又持续了一会后，壮汉已经开始呆愣起来，眼神中无不透露着傻愣。我看着壮汉的样子，又是多了一份安心。忽然，滴答声终于停下了，壮汉愣了一下，等他再反应过来时，我已经坐上了凳子。此时的壮汉已经深知自己的结局，无力的瘫坐在地，静静的等待着死亡的降临。没想到我朴万千最终还是输了。朴万千淘汰。一声闷响过后，朴万千摸了摸自己的身体，发现连肋骨都摸不到了，愣愣的张着眼睛看着我，下一秒就禁锢般的倒在了地上。应该是刚才的那一下把他体内所有的器官以及骨头全部碎裂了，虽然最后痛苦了几秒钟，但也比前面2个要强了。死亡游戏最终赢家标17奖励正在发放中。奖励20枚金币，500吨金铁，奖励发放已完成。游戏结束，祝您返程愉快。电梯播报结束之后，楼层中的东西包括尸体全部消失，并且出现了7部电梯，其中有1部是我的，剩下的6部是输给自己的那6人的。但此时距离电梯关闭只剩下10分钟了，于是我果断用了一张加时卡，随后开始搜刮起几个电梯中有用的东西。部电梯的物资看起来不少，但整理好了之后发现其实并不多。物资收集如下：8件干净的衣服，3把很锋利的刀，4把锋，1根长矛，5块面包，18瓶水，10个牛肉罐头，还有一些破布，以及一部分的电梯升级材料。自己现在玩的都是枪和弩了，弓和长矛拿了也没啥用。不过这些东西应该可以拿来交易，自己看不上的东西，在别人眼中那可都是好东西啊。回到电梯后，只见一头迅猛龙蜷缩在角落里，我心中咯噔一声，卧槽，不会出去一趟冻死了吧？我的小龙龙啊！哦，吓死我了，还好没事。确认小迅猛龙没有事之后，我才想起了升级电梯的事。系统升级，这次升级之后，空间并无太大变化，不过倒是新增了一张木床以及一个简易的壁炉。劈了些柴火放进壁炉后，电梯中的温度也在快速回暖。不对呀，系统，这次升级为什么没有给我奖励？1. 升级任务已完成，奖励超大牛皮背包，升级机会1次，已自动使用。超大牛皮背包增加3格。这好吧。接着我又热了一个牛肉罐头充当食物。小迅猛龙吃的则是一部分恐龙肉和无限水池中刷出来的2只乌龟。有意思的是，乌龟壳竟还成了小迅猛龙磨牙的玩具。那些恐昆肉已经快被小迅猛龙吃完了，不过好在还有2头羊以及一些浆果和杂七杂八的食物，再加上无限水池，就算暂时无法获取食物，也够维持一段时间了。新皇家会所开业了，我们随缘相遇，只要支付一定的代价，就能让您体验非一般的感觉。我们这里有多种美女类型供您挑选，萝莉、御姐、汉妹、熟女。新皇家会所让您有种家的感觉。好家伙，这地方竟然都能看到广告！我打趣的笑了笑，定睛一看，才发现这是一个叫秦安的人发的。卧槽，秦安，这不是我的好大鹅吗？电梯求生14天，我竟在电梯世界遇上自己的室友。下一秒，系统却又让我再度进入森林游戏楼层。卧槽，秦安，这不是我的好大鹅吗？我不可置信的揉了揉眼睛，虽然有可能是同名同姓，但是这货的嘴脸自己可是记得一清二楚。秦安在蓝星时和自己是同校生，同时跟自己一样都是住不习惯宿舍的人，于是后来我们就一起合租了个房子。但因为自己身世的缘故，秦安一直都非常照顾自己，租房时更是额外承担了水电费。时间长了之后，我们2人的关系也变得十分要好。在长时间的相处之下，我与秦安也总以父相称，不是你当父亲，就是我当父亲了。没想到这货也被带到了这个世界，而且电梯等级竟然有4级，看来秦安的运气不错呀。只不过这他妈的广告是个什么鬼？想到这，我也是点进了秦安的头像一探究竟。好大鹅，你怎么也被弄到这了？正在发广告的秦安看到消息之后，还以为是生意上门了，连忙点开准备回复。当看到内容后，却愣了一下。卧槽，你怎么也在这里？还不都是因为你，当时不是早八的闹钟，导致咱们都迟到了，不然肯定不会到这个时间。哈，跟老子有什么关系？哈哈，对了，我想问一下，你这打的广告是什么意思？你改行当鸡头了？神特么鸡头，我这也是被人雇佣的。前几天在聊天室刷屏了，你没看到？我不怎么关注聊天室。没事，我给你讲讲，跟水军差不多，就是他给支的，我帮忙发广告。听说这个新皇家会所专门提供流动式服务的，养了好几个小姐。
要不说人家有商业头脑呢，我也靠着给他刷屏打广告换了点吃的，熬过了一阵难关。原来如此，那他给你了多少食物啊？一个黑面包，给他刷屏7天。我操，你黑奴啊，这么廉价？那我有啥办法？之前运气不好，一点吃的没找到，为了不饿死，只能这样了。不过好消息是，我现在已经吃喝不愁了，等再过几天就不用给他刷屏了。这尼玛破聊天室还是实名制的，实在是太羞耻了。对了，你小子有没有饿着？叫声爸爸，给你点吃的怎么样？爬爬爬，爹爬！哈哈，真没想到咱们在这个世界竟然还能相遇，本来我都以为我要孤独终老了呢。你傻逼啊！对了，你谈的那个小女友没来这个世界吗？小冉啊，哎，到目前为止没发现，我也希望她别来这个世界，最好忘了我，然后重新找一个对她好的男人。秦安一副深情暖男的语气，也是让自己好一阵无语。尼玛的，纯海王一个，天天扎在女人堆里，平均一个女朋友都不超过3个月，还装上深情暖男了是吧？行，知道你是个大情种了，行吧？嘿嘿，好了，老子继续去发小广告了，有机会遇到我一定。等等，你小子怎么6级电梯了？叫爸爸，我就告诉你，爸爸。你特么节操呢？谁？刚才是谁在说话？见秦安这副样子，自己也是有些想笑。随后我便直接将5级电梯和6级电梯所需要的升级材料，以及升级后电梯会新增什么东西，全都告诉了秦安。至于怎么升级，当然是杀人越货了。本来还想给秦安一些武器支持，结果他死活不要，硬说自己手里有枪。对于这种吹牛逼行为，我也只能是选择了相信。自己要好的朋友并不多，秦安算是一个，可能也是唯一一个。另一部电梯中的秦安擦了擦手中的格洛克手枪，看着聊天框渐渐笑道：“傻儿子，你怕是不知道你爹我的真实身份吧？一定要活下去啊！”如今自己身体上的肌肉线条已经非常明显了，并且已经修炼出了8块腹肌，只就差1块就能够99归1了。1. 触发升级任务，请将电梯升至7级，奖励宿主荒野求生技能专家级。1. 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为10人族营地，其中有30只10人族，1只10人族族长。10人族营地中有一个黄金宝箱，开启后将会获得金币5枚、万能解毒丸1颗、犀角弓1把、剑士20只。1. 触发歼灭任务，每击杀1只10人族，奖励1金币。25只10人族，不会又是那个森林楼层吧？全民电梯求生，我受邀再度进入森林游戏的世界，这里不同以往的情景，玩家竟也认出了我是一个人类。1. 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为10人族营地，其中有30只10人族，1只10人族族长。10人族营地中有一个黄金宝箱，开启后将会获得金币5枚、万能解毒丸1颗、犀角弓1把、剑士20只。1. 触发歼灭任务，每击杀1只10人族，奖励1金币。10人族还有25只，难道又是那个森林楼层吗？接着我不慌不忙地换上了之前在丧尸犬楼层中获得的 HK416 突击步枪。小10人族罢了，有着自动步枪，那还不是嘎嘎乱杀？不行，还有下挂榴弹，也让他们尝尝烟花。叮咚，电梯下行，请注意扶稳。电梯开门后，迎面而来的便是一片用木头和干草搭建的简易。什么人呢？似乎这就是10人族部落居住的房子。野人呢？系统应该不会骗我的呀。就在我感到疑惑之时，一个隐秘的地下洞口里爬出来了几只拿着木棒的野人，并且在看到我后，一声大吼便冲了过来。真是奇了怪了，总感觉这画面很熟悉。我愣了一会后，便反应过来，直接举枪射击，一气过，成功击杀了几只野人。但因为这把枪没有消音器的原因，就连营地外的野人也被枪声吸引进。同时，地下洞口爬出来的野人也是越来越多。去你丫的！另一边，操控着游戏角色的王磊同样听到了枪声，他再次一愣：“兄弟们，听到了吗？又是枪声，好像是从野人营地那边传过来的。咱们过去看看，该不会又是救援队吧？”自从上次王磊发现了我这个游戏彩蛋后，他的直播间热度就一路暴涨。游戏公司见此也是顺水推舟的，在游戏中加入也就是调17的角色建模，顺理成章的变成了一个彩蛋。设定就是前来搜救幸存者的救援队，如果跟他走的话，就会解锁一个成就。同时，游戏公司还奖励了王磊一个豪华版的游戏舱，这样王磊不仅可以舒适真实的体验游戏，也可以操控游戏角色做出和真人一样的动作，甚至连发声讲话都可以做。磊哥，如果有 NPC 的话，你试试能不能把他杀了？哈哈哈。没毛病，说不定杀了 NPC 还能解锁新的成就，比如说断送生路。你们不去做游戏策划，真是屈才了。主播，人家有枪，你还是算了吧。有枪怎么了？7步之外枪快，7步之内刀快，主播就是干，顺便还能缴获到一把枪用。
你错了，是7步之外枪快，7步之内枪又快又准，都不用瞄。而且之前不久有人想办法干死过那个救援队员吗？结果手上的枪根本不掉落。弹幕一片欢乐，王磊心中也激动万分，但他心里清楚的知道，游戏公司发布的那个彩蛋与自己上次遇到的那个人绝对不一样。他的眼神不像其他游戏角色一般呆滞，反而是充满智慧。尽管他在的时代科技手段已经十分发达，但如此逼真的游戏技术也无法实现。所以王磊心中一直有个大胆的推测，这个大家都认为是彩蛋的角色，会不会是一个被困在游戏中的人类？兄弟们，咱们投个票，是现在直接出群，还是等这个 NPC 杀完野人再出群？主播，直接投票把这个 NPC 杀了吧，这装备也太好了吧！楼上的云玩家下个游戏，官方给的那个彩蛋救援队员，杀了他之后也不会掉落武器。就这还号称最真实的游戏，一坨大便！王磊看着吵起来的弹幕也是至于杀这个所谓的 NPC， 王磊是做不到的。他冥冥之中感觉，这个真的不是 NPC， 而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很快，在自己精准的枪法下，整个野人营地的野人全部被击毙，并且还不止系统说的25只野人，似乎还有一些被枪声吸引而来的营地外的野人。那个野人组长也被我找到，身上还带着由许多人骨串成的项链，手里的武器也是一个人的头骨，而且还有4条胳膊3条腿。哦，我懂了，大哥。这次楼层的难度真的如上次播报说的那样，提高了许多。如果自己没有这把自动步枪的话，恐怕也不会这么顺利了。更别说其他只有弓箭之类兵器的求生者了。一旦被野人围上，只能等死了。目前还是先去找箱子吧。在我翻找了各个茅草屋后，均无所获。如今只剩下爬出野人的那个洞口还未查找呢。真的要下去吗？这么幽暗，看得老子幽闭恐惧症都要犯了。就在这时候，王磊在直播间观众的怂恿之下，也是缓缓地从草丛中走了出来，并且为了避免直接被这个 NPC 打成筛子，王磊还主动打起了招呼。全民电梯求生，跨时空跨世界的交流碰撞，和基因突变的残暴野人。这主播是傻逼吗？这不过就是个 NPC 罢了，这还用打招呼？哈哈哈，有道理。但主播可能是沉浸于虚拟现实的场景中啊，哈哈。不过说实话，我玩虚拟现实游戏的时候，有时也会不自觉间把 NPC 当成真人。此时的王磊并没有看弹幕，而是时刻准备着关直播，因为他一会要问一些比较弱智的问题，他怕自己明天直接被营销号变成玩游戏玩魔怔。震惊！某百万大 V 竟在直播时发起巅峰。那个兄弟们，我这刚收到了个通知，大概5分钟后停电，所以会突然下播了，你们别问为什么，来电了我就开播。停电潮了，主播你是不是想偷懒了？我不信都这个时代了还会停电，主播肯定是想找借口放假一天。我送一个火箭必停电。哈哈哈哈！此刻我看着慢慢靠近自己的玩家，也有些疑惑。这货不好好玩他的游戏，来找我干鸡毛啊？等等，这货该不会把自己当成游戏里的 NPC 了吧？你好。你好。我擦，主播跟 NPC 互动上了，这会不会是游戏官方导的测试内容？导不好以后，用游戏仓的玩家就能够通过游戏里说话的功能跟 NPC 聊天啦。有道理，毕竟既然游戏仓出了说话的功能，那就是肯定有用的。主播你快接着对话，看看能了解到什么东西啊？面对着突如其来的下播，直播间里的水友讨论的更加激烈。虽然刚才王磊找了个一会停电的借口，但是如今科技如此发达的时代，停电这个理由确实有些扯淡了。所以没有一个人相信这个理由，反而在讨论说什么主播处碰到了游戏内测中的功能，被游戏官方延期下播了。不过这些都不管王磊的事，他如今可以非常的确定，面前这个人并不是游戏中的 NPC， 而是一个鲜活的人类。你好，你是人类吗？特么的，难道老子跟人类的长相差得很大吗？还是说这货并没有把自己当作是 NPC？ 显而易见，我应该是个人类。不，我的意思是，你是不是被困在游戏中的人类？这个森林在我的眼中是个游戏。应该也算不上被困在这个游戏里的人类吧。再过1个半小时，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那你是？我应该算是穿梭在各种奇异世界的可怜虫吧。既然这样，认识一下吧。我叫王磊，来自蔚蓝星球龙国。我叫雕七，来自蓝星夏国。就这样，这2个来自不同世界、不同文明的人，渐渐的熟络了起来。按你刚刚说的，你是被某个神秘能量给带到了别的空间，然后每天都要去不同的世界搜刮生存的资源。没错。这个世界对我来说还算有用。对了，能帮我个忙吗？什么忙？尽管说就是了。反正我这是游戏角色，做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做？这么厉害的吗？帮我去那个洞里看看，有没有一个黄金宝箱？有的话，拜托帮我拿出来。行，我正好也要下去。早就听说野人营地的地下洞穴有不少好东西了，但是这里的野人太多了，以我现在的实力还没办法进来，这下多亏你了。说完，王磊便掏出了那个无限能源的打火机，来到了幽森的洞口处。
下面好像还有水，你在上面等等我啊，我很快就上来。哦，此刻王磊的内心无比激动，自己竟然真的跟其他世界的人类沟通上了。若是把这个消息透露出去，那些整天研究宇宙中其他文明在哪的专家，恐怕会直接把自己绑了做研究吧。很快，王磊就来到了洞里，在继续向前走时，还能看到一些挂在石壁上的某个器官组织，甚是恶心和瘆人。又走了一段距离后，王磊很快就发现了那个黄金宝箱，正想上前查看时，才发现宝箱的旁边竟然还站着一个4条腿、4条胳膊的奇葩生物。特么的，这里怎么会有个突变野人？此时还在地面上的我并不知道下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正兴致勃勃地拿着电锯 puff 光头强呢。再砍几棵树，全都扔进堆料去，我直接发达了。小迅猛龙也自己跑去周边闲逛，看着地面的野人尸体，小迅猛龙也有些嘴馋，不过还是叫了一声，请示了一下自己让他吃，他才敢吃。吃吧吃吧。不是吧，这家伙还真能听懂人类的话。小迅猛龙在那高高兴兴地吃着野人，自己在努力伐木，只有地下洞穴的王磊还在。我特么射死你！王磊取出弓箭后就朝着野射去，可惜伤害十分感人。我丢，我这小血条根本扛不住他一巴掌啊，何况自己也跑不过他，看来只能使出那招了。说完，王磊便看了眼血量，在野人接近他之前，拿出了唯一一个燃烧瓶。同归于尽吧。全民电梯求生，成功击杀突变野人，获得宝箱。秦安却告诉了我关于魅魔的秘密。同归于尽吧。话落，王磊便直接将燃烧瓶扔了出去。遗憾的是，他扔歪了，下一秒他就被冲来的野人一巴掌拍死。发生什么事了？我服了这个老六，怎么还能扔歪了？他奶奶的，再来，老子今天就算磨，也要磨死你！说完，王磊便又掏出了一根木矛，大吼着往野人营地的方向跑去。哎，这什么狗屁天气，怎么这么热？突然感觉电梯里的低温还挺不错的。就在我发着牢骚时，小迅猛龙突然放下了口中的肉，抬头看向了前方。怎么了？臭傻逼，给爷拿命来！王磊大喊一声，直接跳刺了，但下一秒就被迅猛龙一口咬断。什么情况？我记得这货不是下地洞了吗？怎么会从这边出现？难不成地洞下面还有野人？小迅猛龙看着慢慢消失的尸体，有些懵逼，冲着我叫了几声之后，竟然直接躲到了自己身后。哈哈哈，好了，下次再见到这个人，你就不要攻击他了，乖。我操，刚才那是什么玩意？窜出一只大黑耗子把我秒杀了，他奶奶的不会是什么新怪吧？王磊心中想着，顿时觉得十分有可能，随后再次拿上木矛，向着死亡点攻去。野人营地出现了新怪，而且杀伤力还那么高，那个异世界的人类不会出事吧？这可不行啊，自己能复活他不能复活啊！这次接近野人营地之后，王磊谨慎了许多，就在他小心的向前摸索时，好从忽然纵了起来。我操！可可，不好意思啊，刚才我的宠物以为你是敌人呢。没事没事，反正我能复活。对了，下面有个突变野人，不太好搞，我只能多死几次跟他一换一了。突变野人吗？那你把这个拿上吧。说完，我便把散弹枪扔给了王磊。哈哈，有这玩意那还不是十拿九稳了。当王磊再次来到野人处时，突变野人便立刻锁定了王磊，吼叫一声之后，迈着嚣张的步伐就冲了过来。王磊也不墨迹，直接抬手举枪便起了力。切，垃圾东西，时代已经变了，懂吗？现在谁还不用热武器啊？王磊也嚣张了一番后，便搜寻起野人身上有用的物件，例如牙齿、头骨之类。对了，差点忘了宝箱。游戏角色还是这么刁啊，真是神奇的次元裤裆。兄弟，宝箱给你找到了。说着，王磊便直接将宝箱从裤裆中掏了出来，接着又把霰弹枪还给了自己。多谢了。对了，这把钢弩你拿着吧，我也用不上啊。钢弩，卧槽，这不比弓好用多了。是的，点你了。哦，对了，我刚好要砍几棵树，要不要一起？砍树，大哥你很缺木头吗？还行吧，不过这东西对我来说越多越好。嗨，早说啊！你现在砍能整多少？等着。说着，王磊就小跑地离开。十几分钟后，他拖着一个庞大的筐子走了过来，里面整整齐齐的堆满了砍好的木头。这他妈看着都得有上千斤了，合着这游戏的角色一个个都是超人是吧？大哥，这些都给你。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我笑着将木头全部塞进了牛皮背包，随后运回了堆料区，接着又砍了一些取暖用的小木材。做完这些后，距离电梯关闭只剩最后10分钟了。好了，我要走了，咱们有缘再见。
等等，兄弟，你把这些药拿上吧，反正在这里这些药物都会不定时刷新，你拿着应该能用得上。谢了，下次见面的时候我再还你吧。现在时间有些仓促了。挥手告别着王磊，小迅猛龙也紧跟着打了声招呼。不过他对这个生物还是非常好奇，好奇为什么他死了之后尸体就没了，而且还能复活，真是太让龙震惊了。恭喜宿主完成歼灭任务，共击杀30只野人，奖励30枚金币，奖励已发放。我不打了，我走了哈。果然不止25只野人啊！接着我打开了交易所，换取了一些稍微比较新的衣物。自己的这身衣服已经穿得够久了，而且在刚刚的战斗中又脏了不少。哈哈哈！新色，太漂亮了！哎呦，难搞。换上新衣服后，才想起黄金宝箱。在打开宝箱后，自己又获得了5枚金，以及1颗万能解毒丸和犀角攻略。什么？这是怎么回事？这串字是什么意思啊？我以为自己看错了，拿起砍刀之后，发现上面并没有。再一看犀角弓，确实有字。这么看来，这字是这犀角弓自带的。根据以往玩网游的经验，这应该就是所谓的武器属性之类的吧？那也就是说，自己只要拿上这把弓，就是百步穿杨的高手了。有点意思啊！400米内百发百中。研究了一番后，我才发觉犀角弓自己似乎用不上，有了自动步枪，冷兵器确实已经没什么用处。要不把这弓给秦安那货，也算是让他有了一些保命的手段。说曹操刘备就到，秦安的头像刚好就亮了起来。你出电梯了吗？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跟你说。出来了，怎么了？你以后如果进入了一个有魅魔的楼层，千万不要上那只魅魔。上魅魔！卧槽，你小子艳福不浅啊！妈，听你这意思是在上个楼层被魅魔榨干了。什么？总之，如果你以后真的进入了一个有极品魅魔的房间，千万不要想着及时行乐，就算那个魅魔再怎么勾引你都不要。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全民电梯求生第15天，魅魔的戒指，秦安不为人知的过往，还有那怪物遍地的地牢楼层。某一部电梯中，秦安正欲哭无泪的瘫在床上。他当初偶然进入了魅魔楼层，就想着放松一下下巴，结果被迫放松了好几天，差点人都要死了。魅魔榨干完他后，还夸奖了他本事自己明白，并给了他一个戒指作为奖励。如今躺下后，秦安再次拿起那个戒指，只见戒指上也显现出了一段字：魅惑。特么老子费了大半条命，就弄了个这玩意，我一个大男人要魅力干什么？去魅惑自己的好兄弟。在一阵吐槽后，秦安艰难的起身，寻找着食物补充营养。其实他的真实身份是雇佣兵，后来金盆洗手当了保镖，雇主把他安排进了大学里保护一个富二代。时间一长，也就慢慢的跟男主混熟。别看他经历这么丰富，其实也就比男主大了1岁。他高一那年因为犯了些事被学校劝退，那时候他刚好看雇佣兵题材的小说看得有些上头，于是心一狠，直接瞒着家里跑到了国外站岗，成了一个炮灰，靠着自己过硬的发子混了好几年，愣是没受过什么重伤，甚至还组建了自己的佣兵团。在后面就是他金盆洗手回国内当保镖的事。还有最后激发子弹，省着点用，再闯2个楼层应该差不多。在另一边，自己的小日子过得则是非常惬意，舒舒服服的烤着肉吃。正殿还看了看王磊给的一堆乱七八糟的药，有一些还是英文的。经过自己的10级英语统计，最终总结出其中有1瓶是伟哥，接着是救心丸、止痛药、消炎药各1瓶，降低血压的药2瓶，退烧药3盒。这其中随便一个药放在交易所都能够引起哄抢，所以经过自己深思熟虑后，最终决定从1盒18粒的退烧药中扣出了2粒药挂到了交易所上。这2粒药正是用来交换升级电梯所需的材料。如今距离7级电梯仅差100公斤铜和20公斤铁。 2粒退烧药就想换100公斤铜、20公斤铁，听起来是有些痴人说梦了。但是如今温度降低了之后，有很多人都因为寒冷而患病，这2粒退烧药在当下说是救命仙丹也不为过。我上了2粒退烧药，有需要的尽快来买，仅此2粒。卧槽，惊现6级大佬，现在6级电梯的恐怕就这位大佬一个吧。真不愧是6级电梯的大佬，竟然还有药物出售，真是小母牛坐飞机，牛逼上天了。别看了，大佬要100公斤的铜，咱们去哪里弄啊？大佬你别下架，我接下来就去收集铜。通过这群人的反应，自己也基本能够确定，如今大部分人的进度都不如自己，并且很多人都缺药，甚至交易所上连消毒酒精都没有，可见药物的珍贵性。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为宝箱楼层，其中共有2个黑金宝箱，宿主需要击败宝箱楼层中的怪物，还能够开启宝箱。
宝箱楼层中的怪物共有10只，4只史莱姆，2只兽人，4只无脑骑士。1. 触发宝物猎人任务，宿主将所有怪物击杀后开启宝箱，将获得双倍奖励。哦，哈哈哈！这狗系统还是这么给力！随后我就开始了全副武装，并且这次还装上了榴弹，因为不清楚那些怪物的实力，所以保险起见，还是要将自己最好的武器全部带上。叮咚，电梯下行，请注意扶稳。就在我刚走出电梯时，4只骷髅就朝着自己冲了过来。卧槽，开门杀尸吧！全民电梯求生，我进入宝箱楼层，猎取凶兽，夺得宝藏。话接上集，我进入楼层后，4只骷髅就朝我冲了过来。卧槽，这群老六！我连忙向一旁侧滚躲去。小迅猛龙则直接将一只骷髅给扑死，按在地上不停的撕咬起来。在我连开数枪击穿他们的这几只怪物总算是死。这应该就是系统说的无脑骑士了吧？这长得倒也是够奇特的。我顺着声音转身看去，发现4只史莱姆已经围了过来。那2个兽人很少，不过暂时被迅猛龙拖住了。我当机立断，立马抬手一发榴弹射，4只史莱姆瞬间爆炸成了8只，啪叽啪叽的声音让人很是厌恶。我连忙换好榴弹，再次一发，这次史莱姆直接分裂成了16只，并且移动的速度也快了很多。这群老六分不完了是吧？操！我忍不住怒骂了一声，随后余光瞥到了小迅猛龙，有些招架不住，又连忙向准备攻击小迅猛龙的那只兽人开了好几枪，但自己一个没注意，那些小史莱姆很快就靠了过来。无奈之下，我只能是举枪胡乱死士，边打边退。打通一个弹匣之后，这些史莱姆总算是没了动静，如今只剩下了一只兽人。好在小迅猛龙的战力非常给力，没几下就将那只兽人给咬死了，伤势也只是轻伤，应该无伤大雅，应该伤得不重。哎，小龙龙，这是奖励给你的。话落，我便将熏羊肉干扔给了小迅猛龙，小迅猛龙也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在那几只怪物死后，楼层中也渐渐显现出了2个黑色的宝箱，这应该就是黑金宝箱了吧？想到这，我毫不犹豫的伸手打开了宝箱，而2个宝箱里的东西分别是金币10枚、锁链甲1件、1个血瓶。哦，回去的，不错不错。最后则是1枚戒指，上面刻着2个字 ：Lucky， 幸运。这莫非是加运气的？1.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宝箱中开出的所有物品翻倍。下一刻，刚刚获得的物品全都再次刷新了一份，出现在宝箱旁。哈哈哈，物资乘2，真是爽翻了呀！我先是将2枚戒指戴到手指上，随后将剩余的东西全都收了起来。至于锁链甲就先暂时不穿了。那2个黑金宝箱，自己本来也想一起扔进堆料，结果堆料区竟然不收，扔进去之后就被扔了出来。于是我只好暂时先将宝箱放在了井头，说不定以后还有用处。忙完这一切后，自己也是吃饭补充能量，接着就是锻炼身体。就在这时，交易所弹来了一条交易信息，不会是有人把退烧药买走了吧？我连忙打开信息查看，只见那2粒退烧药已经被换走了。交易的物资正是100公斤铜加20公斤铁。卧槽，还真的有人换啊！我将升级材料取出后，便一股脑塞进堆料区，接着又猴急的将电梯升级。片刻后，电梯升级成功，依旧是老套路，空间扩大一点点，通风口也被升级了，工作台也发生了变化，多了一个砂轮机。除此之外，电梯的门口也多了个装置。我擦，这玩意牛逼啊！我看着装置的介绍，又浮现出了开关按钮，果断的点击了起。在旁边还有个加入友好名单的设置，只要进行人脸识别就可以。人脸识别的设备还可以拔下来，可以说是非常的银杏化。而此时自己的数据已经在上面，只不过还没有迅猛龙的。小龙，过来！小龙在听到我的不好后，连忙朝我跑了过来。来，人脸阿布龙脸认证。在成功添加了迅猛龙的信息后，秦安的消息也来了。好大儿，来这里这么久了，泡到妹子了没？哈哈，不用你操心，我已经找到对象了。1. 宿主升级任务已完成，荒野求生专家级奖励已发放，请注意接收。1. 触发升级任务，请宿主将电梯等级提升为8级，奖励身体数据查询资格。很快，大量关于荒野求生的技能或是知识接连浮现在自己的脑海中，在好一段时间后，自己才接收完成。该说不说的，这头是真痛啊！但是这些荒野求生的技能还是非常有用的。荒野求生这方面覆盖的范围还是比较广阔的，如今自己已经能自制很多工具以及陷阱，并且钻木取火的技巧也学会了。
不过这些看似有用的技能，对于现在的自己来说已经没啥用。最有用的还得数那些动植物的信息了。现如今蓝星上大部分的动植物信息，甚至昆虫的种类和有没有毒，自己都能分别认出来。陷阱方面，就是一些抓小动物的触发式陷阱，对现代人类来说没什么用处。对了，8级电梯那个身体数据查询功能，得先看看还差多少资源升级电梯。什么？我他妈都倾家荡产了，还要这么多物资升级，还要那个女？好了，整这么多乱七八糟的玩意干什么？我骂骂咧咧的，又在交易所挂上了2片止痛药，售价也相对便宜了一些，只需要100公斤铁矿。在世界聊天室说了一声之后，交易链接瞬间消失了。我见这么好卖，又继续挂了6片止痛药上去。卖了这些之后，升级电梯的铁也就够了。很快，这条交易链接也成功出售。如今升级电梯的材料只差铜、铝、黄金以及金币了。运气好的话，再搜几个楼层应该差不多了。不过说起运气，我举起手看了看自己佩戴着2个标记着幸运的戒指，这玩意真的能增加运气吗？我不觉挠了挠头，关于这一点还有待考证。不过像运气这种玄而又玄的东西，还真的不好定义。不管了，还是继续干饭吧。这世上还有什么事是能比干饭更重要的呢？在吃过饭之后，我继续锻炼了起来。然后这秦安那边也是如此，每天有空了就锻炼。在这个世界，身体就是最好的依靠。休息过后，已经来到了晚上11点半。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为豪华邮轮大劫案，此楼层需要宿主配合队友抢劫豪华邮轮，并安全撤离。豪华邮轮共有100名持枪安保人员保护。触发悬赏任务，请宿主击杀50名以上的敌人。任务完成后，奖励枪械精通终极。怎么又是抢劫啊？这背后操控人是不是没活了？又整这种重复的。电梯求生第16天，我意外进入游戏世界，开启豪华邮轮大劫案。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为豪华邮轮大劫案，此楼层需宿主配合队友抢劫邮轮并成功撤离。触发悬赏任务，请宿主击杀50名以上的敌人，奖励枪械精通终极。听闻系统的话，我也是不禁皱了皱眉，因为像这种类似抢劫的楼层，自己在其中并不能获得什么有用的东西。运气好倒是能搞到一些黄金，但除此之外再无其他用处。话是这么说，但特么的问题是，谁家邮轮上放黄金啊？到最后自己连枪也不准备拿了，因为就算自己没有带枪，队友也一定会给的，也算是省了一笔子弹了。小迅猛龙就留在电梯里吧，毕竟这种楼层带他去也没什么用，要是还受伤了，那就亏大了。叮咚，电梯下行，请注意扶稳。电梯的门打开后，面前正是一片金黄色的沙滩，但时间依旧是暂停的。在我进入楼层后，时间又恢复了流动。小七，你去租4辆摩托体，这是行动资金。只见眼前这个满脸胡茬的男人，将手上的一沓美钞递给自己。这些人怎么这么眼熟呢？我望着面前这个好像是陷入了中年危机的男人，只觉得10分甚至2分眼熟。等等，自己上次去抢银行不就是跟着他的吗？怎么了？没事。那好，速度快些，老崔他们要等急了。说完后，中年男人便离开了。见此，我也只好按他的话照做。再回头望去时，电梯早已消失不见。应该是和上次一样，在事件结束了之后才会出现吧。电梯里的小迅猛龙醒后发现妈妈不见了，着急的不停撞击着电梯门，但门很坚固，纹丝未变。另一边，自己则是来到了租借摩托艇的店铺，并在和老板说明来意后，成功租下4辆摩托艇，离开了店铺。自己的目光打量着这偌大的沙滩，余光则是瞥到了贩卖热狗汉堡餐车。这不得囤点货，反正那男人给了自己这么多钱，看看能买些什么东西吧。怎么了，美女？你这是？其实是我那个男朋友，不知道跑哪去了，打电话也不接。这么大片沙滩，我去哪找啊？嘤。没事，助人为乐嘛，拜拜。你好，先生，要点什么？美女，你这有多少汉堡和热狗？我全要了，还有可乐，我也全要了。你也不用做了，所有调味品都给我得了。您说什么？快，我赶时间，这些钱应该够了吧？不用找了。话落，我丢下一沓钱，便跑上了餐车，将餐车里的东西全部装进了牛皮背包，共计拿了1箱半的半成品炸鸡，3桶食用油，2箱面包，2箱冷冻的牛排，以及3种调料：沙拉酱、番茄酱和黑胡椒。而这些东西一共占了牛皮背包的7格空间，自己特意留了1格用来装其他有用的东西。嘘，其实我是外星人，这个背包也是外星科技，不要告诉别人哦。外星人要我的热狗和炸鸡干嘛？他们也爱吃。
很快自己便来到了摩托艇上，将钥匙交给了其他3人。果然跟上次抢银行的主要队友一样，一个黑人和2个白人。好了，伙计们，开始行动吧。在我们几人行驶了几分钟后，骑着摩托艇来到了一个桥下，武器也被藏在了这里，一共4把微型冲锋枪，每把枪5个备用弹匣，以及4套潜水服。好了，伙计们，咱们出发吧！干完这一票，我们又能好好放松一段时间了。麦克说完后，便率先出发了，随后是老崔、小以及自己跟在最后。原因就是自己的车技太差，毕竟是第一次骑摩托艇，根本控制不好，能动不翻车就不错了。在海上骑行了20多分钟，一艘巨大的游轮出现在众人的视角。就是前面那艘游轮，据可靠消息称，上面有2000万非法获得的美金准备运出去。大家把枪都藏起来，我们悄悄的过去，打枪机不要。游轮并没有移动，上面好像是在开派对，音乐的声音非常大，甚至游轮上的安保都没有在边上巡逻，可能是他们认为不会有人疯狂到来抢劫一艘安保森严的游轮。很快，我们4人就来到了游轮的下方，并且成功的爬了上去。听着，我们现在就假扮游客进入游轮，都给我放轻松点。麦克说着，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西装，随后便慢慢的走上去。潜水衣则是被我们放在了摩托艇上。准备潜水衣其实也是以防万一的，万一骑着摩托艇逃不掉，也好有另一种方法逃离。哦，你好呀，小哥哥，这么巧你也在这玩吗？是的，这位先生就是你男朋友了吧？有幸有幸。哈哈，大兄弟别见外，我这女朋友撵我也撵得紧，刚刚的事给你添麻烦了。理解理解，没事了就行。对了，我还有正事要办，就先不陪2位了，咱们有缘再见。我们来到甲板后，这里果然也是在开派对，几个穿着比基尼的性感女郎直接在甲板上跳起了钢管舞，周围则是一群举着酒瓶起哄的女人。看到那边那个拿着红酒的美人了吗？我真想。老崔一边说着，一边做起了让人社死的动作，不过很快就被麦克制止了。随后，我们几人根据线索分头行动，前去寻找被分别藏起来的美人。我怎么可能会老老实实的去找啊？不如先享受享受。说完，就端起了眼前的奶油蛋糕，美滋滋的吃了起来。甜蜜的味道，顿时让我享受的眯了眯眼睛。自己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吃甜食带来的快乐了。在品尝了2个小蛋糕后，自己这才起身前去寻找美钞。麦克给我的位置应该是在2层的仓库中。来到2层后，找了一圈才找到了挂着仓库牌子的地方。不过外面有一名持枪的安保看守，看起来并不太好对付，而且自己还不能暴露位置，不然这场行动恐怕就将失败了。自己锻炼了这么久的身体强度，以及之前学习的格斗的技能，如果是偷袭的话，应该可以一击致命吧。思索着这些，我决定试一把，转身便不慌不忙地端着酒杯走过去。你好，请问厕所在哪里？全民电梯求生，成功扫空大游轮，以及和小付的营救计划。你好，请问厕所在哪里？眼前的安保看着自己，还以为自己是有轮上的游客，于是便友好地指了指厕所的路线。就在自己转身刚准备走的时候，突然回头将杯摔在了安保的头上，随后一记肘击打在了他的太阳穴上，安保瞬间失去了意识。等我再探了探他的呼吸时，发现他已经嘎了，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随后将安保的尸体拖进了仓库中，安保身上的手枪也直接塞进了裤腰里。抽了，这仓库这么大，我上哪去找啊？看着偌大的仓库，自己突然想起了什么。等等，仓库这么多的好东西，这不比汉堡箱多了？什么破汉堡，赶紧爬，别占用老子背包空间。想到这，我直接将牛皮背包清空了，随后一整忙活，足足花了20多分钟，将牛皮背包塞了个满满当当，一共装了400公斤半成品牛排、400公斤果汁、100公斤的鸡腿，最后又塞了一些医用药品，8个格子刚刚好装满。不得不说，这牛皮背包就是牛皮，要是没它，那这么多东西都拿不走，自己恐怕都得原地气嘎了。现在的目标就是寻找藏匿在仓库中的赃款了。刚才自己装东西的时候，翻遍了所有地方都没有找到钱，钱肯定不是在明面上的。就在自己毫无头绪的乱逛时，突然感觉脚下的木板声音好像有些不对劲。这声音难道是空心的？我用力跺了跺脚，随后直接一脚踹了下去。果然这块木板下是空的，只见下面整整齐齐的放着2个用防水布包裹的旅行袋，应该就是这些了。就在自己正想弯腰时，外面突然传来了说话的声音，我连忙直起身子，
面色平静的走了出去。嘿，你好，这里有多的啤酒吗？肯让我来取的。说话的是一个黑人，嘴里还叼着一根香烟。啤酒应该还有吧，我去帮你找找。我笑了笑，随后便转身找啤酒去了。能不动手就最好别动手了，希望这个黑鬼能识趣一些。要不我来帮你找吧，看你有些面生。安德森那家伙呢？抽着烟的黑人一边说着，一边走进了仓库。一扭头，他便看到了躺在地上生死不知的安德森。谢特，你他妈到底是谁？特妈的！我不由得暗骂一声，随后转身快速制服了黑人，将他压在了身下。法克，你知道这是谁的游轮吗？黑人话还没说完，我便拿起了边上的铁架子，用力的砸在了他的头上，一下接着一下，直到这黑人没了呼吸。哎呀，我不得不说，黑鬼是真的抗揍，太皮实了，实心铁架子都砸弯了，这货才嗝屁。随后，我便将黑人和那个安保的尸体都扔进了装赃款用的暗格里，提上了旅行袋，就大摇大摆的走出了仓库。老麦，我找到装钱的袋子了，目标太大，放在哪里 ？OK， 你去西边的围栏那里，那个地方没有游客，但是有3名安保在巡逻。小付骑着摩托艇在下面等你，把钱扔给他，然后你找机会脱身。麦克的回复很快便从对讲机里传来，看样子他跟老崔还在寻找赃款。稍微辨认了一下方向之后，我便淡定的提着2个旅行袋向西边的围栏而去。虽然偶尔会有几个路过的游客看到自己这奇怪的行为，但他们也没有在意，毕竟不关自己的事。就这样，自己一路有惊无险的走到了西边的甲板。3个持枪安保一边抽烟一边聊天，丝毫没有危机意识。几位兄弟，请问餐厅在哪里？正聊天的3个安保被自己打扰到之后，显然有些不高兴，不过还是给自己指了指方向。谢了。我笑了笑，随后一把抓住距离自己最近的安保，直接将其扔了下去。另外2个安保见此直接就准备拔枪，不过一被我给缴械了。OK， 别乱动，趴在围栏前。那2个安保见此，自然不会用自己的生命来开玩笑了，连忙双手抱头，趴在了围栏上，老老实实的听候发落。1个月几千块钱，谁会卖命啊？走你！直接一脚一个，将2个安保全都踹下去。沃克发在下面骑着摩托艇的小付懵逼的看着这一幕他是过来接钱的呀，这怎么掉下来3个人？嘿！我冲着小付喊了一声，随后将2个旅行袋一个一个的扔了下去。小付也是抬手一一接住。自己的任务完成之后，我也没忘了系统发布的任务，击杀50个人就能够获得枪械精通的奖励。敌人的话，整个游轮的人都算是敌人吧？自己到现在也才杀了2个人，加上刚刚被自己丢下水还不会游泳的3个安保，他们淹死后也就是5个人，那还差45个人啊！自己上哪杀去啊？就在自己颇为头疼的想着时，远处传来了一声枪响，周围听到声音的安保连忙持枪跑了过去。不过派对依旧在继续，派对那边吵闹的音乐声让人们根本听不到外面的声音。该死！小西，你跟小付想办法离开这里吧，我们暴露了。对讲机中传来了麦克的声音，以及十分嘈杂的枪声。你们坚持住！刚才还在想怎么搞那么多人头呢，这不就来活了？只是这次自己的风险确实有些大，不过小付也算是讲义气，一听老崔和老麦有危险，二话不说就返回到了船上，准备跟自己商讨计划。我们直接将这些游客控制，然后用这些游客来交换麦克和老崔，你觉得呢？不太现实，这里的游客太多了，咱们2人根本控制不住。而且这艘游轮上的安保数量最少有100名，我们俩这么做跟送死没有区别，倒不如趁着现在身份没有暴露，直接偷袭包围他们俩的安保，救出他们之后直接撤离。自己的方案可能不是最好的办法，但是肯定要比小付说的办法强多了。可以，我觉得你的计划可行，来吧。随后我们2人便起身检查了一下武器，然后若无其事的走向了麦克他们所处的地方。全民电梯求生，话接上集。我与小付商定计划后，一致决定前去营救麦克和老崔。很快我们2人就来到了麦克处，但也有几个安保发现了我。嘿，你们2个快离开这，前面有劫匪！卧槽，少侠好枪法！好了，别废话了，赶快把他们俩的防弹衣穿上，关键时候没准能救命。说着，我就将尸体上防弹衣扒了下来，并飞快地套在了自己身上。小付也紧随其后，但似乎是因为刚刚自己的枪声，陆续有10几个安保被派了过来。来人了，
他们穿着防弹衣，尽量打露出来的地方。我连忙躲在一扇铁门后，一边说着，一边伸出手朝对方胡乱开了几枪。赶来的安保顿时被吓了一跳，连忙躲了起来。射击，他们只有2个人，火力压制。围攻我们俩的几个安保听到命令后，十分敷衍的向前挪动了一段距离。然而，当我开启3人之后，其余几个人立刻找到掩体缩了回去。哈哈，西哥，玛卡巴卡阿卡，我跟缩头乌龟一样。小腹一边兴奋的大喊，一边探出身朝对方连开数十枪，直接击毙了一个安保。这下那10来个安保更加不敢飞近，不管安保队长怎么催促，他们就是不动弹。真是一群干吃饭的废物。保安队长说完，拿出对讲机呼叫支援。另一边，麦克他们的枪战依旧在继续，不过压力没有之前那么大，因为有一部分人被调去支援了，所以麦克也察觉出来了不对劲。难道他们俩还没走？将心中的疑惑说给老崔之后，对方明显非常兴奋，嚷嚷着要冲出去跟小付小七拜年，直接站起身，冲了一个弹枪，瞬间扫死了400个。沃特发，你他妈的疯了吧！老崔的枪法非常准，再加上他的精神有些问题，容易暴躁激动。简单来说，就是生死看在不值就干。哈哈哈！一拳，玛卡巴，跑吧，快跑吧！玛卡巴卡阿卡巴，哪去吧？好了，咱们快去救小七和小付，这游轮不能栽了。走吧，那2个家伙没有丢下队友跑路，我很欣赏，比某人强多了。玛卡巴卡阿卡巴，玩不起是吧？小付不停的破口大骂，只因对方抬出了榴弹发射器，这让我们2人不得不躲起来。真玛卡的无赖！有了榴弹枪的帮助，安保们快速推进，很快便将我们2人围在了角落，眼看就要被一发榴弹炸。那些安保的身后却突然响起了枪声，我立马探出头看了一眼，发现是麦克他们，而大部分安保都被声音吸引了过去。见此情况，我拉上小付，趁机直接杀了出来。对的人就是你的人。这群安保便在2面包夹之势下死伤殆尽。小付小七，你们没事吧？没事，咱们得赶快走了。我刚才看到他们将派对那边的安保全都撤走了，应该是过来攻击我们的。小付，钱都藏好了吗？放心吧，妥妥的。OK， 我们撤。等等，小七，给你个大家伙。说着，老崔就捡起地上的榴弹发射器，一把扔给了自己。在接过手后，我才发现这是转轮式的榴弹发射器，里面还有5发榴弹。如今大概还要赶30多个人才能完成系统的任务。这把榴弹发射器如果运用得当的话，应该能完成任务。你们先跑，我来断后，不然还要被追找。沃特发，你疯了！他们最少还有40个人啊！小付第一个站出来反对道，说着便想拉着自己离开。够了，你们快走，到时候钱都做我点就可以了。说完，我就一把推开了小付，随后看了看老崔和老麦，2人都是老鸟了，非常清楚现在不是矫情的时候。在拍了拍自己的肩膀之后，便强硬的拉着小付离开了。希望你真的代表幸运吧。我看着双手上戴着的2枚幸运戒指说道，这是上一次自己在地牢楼层获得的幸运戒指。很快，剩余的安保全部追了过来，我见此二话不说，便发射了1枚榴弹，爆炸瞬间掀飞了数人，追兵也暂时停下了追赶的脚步，并且冲着自己大喊让我出来投降之类的话。不过身为主角，自然不会就范了。阿德，不能拖了，对方肯定还有重武器，当下自己能做的只有赶快打完榴弹，然后第一时间跑路。至于能不能完成任务，那也只能是听天由命。在连续打完剩下的3颗榴弹之后，我趁着安保们躲避的状态下，直接起身开溜，但随后却听到了5声爆炸声，这让自己有些懵逼。刚才貌似是有2个人准备扔手雷，结果下一轨自己炸飞了，那2颗雷分别滚到了人最多的地方，一并把其他人也炸飞了。我一边跑路一边回忆着刚刚的情况，在成功骑上摩托艇后，一脚油门便冲了出去，而追来的安保却因为没有摩托艇，所以只能是站在甲板上胡乱射击。小七，你还活着吗？自己在海面上骑行了一段距离后，对讲机里忽然传来了麦克的声音，接着麦克又跟自己说了安全撤离的位置。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奖励枪械精通终极。系统都出来了，这个楼层应该要结束了吧？果不其然，没过一会，
自己的眼前便出现了电梯，只不过是悬浮在海面上。摩托艇的话就不要了，自己拿着也没什么用处，还要占地方。随后跳起空中旋转2周半，华丽进入电梯。全民电梯求生，暴风雨前的宁静，以及小八大的自取其祸。话接上集，在我结束游轮事件回到电梯后，迅速找了几个瓶子，并全都灌满了海水。而这些海水自然是要拿去制盐了。游轮上那么大一个仓库，竟然一个调味品都没有找到。哎，不过弄来了那么多半成品的食物，倒也不错了。继续给我制盐，海水已经发过去了。这次你需要什么东西？收到大哥，我想要2粒止痛药，你有吗？没有的话，还是给我食物好了。不行，最多给你1粒。你也知道的，药物这种东西现在非常珍贵。好的，感谢大哥。虽然如今自己一点也不缺医疗用品，但也不想过多的暴露给其他人。此时，小迅猛龙跑来，不停撕咬自己的裤腿。我无奈的将他的头扒拉到了一边。好了好了，自己去看看水池里有没有好吃的。迅猛龙叫了一声，随后兴奋地跑到了水池边上。没一会，整个龙头都插了进去。哎，这龙怎么跟二哈一样？自己当下的担忧是怕小迅猛龙在电梯里排泄。之前小迅猛龙都是进入楼层之后自己找一个地方解决的，如今有些楼层并不能带他进去，所以他要是憋不住，直接拉在电梯里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我觉得得教教他怎么用马桶啊。小雞翼可鬆意食。跟小迅猛龍交代了一下不能随地大小便的规矩之后，我便着手开始制作晚餐烤鸡。值得一提的是，上次获得的荒野求生的知识则包含了大量在野外做饭的知识。很快，电梯中就充满了奥尔良烤鸡的香味，甚至连在水池里捞鱼吃的迅猛龙都循着胃跑过来了。来，慢点吃，小心烫。说完后，我便撕下另一个鸡腿吃了起来。老子这手艺没谁了。吃到一半时，我才想到自己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得跟好兄弟分享下。爱不在好大儿，叫爸爸给你烤鸡吃。烤鸡，果真吗，义父？看到秦安没节操的样子，自己已经能够想象到这伙嬉皮笑脸的表情了。那你随便挂个没用的东西，我把烤鸡交换过去。好嘞，义父。说罢，我便将手里的半只鸡交易给了秦安。我去，还是奥尔良味道的，这么牛逼！哈哈哈，那必须牛逼，也不看看老子是谁。在与秦安的闲聊中，时间很快过去，但是因为明天还要继续进入新的楼层，所以在和秦安互道晚安后，便准备休息了。如今电梯内的温度依旧非常的低，壁炉里的火根本不能停，一旦停了，电梯的温度就会飞快下降。如今还没有升起火的人，恐怕已经全部冻死了吧。话虽如此，但好在自己不用睡觉睡一半就起来添柴火，因为小迅猛龙已经学会了如何添柴火了，完全不用自己操心。在睡下之前，自己还将升级需要的物品全部挂在了交易所，常见的例如铁、铜，这些自己都是用的是实物交易，金币的话则用的药物交易。第二天早早的自己便醒了过来，一件事就是打开系统面板，查看昨晚挂上的交易链接。好了好了，一会给你拿吃的，我先看看昨天有没有卖出去东西。在自己的一番统计下，发现昨晚的收获居然还挺不错，用了一些自己吃腻的罐头和面包，竟然就换来了400公斤的铁矿和100公斤的铜矿，以及10公斤的黄金。如今升级只差铝和金币了，不出意外的话，今天应该就能全部凑齐了。将所有的升级材料取出来后，我便一口气全都塞进了堆料区之中。很快也到了进入新楼层的时间。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为抗战楼层，该楼层需要宿主带领友军夺回阵地，取得胜利，奖励休假时间增加10天。触发传奇任务，请宿主击嘎超过500人，奖励鹰眼能力。等等，抗战楼层？难道是还有休假时间是什么意思？听着系统的声音，自己好像明白了一些，一瞬间干劲十足。叮咚，电梯下行，请注意扶稳。电梯点粉播报了后，便开启了门。小迅猛龙仿佛也感受到了不安，在那不停地冲着自己叫。不过自己并不打算将他带进去战场，带上小迅猛龙恐怕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倒不如让他在电梯里待着。反正水池每天都会刷新食物和水，1天而已，肯定饿不死的。这次自己却看不清电梯外的场景，全部都被一抹白色的光芒给笼罩住了。在自己靠近白色光幕后，身上的装备竟然全部掉了下来，并且好像有一股力量正在强迫自己
锁进光幕一般，最终跟自己走出电梯的只有手指上戴着的幸运戒指，以及身上背着的牛皮背包。走出电梯后，防因为光太酷而紧闭的双目，瞬间出现的各种爆炸声、枪火声、耳鸣声，以及夹杂着吵闹的叫喊声，让自己头脑一时间有些发晕。嘿，小子，你怎么了？就在这时候，一名身穿灰蓝色军服的中年男人不停地摇晃着自己的肩膀。发生什么了？哎呀，你刚刚突然就晕过去了呀？啊，这是吗？行了，你先在这休息着，战线还需要我呢。走，咱们看看去。我去，这还真是抗日时期啊！我就说刚刚那个人的衣服怎么这么眼熟，原来我也是游击队啊！回到了这个时期的世界，自己也是不免感叹。就在这时，我才想起了自己身上的牛皮背包里的那些东西。哈哈哈，小八嘎，这次好不容易有机会能回到这种时期，我必须得让你们尝尝喝沸水的滋味啊！全民电梯求生接上集，潜入小八嘎营地，全体合一遍。既然是你们的东西，那还给你们不过分吧？说着，我便开始思考接下来的战术和沸水会产生何种效果，自己也不知道。不过投放给小八嘎是肯定的。对了，我现在身上不是游击队的服装，或许可以潜入小八嘎的阵地，到时候再找时机。说干就干，趁着正是这回双方歇战的时刻，我慢慢的摸索着小路，不紧不慢的向前探着。快，我就来到了小八嘎的营地。此时，他们正一群人围坐一起，边聊天边休息着，看来是正准备吃饭。自己每次来到一个新世界，都会自动适应这里的语言，说不定现在我也会小八嘎的语言，不如就假装自己人融入他们。太君，那你英云是谁在哪里？快去看看，走。太君，我是路过此地的良民，看到此地正在打仗，我害怕啊，所以特来求太君保护。原来如此。既然是来求护的良民，我松下谷在此是应该保护，那你就自己找个地方歇息吧。好嘞。嗨，每天都吃这一样的稀粥，我早就吃腻了。我也是。好了，大家别发牢骚了，帝国这样做也是为了锻炼我们的意志力。吃腻了，要知道这时候的龙国人民大部分人都还吃不饱啊。对了，有办法了，想吃大鱼大肉是吧？那我就让你们吃个够。松下太君啊，我这里有一些小肉糜，不知太君可否入眼，也算是小人的一点心意。说着，我便从牛皮背包里拿出了一只半成品炸鸡，周围的小八嘎以及松下裤带里，无一不是眼冒金光，都是一副副贪婪的模样。良民君，你的食物非常的不错，只是这是什么东西呢？要如何食用呢？因为半成品炸鸡表面上还有面包糠，所以小八嘎们第一时间并没有认出来这是只鸡。松下太君，这乃是炸鸡，是一种新式烹饪法，我可以烹饪。你看这伙房，我没问题。当百日川军带良民军去伙房看看。来到伙房后，我上下打量着四处，随后便找了个借口打发走了随行的小八嘎。只是这房内却还有着一名炊事，正当我不知接下来该怎么办时，他却先开口了。良民君，刚刚的事我都听当百日川军说了，你说你会烹饪这鸡，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呢？那你看好了。说完，我便一跃而起，直接将小八嘎坐倒在地。小八嘎正反应过来不对劲时，我早已一记肘击将他彻底击晕。一个小炊事员而已，我的剑体强身丸和格斗技能可不是说着玩的。接着我就找来了一根绳索，将晕厥的小八嘎五花大绑起来。刚好有这么一个小白鼠，就先试试喝沸水的威力吧。说着，我便拿出了喝沸水，打开盖后，直接就对着小八嘎的嘴灌了下去。在灌完一整瓶后，只见小八嘎浑身开始泛着微光，渐渐的，微光变得愈加强烈，整个身体都开始被白光覆盖。卧槽，这不是三文鱼吗？只是这长得也太他妈丑了吧！看着眼前这条浑身还发着绿光的畸形三文鱼，我简直惊呆了。自己本来还以为喝下和沸水后，人体最多只会发生癌变暴毙，却没想到人体竟然异变了，还变成了怪模怪样的海鲜。就是不知道还活没活着。思索之下，我找来了一盆水，直接泼向了小八嘎鱼。只见它
突然开始活蹦乱跳起来，在地面上不停地拍打着鱼尾，鱼唇也在不停地微张着，好像还有声音传来。啊呜哎呦，外调货单害我到位啊！还能说话？只是这讲的什么鸟语，听都听不懂的。不管了，吃我一刀！在说话间，我已经抄起了一旁的菜刀，直接一刀劈向了小八嘎鱼。一瞬间，整条鱼分割开来，还伴随着绿色的血液出现。接着，我便开始着手制作烤鸡，只不过是和风味的烤鸡。在忙活了一阵后，外面已经传来催促的声音。我知道，如果自己再不出去，就会有人进来查看了，所以连忙端着烤鸡出来。鸡汤来喽！这就是良民君说的烤鸡了吗？看着实在是美味甚极啊！松下太君来尝尝看吧。这个营地怎么看最少都有500人，这一只鸡恐怕是不够分呢。到时候没有全部变异，那可就糟了。我们这营地有600名帝国士兵，不知你还有鸡肉吗？我也想让其他士兵都尝尝这绝美之味。不瞒松下太君，小人确实还有一些肉食，只是这也是小人一路流窜的干粮。良民君，如今游击队在前，如果你贡献出了这些鸡肉振奋军心，那就是舍己为人啊，是帝国的伟大战士，这是人人都久之不得的机会啊！跟我玩道德绑架是吧？一会有你们好看的。好吧，松下太君说的对，我不能这么自私，小人愿将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帝国。接下来，自己又从背包里取了5只半成品炸鸡出来，但小八嘎依旧不依不饶。在把我全身都摸干净后，确信自己只剩下5只炸鸡后才肯作罢。这口气自己当然忍不下去，所以接下来在伙房中，自己一一给5只炸鸡投放了核废水，弹量却控制得很好，并不像一开始给炊事八嘎喂的那么多。因为此时已经临近夜晚，自己的想法是把投放量控制在刚好让小八嘎在深夜发生异变，这样就不会过于打草惊蛇。全民电梯求生化阶上级，在小八嘎都喝下核污水后，竟全都发生了变异。而此时处在营地外的我，正磨着菜刀。丰收的时刻到了。进入营地后，果不其然，600号小八嘎全变成了海鲜，各类各样的鱼类在地面上翻滚，场面何其壮观。小八嘎们，你们的末日到了。说完，我便提着刀走向了鱼群中，接着在仅剩的2个多小时内，我疯狂地投入着8塔鱼群。这不仅是为了出口恶果，也是为了完成系统交代的杀敌500的任务。很快，在我劈下最后一刀后，累得直接瘫坐在地上，浑身也沾满了绿色的血液。此时八嘎营中已然只剩下自己了。不得不说，虽然只是单方面的屠杀，但耐不住数量太多了，还是有够费力的。正当我嘀咕时，下一刻耳边便响起了熟悉的声音。恭喜宿主完成楼层任务，由于表现出色，奖励休假时间再增加10天。恭喜宿主完成传奇任务，杀敌500人，鹰眼能力已发放。系统话落后，我只觉得自己的眼睛突然被强化了，远处的风吹草动都看得一清二楚。卧槽，不愧是鹰眼啊！现在我就是行走的人肉16倍镜了。正当我起身抬头时，发现自己居然回到了电梯。我还想说搜刮点东西带回电梯的，结果直接给我传送回来了，真是抠门。小迅猛龙看着突然出现的自己愣了一下，在反应后连忙冲了过来，不停地用爪子扒拉着自己。如今小迅猛龙已经有自己1半的身高了。好了好了，你饿不饿？我给你找点吃的。我摸了摸小迅猛龙的头，随后打开牛皮背包，从里面找出了一些肉。吃吧。小迅猛龙欢快地叫了一声，随后对着面前的大餐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对了，看看交易进度吧，说不定马上就能升级电梯了。在打开系统面板后，我这才发现叶华给自己发了条消息，是食盐炼制完成了。在与叶华交易了食盐后，我发现自己挂的交易升级材料的信息也全部完成了，也就是说自己现在可以升级8级电梯了。将食盐和电梯升级所需的材料取出之后，我毫不犹豫地升级了电梯瞬间升到了8级，不过并没有什么变化。就在我正疑惑的时候，电梯的播报声响了起来。检测到求生者雕七的电梯已经升至8级，给予假期5天。假期？对了，刚刚系统也说给我10天假期，这假期到底什么意思？就在我正疑惑的时候，电梯的播报
立刻就给出了回复。叮咚，假期开始，电梯上行，假期时间共计15天。片刻后，电梯停了下来，电梯门缓缓开启，熟悉的白色光幕出现在自己面前。叮咚，请求生者走出电梯，享受假期吧。注意，在电梯世界获得的所有物品不可携带出去，你的电梯时间将处于时间暂停状态。在原世界获得的所有物品将不能带入电梯。我看了看小迅猛龙，电梯时间暂停的话，应该也不会饿到他，自己就放心了。于是我便走出光幕，瞬间只觉得浑身一轻，发现自己竟然又来到了一部电梯中，只不过这部电梯里并没有屏幕，而且旁边的楼层都是可以点击的。于是我尝试着点击了一下1楼，电梯开始缓缓的下降。难道这里是现实世界？思索时摸了摸口袋，发现竟然是自己的手机。这是什么鬼情况？就在自己疑惑的时候，电梯门已然开启，我这才发现这里竟然是一个商场。等等，这个商场有些眼熟啊，这不是自己以前经常逛的商场吗？看着眼前熟悉的一切，自己心中忽然有了个大胆的想法，我该不会是回到蓝星了吧？为了验证这个想法，我立马掏出手机搜索着最近的新闻，因为自己的那个世界突然消失了30多亿人，是不可能会没有新闻的。果不其然，置顶的新闻就是关于最近人口大规模消失的事件，从曾经的劳动力溢出变成了劳动力短缺。为了避免战争的爆发，各大强国也都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竟然真的回到了蓝星。电梯求生第18天，回到蓝星的我，却发现这里的历史居然被人更改。竟然真的回到了蓝星。看着眼前手机里的新闻，我震惊无比。就在我又低头时，突然瞄到了另一条新闻：游轮被劫。这难道……不过应该不会吧？巧合，肯定是巧合。下一秒，又一条信息发来：嘿，小七在夏国那边带的怎样？上次劫游轮的钱已经分好了，你的那份马上就会打进银行卡中。不会吧？不多时，我又收到了一条短信，是银行发来的，内容有一笔来自海外的转账，足足有6000万软妹币。我操，来真的呀！我一口老血喷出，下一刻，银行的电话就打来了，只不过不是询问自己这笔转账的来历，而是询问自己需不需要升级银行的会员等级。离开了商场，我打车回到了自己的出租屋，屋内桌子上竟还放着自己穿越那天吃剩一半的泡面。如今自己应该还没有被列为失踪人口，从那个银行的反应就能看出来，如果自己被列为了失踪人类又突然出现的话，恐怕现在已经有警察来找自己了。躺在床上闲来无聊的自己又拿起了手机，结果却惊奇地发现自己的手机里竟然有一款名为电梯求生的软件。点开后才发现这个软件正是电梯世界的聊天室，只不过这个软件只能聊天，并不能交易。经历了这么一段时间的事件后，好像出现这种事也没什么可奇怪的了。自己并不打算告诉电梯世界那边的人假期的事情，毕竟多说无益，自己只需要惬意的过完15天的假期就好了。喂，麦克，怎么了？我们租了一艘游轮，准备出去放松一下，你要不要一起过来？对了，游轮上邀请的全是美女哦。哦，当然可以，我现在就坐飞机去灯塔国。不用，我们马上就要到夏国了，你直接去夏国魔都的吴松头港等我，后天就到。挂断了麦克的电话，我才反应过来，自己居然讲的是英语。什么情况？我怎么突然会英语了？这难道是电梯赋予我的能力？接下来的时间，自己则是订了前往魔都的车票，踏上了自己的假期之旅。哈哈，小七，好久不见，来吧兄弟，船上有一大堆美女等着你呢。哈哈哈，本来我还在想回国之后去哪里潇洒呢，没想到你们直接开着游轮来找我了。就在我和麦克有说有笑时，我才突然反应了过来一件事。我操，等等，麦克他们不是游戏人物吗？这是搞什么飞机啊？我竟然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我连忙拿出手机搜索了一下，发现麦克他们所处的那款游戏并不存在，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没有存在过那个游戏。什么情况？我记得那个游戏是全球知名的游戏啊，怎么会不存在？看着手机屏幕，我深深的呆住了。我不禁开始怀疑，这里究竟是不是蓝星，还是说电梯世界直接更改了蓝星的历史？小七啊，走吧，你在那发什么呆啊？哦，来了。这个世界似乎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真相是什么，
自己目前却无从得知。时间飞逝，很快就来到了假期结束的这一天。此时的自己正身处灯塔国，正跟麦克他们在酒吧蹦迪。在低头看了眼自己定的倒计时后，我不禁叹了口气。伙计们，我去个厕所。我对着麦克、老崔他们说道。在得到他们的回应后，我便起身来到了卫生间。叮咚，假期已结束。此时，电梯也瞬间出现在了卫生间内。还好现在卫生间内只有自己一个人。哎，也不知道下次还有没有假期能再回来。再见了，麦克、老崔、小付。说完，我便走向了电梯内，电梯门也顺势自动关上。简直就跟做梦一样啊！触发升级任务，请宿主将电梯升至9级，奖励自由属性点加5。时隔半个月，再次看见系统，感觉还有点亲切啊！宿主你是不是有大病？哈哈哈！对了，升到8级不是可以查询身体属性了吗？在哪看？请宿主查询。下一秒，眼前就浮现出了一块半透明的面板，上面正是自己的身体数据信息。那2枚戒指果然是加幸运属性的，正常人的幸运都是0，而自己的幸运却是2。虽然并不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大不大，不过我已经很满足了。此刻，电梯距离提升到9级还差500公斤铁、30枚金币、50公斤黄金、100公斤的铜和铝。升级材料还好说，并不难获得，再加上自己可以通过交易来获得一部分，所以接下来跟之前一样，我又继续用食物和药品交换了一部分升级材料，但我并没有全部交易，毕竟物以稀为贵。自己不久之前刚刚交易过大量食物和药品，如果再进行大规模交易的话，可能会出现药品贬值的情况，所以还是要控制一下交易数量。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为废土世界楼层，楼层中有一只名为暴君的变异体，请宿主将其击杀，击杀后获得楼层奖励。触发随机任务，怪物猎人，请宿主击杀暴君，奖励力量属性加2。电梯求生19天，新楼层里的求生者，变异的鼠鼠王。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为废土世界楼层，楼层中有一只名为暴君的变异体，请宿主将其击杀，击杀后获得楼层奖励。触发随机任务，怪物猎人，请宿主击杀暴君，奖励力量属性加2。暴君是丧尸吗？叮咚，电梯下行，请注意扶稳。还是不带迅猛龙了，那个暴君恐怕很强，带他去也是打酱油。迅猛龙似乎是听懂了自己话，不满地叫了几声。片刻后，电梯稳稳停下，将锁链甲和 HK 突击步枪装备好之后，我便走出了电梯。扑面而来的就是一股血腥夹杂着粪便的臭味。我用手电筒简单看了看，发现自己所处正是下水道。就在我小心翼翼地向前探索的时，突然前面黑乎乎的通道出现了一个白色的亮光，在漆黑的下水道中显得格外耀眼。那个发出白色亮光的主人应该也看到了自己，忽闪了一下，好像是在请求回应。见此，我自然也是将手电筒给闪烁了几下。对方看见后便向着自己这里跑来，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我也谨慎地架好了枪，准备着。Hello， 有人吗？人类！我不禁心生疑惑，手中的枪也攥得更紧了。不管是这个世界的原住民，还是电梯世界的其他求生者，都不能放松警惕。嘿，你是人类？对，我是人类，我是人类。看这反应，应该是电梯世界的其他求生者无疑了。只不过他好像把自己当成原住民了。立刻举起双手，让我确定你没有威胁性。我举手，我投降，别开枪，别开枪。你是谁？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我也不知道，我失忆了，醒来之后就出现在了这个地方。我点了点头，表面上是相信了这祸狐弄鬼的理由，心中却另有盘算。这人刚才从那边一路过来都没有被暴君吃了，说明那个方向并没有暴君，所以暴君只能是在后面的方向，让这人给自己充当诱饵来吸引暴君刚刚好啊。这样吧，我就大发慈悲助人为乐一次，先把你送回去，你往前走，我在后面保护你。往前走。没错，有我保护你，你怕什么？还不快说声多谢阿基哥！多谢阿基哥大发慈悲帮我。就这样，男人也只能是壮着胆子向前走，而自己则是跟在男人身后几米的距离，如此走了10几分钟。走快点，下水道很危险，得赶快离开。大哥，出口还有多远？马上了，你走快点就行了。我在你后面，有情况我会立刻射击的。那大哥你打准一点。
鬼啊！大哥，你快射击！射击啊！你没看到吗？我立刻警惕的向后撤了几步，自己有预感，那个男人刚才看到的东西应该就是暴君，就在前面一闪而过的那个。大哥，你快射击啊！我则是使用鹰眼技能探查了一番，结果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大哥，你怎么离我这么远啊？少废话，继续向前走。是，大哥，你别开枪，别开枪。此刻在手电筒找不到的阴暗角落，一只变异的大老鼠，也就是所谓的暴君，正紧盯着走在前面的男人，紧张的氛围也越来越重。忽然，变异老鼠好像找到了时机，从暗处直接跳了出来。男人就这样被压在了老鼠身下，不停的挣扎着，但很快他就停止了动作。我操！这是什么情况？子弹打在暴君的头上，竟然出现了火花，所有打上去的子弹都被弹开了。乖，这是个什么怪物？暴君此时已食用完了餐前水果，转而将目标放在了自己身上。我果断停下，对着暴君就发射了一颗榴弹。榴弹非常精准的落在了暴君的脚下，成功的炸伤了暴君的脚，这让他的速度明显下降了很多。而且自己还发现，在榴弹爆炸后，暴君的双臂下意识的护住了自己的眼睛。通常来说，生物在遭受攻击时都会下意识的护住自己的弱点，不被伤害。这么看来，眼睛就是他的弱点了。想到这，我立马停下脚，开始朝着暴君的眼开始了不间断的检测射。因为弱点一直被攻击，暴君也只能一直用手臂保护，这样就失去了视线，所以几乎是站在原地不动。在打完10几发子弹后，我停止了射击。此时，暴君正以为我已经弹尽粮绝了，放下了一直保护着眼睛的双手，正欲向我冲来。我立刻再次抬手射出血色子弹，全速飞向暴君的眼睛。暴君来不及抵挡子弹，被击中眼睛后，痛苦的应声倒地。果然是没有脑子，只不过是稍微一照就上当了。为了保险起见，我又朝暴君头部发射了一枚榴弹，在榴弹飞至暴君脑中后，瞬间爆炸开来，顿时眼前一片血肉横飞，一堆脑浆喷的到处都是。这下绝对搞透透了。恭喜宿主完成任务怪物猎人，奖励已发放，力量属性+2。接着自己查看了一下暴君的尸体，并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东西，只好开始在附近寻找着那个男人的电梯。很快便发现了一个开着门的电梯，电梯等级竟然还是5级。这么方便吗？我将信将疑的点击了，是很快。堆料区里的材料开始快速消失，电梯内的一些物资也在消失。除了这些，电梯中间摆着的一个用薄膜包起来的泡沫箱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操！这是全民电梯求生，获取植物新希望，草原井上宰牛羊。我操！这是食物！此刻我震惊无比，自己可从来没想过能在电梯内的这种环境下着手栽种植物啊！这哥们倒也是个人才，居然在这种环境下种地。我想了想，决定将这个泡沫箱搬回去，没准以后真的长出来了蔬菜，自己也能换换口味。回到了自己的电梯后，发现迅猛龙正在电梯不远处排队，见此我也是倍感欣慰。不错，还得是我教导有方啊！放下沉重的泡沫箱后，我来到堆料区前查看了一下，升级物资果然多了不少。只是令我惊讶的是，那男人不知道从哪搞了大量的黄金，足足有100公斤。黄金看来是不缺了，目前只差这些就可以升级电梯了。就在我准备继续交易升级所需的物资时，秦安的头像突然闪烁了一下。你这败家子，你哪来的那么多要交易？太不理智了吧！滚！你才败家子！你知不知道你的名字现在在聊天室可出名了，不少人都等着抢你卖的药呢。这样啊，那你需不需要药物支援？阿七，我建议你还是省着点用吧，药品这种东西太珍贵了。虽然不知道你是在哪里搞来的这么多药，但我建议你别交易了。放心吧，我有分寸。对了，如果有情况记得找我拿药。行，我知道了，你自己也注意点。类似聊天后，我打消了用药品交易升级物资的想法。这并不是因为秦安的劝告，而是因为自己意识到了一件事情：物以稀为贵。自己作为持有药品最多的人，自然要控制售卖的数量，并抬高价格了。
毕竟有再多药品也无法满足几十亿人啊。小龙，不准碰那个！小迅猛龙疑惑的叫了一声，不过还是很听话的向后撤了撤。既然这个泡沫箱不让碰，那本龙还是去玩玩水吧。这家伙该不会到叛逆期了吧？这么多小动作。来到水池边，发现今天又刷新了2条鱼，是2条不知叫什么名字的鱼。要不今天烤鱼吃吧？琢磨了一下，随后将2条鱼给捞了出来，简单的清理洗净了一番，放在了壁炉旁烤了起来。小迅猛龙这个吃货自然也是蹲守一旁等待。哎，现在自己的食物倒不是很缺，但是龙的食物有点不够了，山羊肉只剩一半，按他这食量恐怕撑不久啊。只希望下个楼层来个动物多的楼层吧。此刻的雕七并没有发现，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手指上戴着的幸运戒指忽然闪了闪光亮，只不过并没有人发现这细微的变化。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为草原楼层，此楼层危险系数对宿主来说较低，可以不用担心楼层中有多种野生动物以及一个土著人的部落。注意，土著人对所有进入草原的外人都是敌对的。真没想到啊，竟然还真的是个动物多的楼层，我这运气也太好了吧！莫非真的是这个幸运戒指的功劳？我操，这光是什么东西？看来以后得找机会试试这个戒指的实力了。叮咚，电梯下行，请注意扶稳。自己最后确定了一下身上带的武器，便走出了电梯。扑面而来的就是滚滚热气，电梯内外如此大的温差，让我忍不住打了个喷嚏。我操，这么多鸟，发财了呀！小龙，你偷偷潜伏过去，等我开枪后，你就跳出去，能抓着一只算一只。小迅猛龙立马点了点头，随后弓着身子，将身体隐藏在了草丛中，慢慢前行。在看见迅猛龙移动到合适的位置后，我屏住呼吸，对着不远处的牛群直接扣下扳机。枪声响起之后，牛群立刻便受到了惊吓，瞬间一哄而散。但收获还不错，直接有2头野牛倒地不起，还有几头虽然重大，但凭着强大的生命力，硬是跟随牛群逃了出去。小迅猛龙躲在草丛中，抓着一根受伤的野牛，就也不下力。野牛发出痛苦的叫声，想要让牛群回来救它，可惜已经被吓傻的牛群哪里不答应，一溜烟就跑远了。不错不错，收获3头牛也够吃了。只是这3头野牛着实有些大了，每一头估计都有个上千斤，想放在牛皮背包里是不太可能了。思考之下，我准备将这些牛给拆解掉，装肉类。自己在出电梯之前，就已经将牛皮背包腾出来的2个脖子，将药品和不会变质的食物全都堆在了电梯的角落里。很快，我就麻利的将第1头牛开膛破肚，小迅猛龙就这么趴在旁边吃着自己扔出来的内脏和骨头。然而，就在我专心切割牛肉的时候，远处忽然传来了呼喊声。抬头望去，全民电梯求生。上集说到，我来到大草原屠宰野牛，而就在我专心切割牛肉的时候，远处忽然传来了呼喊声。我抬头望去，只见几个上身涂抹着颜料的黑人正朝这边跑来，只不过他们手上并没有什么像样的武器，全都是些冷兵器，看样子好像是来者不善。我当即架起枪，毫不犹豫的开始射击。系统都说了，这个楼层的原住民对所有外人都是敌对状态，所以来找自己肯定不是聊天的。枪声响起，几个土著瞬间中枪倒地，剩余的10几个土著听到枪声后，直接趴在了地上，嘴中大喊着听不懂的语言。这就投降了？我疑惑的挠了挠头，看着面前瑟瑟发抖的土著，又转头看了看野牛的尸体。我突然灵光一现，要不让这群土著给自己处理好了，他们的速度肯定比自己快。想到这，我抬手朝天开了几枪，冲那几个投降的土著挥了挥手。那几个土著也是非常听话的跑过来，眼中完全没有了刚才凶神恶煞的样子。来，把这些野牛处理好。我指了指野牛的尸体和一旁已经处理出来的牛肉，而这么简单的意思，这几个土著人立刻就知道要怎么做了，连忙将剩下的几头野牛给搬开，将所有的肉都分割了出来。见此，我也是站在一旁持枪看守着他们。这下工作效率快多了。很快，不出半个小时，所有的牛肉都被分好了。将牛肉都塞进牛皮背包后，我继续将能带走的排骨和内脏也都拿上了。
这些可以直接回去烤了吃掉，电梯里温度低，3、4天也不会坏的。哈哈哈！在准备着返航的我，发现那几个土著居然还跟着自己，似乎是把自己当成主人了。这尼玛什么奇葩部落！去，都滚回去吧！小迅猛龙的那些土著一阵龇牙咧嘴，随后便跟着自己回到了电梯中。站在原地的几个土著看到我直接凭空消失，吓得直接又跪在了地上。回到电梯后，我将所有的排骨挂在了壁炉口，准备将这些肉烤干，这样比较好储存。接着又处理了剩下的肉和内脏，做完这些就花了1下午的时间。终于全都弄完了。对了，自己之前在交易所挂着的物资，现在可以看看收益如何了吧？打开了交易所，发现想购买物资的人还是挺多的，只可惜全都是用基础材料换的，基本都是木头和铁，其余的物资非常少。于是我直接将使用木材兑换的给取消了，因为现在的木材还算够用。上次森林楼层的木材到现在还没有用完。至于其他的物资，铁获得了100公斤，金币1枚，黄金10公斤，红和铝一点也不。这可能也是因为自己卖的东西没有药品的缘故。如果上些药物，然后指定只能用金币购买，我估计也有人给秒了。不过嘛，目前还没有这个必要。重新上架了一些从别人的电梯里搜来的吃食和水之后，我便开始准备睡觉了。对了，这个戒指。哦，自己昨天随口说了一句想要动物多的楼层，结果今天还就成真了。虽然觉得自己现在内心的想法有些荒谬，但下一秒我还是继续许了一个愿，希望我的下一个楼层有很多升级电梯用的资源。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为大逃杀楼层，将会有100名求生者共同进入世界，并随机出现在该世界的任意位置。武器和装备将会随机分布在大逃杀楼层中。检测到宿主即将进入大型 PVP 世界，本系统特此提供3枚复活币，死亡后可重新选择位置复活。楼层结束后，未能用完的复活币将清除。我去系统，你真不愧是系统啊！既然拥有了3枚复活币，自己倒也对接下来的大逃杀没那么紧张了。叮咚，电梯下行，请注意扶稳。注意，该楼层为大逃杀游戏楼层，共有100名求生者。你们之间的关系可以是敌人，也可以是盟友，但最终只能活下来一个人，幸存的那个人将安全离开楼层。奖励就是你所直接击杀求生者的所有物资。好了，游戏开始，所有求生者将会被传送至随机位置。原本所携带的装备将被留在个人电梯中，初始装备为电子地图，可以查看安全区的位置。此时许多求生者都还没搞清楚情况，便感受到一股眩晕感传来，下一刻就发现自己已经身处异处，而我则是被送到了一个荒凉的村庄。大逃杀说白了也就是吃鸡游戏，自己穿越来之前还是有玩过这种网游的，所以说如果游戏规则相同无误的话，那当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找武器和载具了吧。武器是用来防身获胜的，载具自然是用来跑毒的。没有毒圈的游戏那还能叫大逃杀？全民电梯求生，跨阶上级，进入大逃杀世界的我很快就来到了最近的一栋民居，门口就有一具不知道死了多久的尸体，上面虽然布满了蛆虫，但是这个尸体手里握着的枪还是吸引我的注意。P2000手枪，还有3个弹匣，不错的。看起来好像是个妹子，而且似乎还没找到武器。平房并不大，所以自己也没选择进去，而是选择了蹲在门口守株待兔。服了，这地方怎么什么也没有？那吃鸡游戏不都遍地是物资吗？那妹子撇了撇嘴，便准备离开这个平房，结果刚踏出房门，一颗子弹便射向了他。别杀我！别杀我！不好意思，这个楼层只能有一个赢家。简单的摸了摸尸，并没有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我便转头去搜索其他的房屋了。最终，自己只在这个小村庄里找到了3个绷带，一板用过的止痛药只有4粒了，2瓶能量饮料，一把栓动霰弹枪以及10颗备弹。除了这些，还有个载具，一辆山地自行车。叮咚，5分钟后，辐射区将会收缩，请前往安全区域。10分钟后，自己也是终于骑着自行车赶到了安全区内，找了个小楼苟着，在里面找到了几个能量棒和2瓶水，以及一把很锋利的砍刀，可惜没有找到枪。听到枪声，我下意识的就躲在了掩体后，但很快便反应过来，这枪声并不是在攻击自己。奇了怪，这声音不像是在对射呀，倒像是在打靶。看了看声音来源的方向，
想了想后，我还是没有忍住好奇心。几分钟后，我跑到了一栋3层楼的楼顶，用自己的人肉16倍镜观察着对面那条街。只见一排排跪在地上低着头的平民正等待着被枪毙，而枪毙他们的则是一群戴着面巾的汉子。这些平民里好像还有几个衣着特别的人，这些恐怕是倒霉的求生者吧？刚参与游戏就被直接抓过来枪毙，也真是够惨的。开火 ，OK。卧槽，看来这并不是简单的大逃杀呀！这些人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不免心中惊叹，但此时也不是多想的时候。为了物资，我再次来到一栋民居楼，房主人已经被人打成了筛子，不过自己却在卧室内找到了一把莫辛耐干，子弹还有15发。虽然没有背景，但凭借我鹰眼技能的16倍放大，勉强当个狙玩玩应该问题不大。原来脚步声正是一个被人追杀的求生者，他拖着受伤的大腿，艰难地在马路上跑着。就在我正想探出枪口解决他时，一声枪声抢先响起，那男人应声倒地，瞬间变成了一具尸体。而击杀他的人很快也找到头，准备舔包。哈哈，正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自己并没有选择直接在马路上捡包，而是将2人拖回了房屋内之后，才开始细细的挑拣起来。事后，自己总共获得了一把 AKM， 以及一把子弹挂带和4个备用弹匣。我也是果断就把散弹枪替换了，手枪就直接插进了弹挂中。哈哈哈！叮咚，辐射区域即将收缩，请前往安全区。听到系统的播报，我立马打开地图一看，发现自己竟然又在安全区外面。卧槽，要不要这么倒霉？就在我即将抵达安全区内时，枪声忽然响起。拥有枪械精通的我立刻察觉到这是枪声，而且对方用的枪还有消音器。卧槽，被老六蹲了！所幸自己已经躲到了一个斜坡的石头后，但如今对方在哪，自己也不好判。而那人见自己没有再现身，也没有继续开枪暴露位置。可恶，你特么不急我急呀！看着地图上越缩越小的卢圈，最后自己就算是不出去都不行了。我操，大哥别开枪，别开枪！枪我都扔了，你别开枪啊！刚刚那是什么情况？你表演杂技呢？我只是刚好骑车路过啊，谁知道上面还有个狙击手，我只能驱车先躲起来了。没想到这是大哥您的地方啊！自己并没有放松警惕，谁知道对方会不会还在哪里藏着枪呢？大哥，咱们现在得合作，把前面那个狙击手干掉，不然一会毒来了都跑不掉。等解决了那个狙击手，我们各走各的，怎么样？我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点了点。当下确实需要先合作，搞掉那个狙击手。那这样，大哥，既然你有长枪，这样我来当诱饵，你开枪。对了，我叫宋飞，你嘞？彪七，彪七，卧槽，七神！全民电梯求生，话接上集。继我在大逃杀世界被老六伏击后，居然偶遇上了小迷弟。彪七，卧槽，你就是那个七神？七神？那是什么意思？大佬，你就是当今世界电梯等级最高，还总是出售各种物资药品的那个七神啊！自己现在都这么出名了吗？七神，你枪法怎么样？还可以吧。OK， 来吧，我来引诱他。话落，宋飞便快速抬起，然后又快速低下，只见一点火光袭来。我听着那枪声，也大概分辨出了枪声发出的方位。趁着对方还在瞄宋飞的这个时机，我快速将莫辛内干架了起来。看着另一处山头之上亮出的火光，我冷笑一声，放大倍数，抬高枪口，后个扳机，一套开个行云流水。七神搞定了吗？搞定了。自己其实也不确定还有没有其他的敌人，于是准备让宋飞先走。如果他走出去没事，那就说明上面没老六。七神，你真的太强了，我要先走了，咱们有缘再见吧。宋飞试探性的又伸出半个身子，发现并没有子弹在来，于是才放心的骑上摩托车离去。犹豫良久，最终还是没有扣下扳机，还是算了吧。不再多想，我也骑上了自行车，加速进入了安全区。那个老六狙击手的包，自己也并不准备舔。很快，自己就抵达了安全区内。这里似乎是一个免场区，看起来有用的东西还是蛮多的。小心翼翼来到厂房内后，发现这里似乎空无一人，到处都像是被轰炸过一样，似乎没有人生还啊！
说是废墟也不为过。我去，竟然还有条狗活着！眼前的狼狗被一条大铁链拴着，它的窝似乎已经被炸成了废墟，鬼知道这家伙是怎么活下来的。你咬人不？我试探性的拿出武器向前探了探，发现这条狼狗并没有什么攻击性，很显然是被之前的轰炸给吓坏，还被戳到了一下，竟然浑身都颤抖了起来，同时还发出了非常可怜的呜咽声。不咬人就是好狗，等着，马上让你自由。折腾了一番，在成功解开铁链后，狼狗瞬间窜了出去，但是没一会儿，它又折返回来，在自己面前停下。想跟着我，那就跟着吧。多了一个帮手，还不错。虽然只是刚认识这只大狼狗，但是相比其他人类，自己还是更愿意相信这条狗。很快，自己就被狗子带到了一片水塔，水塔下方还沉积着一大片水源。狗子见到水源，立马眼睛冒光，跑到了水边，大口大口地喝起了水。虽然看着不是太干净，不过应该也能喝吧。在拿出了一根能量棒后，我顺势撕开包装，便扔给了狗子。狗子见状，立马大口大口嚼了。给狗子和自己都吃饱喝足后，我继续在这个工厂区里探索了起来。因为狗子还是工厂的原住民，所以对这里非常的熟悉，也是帮助自己找到了不少东西。最终整个工厂逛下来，我收获了3个遥控炸弹，也不知道工厂里为什么会有这玩意。这炸弹应该是副长安排的吧？接着还在警卫室找到了一套完好的防弹衣和防弹头盔，还有2把把马斯，自己只拿了1把，并且也把子弹装好了。这点倒是和游戏不太一样，不是固定只能拿2把大武器，而是和现实一样，自己能背得下几把就能拿几把。最后还在某个厂房外找到了一辆能开的越野车。不错不错，够皮实，油还是满的。狗子上车。狗子也很聪明，一下就理解了我的意思，立马一跃而起，从车窗跳过，稳稳落到副驾驶的座椅上。这特卖的，自己自从出了驾校后就没碰过车了，真有点忘了怎么开了。折腾了一下，得亏还是自动，也是成功的让自己开走了。刚走没多远，就是听见了一声饭声，一颗子弹直接击中了玻璃，不过所幸子弹没有穿过玻璃，我立马一脚油门下去，直接以最快速度离开了现场。恨不得又是个老六，还好这车玻璃是防弹的，溜了，没必要和他纠缠。特么的怂包一个！很快，安全区的范围就比一开始缩小了一半。在一个加油站前停下车后，我看了看手腕上戴的地图，当前的位置算是安全区的中央，还是比较安全的。战火最激烈的地方应该就是安全区边缘处，有很多人会选择在那里围堵进入安全区。幸存的人数还有57名嘛，看来还是不少人啊。不过这一路上自己却并没有再看到那群汉子，也不知道他们跑到哪里。叮咚，随机空投已出现。我去，还真的有空投啊！只见天空一架运输机正从远处缓缓飞过来，在飞到自己上空附近后，一堆白色的烟雾从机尾飘出来，一个空投补给箱缓缓落了下来。我就知道空投会掉在安全区中间，看来等下安全区一样也是往我这缩小啊。在加油站提了一桶汽油后，我便迫不及待地开车朝着空投奔去。很快我就来到了空投的落点，此时刚好空投也要落地了。怎么一点武器装备都没有？全他妈是食物和药啊！落空的心情确实不好受，不过既然来都来了，自己还是将能拿的都拿了，通通放在了越野车上。空投已经开始冒烟了，想必其他求生者也会来的。虽然人人都恨老六，但人人也想做老六啊。驱车来到了距离空投不远处的山，我便专心的埋伏了起来，静待某个幸运儿。全民电梯求生，接上集收获新伙伴，捡光空投箱后，我也成为了一名老六。我再次埋伏了一回，总算是迎来了第一个受害者。没想到我竟然是第一个来捡空投的。那男人已经下车，但我并没有选择直接开枪，因为自己正发现远处还有鸟，正开着车向空投这边疾驶。我没看错吧？好像还有一辆车上坐着的是2个人。这个楼层不是单排模式吗？难不成他们是组队的？来到空投处这边，王五已经非常愤怒，因为他发现既然有人赶在他之前就已经捡光空投，然而他刚准备离开，就被那个组队的撞了个正着，一场枪战瞬间爆发。
这他们3个菜比互啄呀，噼里啪啦一阵一阵的，居然都屁事没有。此时，另一个人也闻讯而来，但他跟自己一样，并没有选择直接加入战斗，而是将车藏起来后，远远的观望起来。恨不得咱们2个人别走啊！别废话，你出去拉枪剑，看我一枪爆头！爆你个头啊！经理，你这么当这是玩游戏呢？就在2人激烈讨论谁出去拉枪剑的时候，对方的枪声忽然停了下来。卧槽，没子弹了！王五慌乱的到处翻找着子弹。另外2人没有听到枪声之后，立刻意识到对方没子弹，直接从掩体里站了出来，对着王五的位置就是一阵扫射。你快去捡空投，我来放上，一会东西平分。 2人高兴的跑到空投旁，先是看了看王五身上的装备，随后才开始搜索空投。哦，都打完了，那就该轮到我打了。男人冷笑一声，将枪口对准对方后，毫不犹豫的扣下了扳机。男人见队友已死，吓得立马躲到车旁当做掩体。可惜由于他并没有分辨出枪声的方向，躲错了位置，将自己全数暴露在敌人视野中。 蠢逼，躲都不会躲，这不是给我打靶吗？男人观察了一下四周，确认安全之后，才大摇大摆的走出去。枪响过后，男人瞬间顿，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应声倒地。老弟，你还是太年轻了，不知道什么叫螳螂捕蝉吗？作为这场战斗最终的赢家。 我对着几人的尸体一阵挑挑选选中，将所有的武器都装到了车上，还有一些绷带、消毒液、止血剂之类的药品，一样照单全收。对了，还有狗子，刚刚没有乱叫，很乖，这是奖励给你的，吃吧。自己刚刚还担心狼狗会因为枪声受到惊吓，然后乱叫暴露自己的位置，结果他竟然一点也不害怕，可能是这鬼地方经常爆发枪战吧。看来他被关在工厂的时候就已经习惯各种枪声了呀。 大狼狗表示，这都是小场面。叮咚，辐射区即将收缩，请前往安全区。看了一眼地图，发现自己依然还是在安全区内。既然这样，那就去这里吧。这回的目的地正是地图上显示的最大的一个城区。开上车后，我便不紧不慢的出发。正愉快行驶在路上，只听见前方不远处一阵巨大的爆爆。卧槽，什么情况？ 我靠！怪不得难不成这就是轰炸区了？可恶，地图上也没标注啊！地图没有标注轰炸区位，自己也只能凭感觉逃一阵。幸运的是，10分钟后自己似乎就逃离了轰炸区。应该没事了吧？这回轰炸的地点都在后方，自己应该已经不在轰炸范围了。很快，自己来到了这座最大的城区基尼城，这里同样没有逃离被轰炸的下场。这城市面貌简直绝子！家人们，打开地图观摩了一番，自己判断基尼城将会是最后决战的地方。既然这样，车就不能再继续开了，先找个地方苟住吧。打定主意之后，我将车停在了一栋房子，自己则隐藏在另一处房子中，静静的等待着决赛的到来。如今自己基本啥物资都不缺了，武器也够用，最重要的是还有3次复活的机会。 在这里苟到决赛圈，还不香吗？我就这样悠闲的躺平狗圈，远处时不时响起的枪声，也仿佛和自己没有关系。后来电梯又接着播报了2声，内容都是辐射区再次收缩，最后安全区的范围果然定到了基尼城。看来我的判断是对的，这样应该马上就会来人了。终于来活了！全民电梯求生。 屡试不爽的老6之路，终战决赛圈遇故人，终于来活了！哈哈！那男人下了车，应该是他也发现这里并不适合开车。狗子，这次到你表现了。自己目前还不想暴露位置，而狗子的战力应该也是足够单兵作战的。我去，这怎么还有只狗啊？男人看到狼狗狼狈的从废墟中钻出来，心中也没有什么警惕性，甚至还伸出手换了换狼狗。 狗狗来来，狼狗也是非常听话的走了过去，而且还是一瘸一拐。不得不说，这个演技是真的牛批。乖狗狗这么惨，给你吃火腿肠。
男人已经毫无防备的放下枪，只顾拿着火腿肠诱惑着狼狗。大狼狗小心翼翼的叫了一声，男人见此便将火腿肠缓缓靠近。可不料就在这时，狼狗猛地一跃，直接死死的咬住了男人的手。好，一个畜生，特么的松开！男人立刻吃痛，另一只手刚想去拔枪，狼狗混乱，直接一个猛扑将男人扑倒，狠狠的压在了他的身上。乖狗狗！我操，你特么的！再见了，哥们，你被淘汰了。一下解决完男人，我便直接将尸体扔在了轰炸留下的炮弹坑里。先继续回去苟着吧。这是什么？我手上的白纸，正是在返回途中偶然发现的一张被压在石头下的报纸。一些照片和一堆的英文，我也看不懂英文啊。这有个板块好像是中文。仔细阅读了一番后，自己也大概了解了这地方的变故。这个国家发生了军变，国家被分裂为革命军和政府军两大阵营。革命军在境外势力的帮助下，获得了充足的武器装备，甚至是残暴的生化武器。而照片则大都是一些革命军处决平民的场面，也就是之前我看到的那些悍匪枪决平民吧。而自己现在身处的基尼城，正是政府军的首都。革命军久攻不下后，便动用了生化武器对首都进行了轰炸。原来如此，那这么说，辐射区难不成就是革命军的生化武器？难怪那些悍匪突然消失了，原来是提早知道这片区域会被辐射区笼罩，直接就跑路了呀。理通了一下自己的思路，再次得出了几个结论。空投也是政府军投放给幸存难民的，难怪里面都是食物和药品，而刚刚经历的轰炸区应该则是革命军干的。我还以为空投轰炸辐射区这些设定都是作者按游戏复原弄的，没想到全都是结合这个世界现状的偶发情况。自己不由得感叹了一番，不再多想。我看了一眼当前的幸存人数，只剩18人了。这偌大的城市中，想要躲藏18人还是很简单的，所以毒圈肯定还是得再缩。大部分人都是这种想法，所以自己当前这个中心点的位置就十分抢手了。周围时不时就传来各种汽车声、枪声、叫声。跑到安全区中心，占据有利位置，伏击其他人，肯定不止我一人这么想吧。一阵非常有规律的点射声从耳边传，而且似乎离自己还非常近。透过墙壁的缝隙，看到了一个穿着野战裤的男人，如同战士一般，边走边开枪。前面用汽车当作连子线站的，纷纷被炮头击杀。我去，这该不会是雇佣兵吧？只见对方一个娴熟的单手换弹，令我更震惊了。这种人可不敢留到后面，果然还是当老六比较舒服。透过缝隙瞄准了蹲在车后的那个男人，3发 AKM 射出的子弹精准的命中。这回开了枪，自己的位置也暴露了，得重新找个隐蔽的地方蹲着。叮咚，辐射区即将收缩，请前往安全区。这次安全区变得非常小，只笼罩了4栋房子，看来是决赛圈了，居然还有8个幸存者。随着安全区的缩小，城市中的枪声就没有停下来。自己险些跌倒在地，立马找了个掩体补下，才发现自己刚刚是中了一枪。卧槽，还好有防弹衣。那个偷袭老六见自己一枪不死，有些吃惊，然后继续射击，妄图穿墙击杀自己。片刻后，枪声便停止了，是那个男人被另一个人发现，顾不上自己了。我见此也是赶忙逃离现场，下一秒自己刚来到一片破房区，就又看见一个想横穿街道走读的党内。我也是找准机会抬枪给他一说，成功让幸存人数60人。妈呀，这决赛圈是真刺激啊，简直应接不暇。还剩下4人幸存，辐射区也再次收缩，最终安全区竟然只笼罩了自己所处的这一栋楼，另外4人则争分夺秒的从四处跑过来。我蹲在窗户边，先是击杀了一个人之后，又跑到了唯一能上2楼的一个楼梯边上。一阵枪声过后，只见幸存者人数只剩2人了，而其中就包括自己。那最后一个人会是谁？是七神吗？这声音难道是宋飞？这我居然活到了现在！电梯求生之大逃杀决赛篇，宋飞的真实面目。下个楼层是魅魔楼层。是七神吗？你是宋飞？哦，七神，哈哈，我就知道你能活到最后。来吧，咱们较量一下。宋飞大笑了几声，随后却拿出了一颗手雷。表七，呵呵，我倒要看看你的电梯里有多少好东西。宋飞拉开手雷拉环，等了2秒后，直接便扔到了2楼。我操，傻狗，刚认识1天就这么卖命啊！
手雷大部分的破片都被狼狗给抵挡住，自己则还好，只是行动受了点影响。楼层怎么还没结束？这雕漆刚刚不是就被手雷炸死了吗？宋飞心中倍感疑惑，于是小心翼翼地摸上了楼梯。刚才的手雷不可能杀不死雕漆，整个阁楼都在爆炸范围之内，雕漆就算没死，现在肯定也已经是奄奄一息了。没错，雕漆现在肯定已经身受重伤，爬都爬不起来了。想到这，宋飞更加坚信了内心的想法。哈哈，这下我将成为电梯世界的最强者了。哼！宋飞应声道，脸上满是不可置信的表情。叮咚，恭喜你成为了最后的幸存者，你将获得你所击杀8人的所有物资。系统，我那复活币还能用不？一，只要是在此楼层都可使用。那就好。复活了一下，状态好多了，不然身上已经受了不少伤。只可惜复活币只能给自己使用。我看着狗子的尸体，已经叹了口气。重新打起精神后，我也是选择返回了电梯中。刚回到电梯中，小迅猛龙看见自己就兴奋的不得了。在和他玩了一会后，自己才想起正事。先让我看看这群人的物资有多少吧。这次带回来的物资不止那8人的东西，还包括了自己在大逃杀世界收集的食物和药品，以及枪支弹药。没想到这些居然也可以都带回来，简直赚码了。接下来就是对所有物资都进行一个汇总。首先就是食物了，有多少拿多少，全部打包带走。接着就是武器了，这个我也不嫌多都带走。再就是衣服，先拿个10几套吧，再拿几把砍刀，自己之前用的那把都快钝了。升级电梯用的材料更不用说，全部都自动传送进了自己的堆料区中了。我去，竟然还有消炎药，可以啊！这些求生者看来也不是很穷。将2瓶消炎药也打包以后，自己又拿了3个水桶、1根皮鞭，还有3本武侠小说。最重要的是还有10件卫生纸。就拿这些吧，其余的那些东西对我来说没什么用了。来到电梯前查看了一下是否可以升级，不出意外，升级材料果然够了，并且还溢出了一大堆。木材和铁都多出来1000多公斤，倒是铜和铝很缺，只剩不到5公斤了。黄金也多出了150公斤，金币则多出了40枚。系统升级电梯。这回电梯升到9级后，空间已经并无太多变化，倒是厕所和床的位置隔开，电梯的门也变成了双层了。里面这层门还特意标注了防爆房，已经电梯门前的毒刺陷阱也多了一个。最后就是工作台的变化。看来电梯升到9级后，这个工作台也有些用处，不再像以前那么鸡肋了。升级后，工作台边上出现了一个电子屏幕，上面记录了很多物品的制作方式，简称合成表。即使有了合成表，但是具体的操作还是需要自己来嘛。好在自己上次学习的荒野求生技能中，也包含了手工这方面的技能，也算有点手工基础。我去，竟然还能够修理保养枪械！一趟大逃杀之旅下来，自己现在一共有17把枪械，以及各种型号的弹药。如果工作台的修理功能使用得当，那自己同时岂不是实现枪械自由？我操，还能手搓子弹，牛批啊！合成表上居然也有子弹的合成方式，但前提得是你有原材料才能制作。恭喜宿主成功将电梯升至9级，奖励5点自由属性点。触发升级任务，请宿主将电梯的等级升至10级，奖励解锁额外合成表，系统奖励的所有物品皆可在工作台中合成。我操，奖励物品都能合成，岂不是爽歪歪？自己第一个想到合成的物品就是牛皮背包，合成牛皮背包越多越好，用牛皮背包疯狂套娃，牛皮背包里装牛皮背包，这样自己岂不是拥有无限空间，而且重量还不会增加。想到这，自己犹如被打了鸡血，浑身充满干劲。因为现在仅差金币10枚，铜和铝各120公斤即可升级电梯了。叮咚，恭喜你求生者，你的电梯即将到达10级，额外条件触发，接下来需要完美通过4个楼层才可以将电梯升至10级。搞什么飞机啊？完美通关4个楼层，我都马上准备交易所买物资升级电梯了。狗东西跟我玩这种套路是吧？特么的，无伤还要利益最大化通关，好，这么玩是吧？这么说，自己最少都需要2天才能升级。想法作罢，看了看时间，发现已是上午10点。算了，不睡觉了，再一会下个楼层就来了。与小迅猛龙吃了些东西，稍作休息后，系统的提示变了。
第，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中有一只极品魅魔，满足他的要求，魅魔将给予你神奇的奖励。此楼层无危险。本系统提示：此魅魔为萌新，容易对付。什么魅魔？全民电梯求生，魅魔楼层的神奇奖励，可怕的怪物教室。第，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中有一只极品魅魔，满足他的要求，魅魔将给予你神奇的奖励。此楼层无危险。卧槽，魅魔！叮咚，电梯上行，请注意扶稳。电梯开门之后，面前便是一个灯光暧昧的房间，床上有一个朦胧的人影，貌似还有一对小翅膀。牛批啊！可可，既然系统说了有神奇的奖励，那为了奖励，我就勉为其难的牺牲一下色相吧。哟，你好啊，人类，我叫莉莉丝。卧槽，不愧是顶级魅魔，光是声音就这么让人激动啊！人类，我美吗？这一句话下来，谁忍得住？于是我二话不说就冲上前去，与魅魔做起了辅导课。10几个小时后，自己成功完成了任务，只是自己也累得够呛，很难想象这期间发生了什么事。还好我身体够硬了，不然怕是都做不完辅导课了。这是给你的奖励，人类。那是一条项链，接手后我便将它戴在了脖子上。希望这个项链能够给你带来好运。这时候电梯也重新出现了。那个啥，莉莉丝小姐，我有点事先走了。溜了。哈哈哈哈！之前秦安那小子还叫我千万别进魅魔楼层，看样子他当时绝对是透支了。自己运气不错，遇到的只是个萌新魅魔，要是遇到那些老司机，估计都得爬着回来。简直了，还是先吃点东西补充体力吧。小迅猛龙不知又在水池边搞什么飞机，走近一看才发现似乎是只乌龟。卧槽，王八，等等不对，这好像是甲鱼啊！小迅猛龙第一次见到这么个玩意，稀奇的不得了，居然还和他玩上了。有4只甲鱼，我没记错的话，甲鱼补肾吧，刚好炖了吃了。哈哈！吃饱喝足后，我打开了交易，将升级电梯剩余所需的铜、铝以及金币都挂在了上面，寻求交易。这回先用食物和药品交易吧，这2样自己现在还有很多。现如今大部分人都开始囤铜和铝了，所以自己的铜铝交易单被瞬间秒杀。点击完成交易后，各120公斤的铜铝出现在了堆料区中。10枚金币的话有些慢，不过也已经交易到了5枚，暂时不急。哈哈！阿七，我发现了电梯的潜规则。潜规则？什么潜规则？电梯下行就是代表接下来的楼层会有一定的危险，并且下行速度越快，危险程度越高。电梯上行则代表接下来的楼层是安全的楼层，这是我自己摸索出来的，我不敢说是100%，但绝对是90%以上。你可以自己试一下看看。哦，被你这么一说，仔细回忆一下，好像还真是啊。我就说吧，对了，我还要跟你说件事，金币非常重要。我刚才进入了一个名为交易楼层的地方，这地方简直太屌了，只要你有金币什么都能买到，甚至能买到机甲。真不愧是我好大鹅，这么想着为父甚是欣慰啊。和秦安互相了解了一下对方的近况后，我们2人就先各忙各的。属性面板上幸运又多了2点，应该就是莉莉丝项链的效果。至于升级电梯奖励的5点自由属性，自己全都加到智力上。可惜幸运不能加点，不然我肯定全加幸运了。晚上11点，系统的提示如闹钟一样叫醒了自己。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为教室楼层，不可拒绝进入。此楼层需要宿主认真上课，积极回答老师的问题，下课后即可离开楼层。此楼层奖励为每回答一个老师的问题奖励2金币。注意，此楼层所见到的所有学生和老师全部都是怪物，如果答题错误将被移除一件器官。1. 发布任务，请宿主成功答对5道以上的题目，成功离开该楼层后，奖励宿主小天才称号。佩戴后，宿主将获得智力加5的效果，解锁新属性理智。理智属性为智力属性的10%，不可加点。怪物教室怎么听着感觉心里怪发毛的，而且还不能拒绝进入。叮咚，电梯下行，请注意扶稳。这次电梯向后这里好像失去了控制感，在轰的一声后，台阶电梯停起。妈呀！秦安不是说电梯下降速度越快，楼层危险程度就越高吗？这次都特么跟失控了一样下降，难度不得高的飞起。进入楼层之后，自己只觉得这个教室好像有些眼熟。这不就是我第一次进入的教室楼层吗？自己的脑袋顿时有些发懵。只是目前教室中还没有学生，而墙壁上贴着的就是课程表和上课时间表。现在这个教室的时钟是上午9点30，而下节课也就是上午第3节课是9点45开始上课。
只是这课程表却并不寻常，上面并非常规的语数英等科目，而是除了语文和数学以外，全是一些匪夷所思、无比怪异的科目。人类法律课，模仿人类，人类的生活习惯，如何消灭人类。卧槽，这所怪物学校在研究人类。叮咚，此楼层需要求生者认真上课，积极回答问题，每答对一题将会获得2枚金币的奖励，答错题将随机扣除1件器官。即将开始上课，请求生者回到自己的座位，下课时可返回电梯。果然和系统说的一样，答错题目就要失去1件器官，这谁受得了啊？来到最后排的座位坐下，距离上课已经没几分钟了，但周围还是安静的吓人。这群怪物学生难道不用提前到教室的吗？一阵上课铃声忽然响起，但铃声却非常刺耳，只听得自己意乱心烦，甚至觉得有一点呼吸困难。全民电梯求生46，接上集我进入怪物教室，竟还有黑丝玉洁老师。一阵刺耳的上课铃声响起，只听得我心烦意乱。下一秒，原本安静的走廊忽然开始变得吵闹，很快教室中就走进了很多学生。这些学生虽都是人类样貌，但看着总有种说不上来的怪异感。而自己的同桌正是一个小女生，此刻正用灿烂的笑容看着自己。你好，新同桌，我叫林可。你好，我叫雕七。大家起立。老师好，各位同学请坐。眼前的老师看起来与学生并不同，外貌上并没有任何怪异感，而像是一个活生生的女性人类，还是个御姐风格的。这节课我们继续复习如何混入人类社会。首先，最基本的就是需要你们拥有一副人类的外观，而你们现在的基本功并不到位，即使有着人类的模样，但还是不够像个正常的人类。后面那位男同学做的就很不错，不仅变成了正常的样子，还带上了道具。不过枪械在人类社会中是禁止平民随身携带的，所以这位同学以后要注意。御姐老师说的男同学正是自己。一瞬间，教室内所有目光都锁定在了自己的身上。老师，他真的好像个人类啊，我好想吃了他。这恰恰说明这位同学伪装得很好，我们都要向他学习。好了，现在让我看看你们的伪装技术提升的怎么样了。5分钟后随机抽查。听见御姐老师这么说，其他学生们见状也是极力练习着伪装术，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正常的人类。雕同桌，我的伪装怎么样？林可似乎与刚才有些不同了，脸上少了些僵硬感，模样也变得不再那么怪异，至少一眼看上去并不会察觉有什么不对劲。这太离谱了！如果这些怪物进入人类社会，哪里能够轻易的一眼区分出来啊？很快5分钟就到了，御姐老师悠悠走下讲台，看似漫无经心的目光，实则是在细细挑选目标。没一会，御姐老师便来到了自己这边。这位同学，老师可以摸一下你的脸吗？可以吧？说完，自己便感受到了一双冰凉的手抚摸在自己的脸上。妈呀！很好，你现在的样子已经完全可以混进人类的世界了。检查完自己，御姐老师又来到林可身旁，下一秒，林可直接被御姐老师一刀斩首，但是很快又恢复了原样。卧槽，搞什么飞机啊？断头还能重生？你的阴气侧漏了，不及格，明天把你家长找来。老师，不要叫家长啊！没得商量。好了，同学们，我们来玩个课堂益智小游戏吧。说完，御姐老师就拿着本子在黑板上写下了游戏的题目。假如现在有3个人，分别是 A、B 和 C， 他们每个人都戴了一顶帽子，帽子的颜色可能是红色，也可能是蓝色。每个人只能看见其他2人头上的帽子，但看不见自己的。这时，又来了一个人，告诉了他们以下事实： 1. 至少有一顶红帽子； 2. 至少有2个人戴的是相同颜色的帽子。然后那人问 A， 你知道你戴的帽子是什么颜色吗？ A 回答说，我不知道。他又接着问 B，B 也表示自己不知道。最后问了 C，C 想了想后却说，我知道。那么请问 C 戴的是什么颜色的帽子？这道题谁来回答？有点小难度啊。我环顾了一圈，发现也没有一个学生举手，全都死死的低着头，生怕被点到名字。不是，这也太真实了吧。下一秒，御姐老师就点名了一个学生来回答。没有人，那就你来吧。御姐老师手指的方向正是一个男学生。是蓝色。错了。只见御姐老师那个男生直接伸手分离，但由于是怪物身躯，立马又自动接上了头颅，仿佛跟个没事人一样。见此机会，我立马举手道：“老师，是红色。”很好，请坐。我不由得松了口气。
我去，多亏有个帮我排除错误答案的倒霉鬼。至于为什么是红色，自己另作思考了一番，也想明白了答案。可评论区自有高人解惑。来，同学们，继续第二道题。假如你站在3个封闭的门前，分别标记为门1、门2和门3，已知其中一个门后面有宝藏，其他2个门后面是空的。你的目标是打开有宝藏的那扇门，而你只有一次选择机会。在你确定选择了一扇门准备打开时，突然另一扇门却自己打开了，并且里面是空的。这时候，你应该改变自己的选择吗？为什么？这次谁来回答？这么哲学的问题吗？我想想啊。就在我思考之时，玉洁老师又说话了。这位同学，这次你来回答吧。玉洁老师说的正是自己，见此我也只能无奈起身。我的答案是应该改变选择，因为一开始3选1时，中奖概率是 33.3%， 而如果2选1则是 50%， 即首次选择的错误率会比较高一点，所以2次选择时改选的中奖概率较高。不错，坐下吧。哈哈，又是2枚金币到手。好了，同学们，今天的课堂益智就先到这里吧，咱们接下来讲讲社会实践题。只见玉洁老师在黑板上又写下了一道题目。这道题没有固定的答案，有想法的同学可以举手说，我会判定最好的方法。我去，一下子口味变这么重吗？全民电梯求生47，惊险通关怪物教室，再回交易楼层竟突发横财。怎么样能够更高效地估掉更多的人类？看着黑板上的题目，我不由得陷入了沉思。一下子就变得这么重口了。这道题没有固定的答案，有想法的同学可以举手说，我会判定最好的方法。老师，可以潜入人类社会，然后找到人多的地方把他们都吃了。方法不错，只不过你的方法是一次性的，太过粗暴。下一位同学。装作正常的人类，然后通过灵异方式慢慢杀死周围的人。效率太低，下一位。老师可以录制诅咒录像带，再给予一些奖励，诱惑人们观看，绝对有很多人会出于好奇打开看看的。这个方法确实很不错，效率也高，这位同学很厉害哦。接下来的几个问题也大都是围绕着人的一些生活习性问的，自己也是很轻松的就抢答下来。时间很快就来到了进下课时间，而自己已经获得了总共16枚金币。这次运气还不错，这群怪物没发现自己是人类，一个楼层就让我净赚16枚金币。不过这个世界的人类也真是够惨的，社会中不知隐藏了多少怪物，光是各种灵异事件都能吓死不少人吧。也不知道自己这次的到来会不会改变这个世界的走向，或许是个伏笔。好了，同学们，今天的课程就先上到这里吧，下课。刺耳的铃声再次响起，玉洁老师率先离开后，其他学生也是纷纷离开，电梯也是重新出现在了教室之中。终于可以离开这鬼地方了。回到了电梯中，自己查看了电梯升级面板，这回金币已经够了，接下来再完美通关2个楼层就可以升级电梯了，想想就激动啊。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奖励小天才称号，已自动佩戴，解锁理智属性，当前智力为20，理智为2。理智属性，根据面板的介绍可知，即在遇到精神攻击时的抵抗能力，以及在极度危险时能够保持镇定的几率。可以啊，还是个精神方面的属性，说不定以后有鬼魂之类的楼层，自己也不用怕了。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为交易楼层，此楼层为和平楼层，电梯将停放5小时，您可以在楼层中与其他人进行交易。和平楼层中发生暴力冲突后，会有守卫进行控制，请宿主注意。又是交易楼层啊，刚好还剩6枚金币，进去补充点物资吧。叮咚，电梯上行，请注意扶稳。电梯门开启，依旧是那个熟悉的交易楼层。走吧，这次带你也进去见见世面，记住不能乱咬人哦。交易楼层还是上次的布局，自己也是凭借着记忆来到了上次购买子弹的摊位。老板，你这里有这把枪的子弹吗？ HK 吗？有，你要什么型号的？穿甲的1金币10发，普通的1金币30发。穿甲子弹比较贵，但是能够非常有效的击穿防弹衣。我操，这么贵！我总共就6枚金币啊，剩下的那些还要升级电梯用。那这样吧，买30发穿甲子弹，普通子弹再来90发。可以，但我事先说明，
普通子弹没有穿透能力，击中目标后子弹会在体内碎开，一般用来狩猎。买完子弹，自己正准备离开时，发现摊位上正有一块求购的牌子，重金求购治疗渐冻症的药物。老板，这是你放的？这个是别人的求助信息，你如果有上面需要的东西，可以去看看，就在对面道路的第33号摊位。哦，好嘞，谢了老板。我赶忙返回了电梯，将自己上次获得的万能医药箱取出。系统，这个万能医药箱是不是什么病什么伤都能治疗？是的，宿主，万物皆可治。哈哈哈，发财的机会到了。转眼自己便来到了33号摊位前，只见摊位主人身后还有一个坐着轮椅昏迷不醒的，应该就是那个渐冻症病人了。你好，我来出售治疗渐冻症的药物。药呢？我先看看。就我手上这个。男人表情很是平淡。自从他的求购挂出去之后，这些天已经来了很多人，只不过他们的药物都没有做完。算了，你过来试试吧。如果能让他恢复正常，价格好多。等等，如果我治好了，你不给钱怎么办？你这难不成还能一次性治好？那是当然。看到自己这么自信，男人也是有些兴趣了。这是200枚金币，并且只要你能治好，我再给你300枚金币，这是我的全部身家了。如果治好了，我不给你尾款，这里的护卫会直接将我逮捕的，这样你放心了吧？我去，500枚金币，我这辈子都还没见过这么多金币啊！可以，那我开始了。来到后面躺在轮椅上生死不知的男人面前，只见眼前出现了一个只有自己能看到的选项。治疗。在我点击之后，边上缓缓出现了一个进度条，大概需要10余分钟的时间才能完成。很快，10余分钟后，治疗进度达到了100%，应该可以了。不是，哥们，全民电梯求生48，报复后补充新物资，探索冰河新楼层。不是，哥们，你到底行不行啊？别急，别急，应该就快要见效了。就在此时，男人缓缓地醒了过来。我好像……卧槽，将军，你能说话了？你感觉怎么样？我的腿好像……男人缓缓地从轮椅上站了起来，看起来已经恢复了正常。在走了几步之后，男人彻底放下心来。兄弟牛逼，这些都是你的报酬，谢谢了。这位小兄弟，多谢你的救命之恩。不谢。结束这一切之后，我便离开了这个摊位，转眼便再次回到了购买弹药的摊位前。老板，再给我装180发穿甲子弹。哟，你赚到大钱了。只是还有一些积蓄而已，而且我觉得多买一些好子弹备用也没有什么坏处。自己自然知道财不外露的道理，并没有和老板说自己刚刚治好了那个渐冻症病人。对了，老板，你这里还有没有跟他配套的榴弹？说完，我指了指 HK 枪身上下挂的榴弹发射器。也有破片和高爆，破片榴弹杀伤范围会比高爆榴弹远一些，只不过杀伤力会逊色很多。但两个价格一样，都是1金币2枚，你要多少？那就20枚高爆榴弹。花费了28枚金币，再次补充了点弹药后，自己后面又花了15枚金币，买了一大堆食材调味品和25公斤的食用油。差不多了，小龙啊，准备回去吧。回到电梯后，我便提前关上了电梯门，但让人意外的是，这个楼层居然也计入了完美通关的次数中。卧槽，和平楼层也算，这不爽歪歪，白减1回次数，这下只要在完美通关一个楼层就能升级电梯了。将各种调味品和食用油放好之后，我便打开了电磁炉，准备来一顿丰盛的大餐。深夜时分，刚刚朦胧睡醒的自己看了看时间，发现已经快到点了。难得没有等到系统喊我起床，还有些时间，找点事做做吧。起身来到工作台前，我开始饶有兴趣的摆弄着工具。铁剑、斧头、火把，能造的还不少啊。那就先做个火把试试吧。看了一圈，自己发现就火把的制作是最简单的，只需要木棍、布料以及酒精或者点燃油即可制作。折腾了几分钟，自己成功制作出来了一根火把。有了经验，感觉做这玩意还是挺简单的。或许熟练了以后，不需要工作台也能制作吧。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为冰河末日，此楼层中有30只雪怪，10名掠夺者，掠夺者是人类，拥有强力的武装，在楼层中标记为 B 的房屋中一个锁住的箱子，开启后你将获得一把充能手枪，此次建议宿主携带扩建地雷。
触发任务，请宿主击杀所有的掠夺者，奖励记忆金属一块。此材料为制造万能钥匙的主要原材料。万能钥匙啊，这玩意我记得上次在哪个楼层获得过一把。既然这次楼层里有所香，说不定会用得上万能钥匙，一起带上吧。叮咚，电梯下行，请注意扶稳。电梯一开门，一股寒风便扑面而来。哦，刚走出电梯没一会儿，就只听一阵枪，我连忙往枪声来源处赶去。来到附近后，发现这里正是自己此行的目标，一座标记了壁。哦，那一群白色的家伙应该就是雪怪了吧？利用鹰眼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有一群浑身血、身形庞大的怪物正向那个房子发起攻击，而房子里应该就是自己的目标掠夺者。没想到一上来这雪怪就跟掠夺者干架，看这样，雪怪应该是打不过掠夺者，我还是等着雪怪被解决之后再对掠夺者动手吧。自己和小迅猛龙悄咪的来到了 B 房屋附近，这里正停着几辆雪地摩托车。虽然 B 房屋有2个门，不过这些摩托车应该就是那些掠夺者。这样说的话，他们一会肯定就会走后门出来开车。原来系统让我再扩建地雷是这个作用啊！自己很快就将扩建地雷安装在了后门口处，并且还用厚厚白雪盖上。等下就让你们尝尝扩建地雷的威力。又过了几分钟，枪声渐渐停了下来，看样子是雪怪都被解决了。哦，应该要来了。下一秒，掠夺者们就陆续走出房门，扩建地雷瞬间爆炸，3名掠夺者当场死亡，一颗榴弹下去，又是一声爆炸，再次带走3名掠夺者。剩下的几名掠夺者实力太大，枪术对不过自己，很快也被我一一解决。就这样，看着装备还挺不错的，结果作战能力完全比不上装备的层次啊！将所有的防弹衣和枪全部收集到一起后，我便来到了房屋中，箱子就在墙边上。我去，怎么会是指纹锁？不会这万能钥匙不能用了吧？全民电梯求生49。接上集，我来到新楼层寻找宝箱，结果宝箱竟是指纹锁。我去，怎么会是指纹锁？不会这万能钥匙不能用了吧？就在我将万能钥匙尝试性的放到了箱子，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锁居然自己打开了，但下一秒万能钥匙也凭空消失了。卧槽，我钥匙呢？我不知道啊！特么的，虽然这万能钥匙确实牛批，连指纹锁都能开，但合着好东西还都是一次性的是吧？罢了罢了，马上就要拥有制作的原材料了，不亏不亏！我激动地将冲能手枪取了出来，只见还有一张手枪说明书。冲能型手枪，按住扳机后，手枪将会自动吸收空气中的能量，松开扳机即可发射，威力根据充能时间而定。该武器为实验型，威力巨大，请谨慎使用。充能手枪的外形非常小巧，罩门处则有一个蓝色的能量条，这应该就是显示充能的能量条了吧？拿着充能手枪来到室外，我向后撤了一段距离，随后对着面前的房子按住扳机，罩门处的能量条也在快速充能。10多秒之后，能量条充满，充能手枪也开始微微震动起来。卧槽，什么情况？只见面前的房子直接被打穿，能量弹也不知道飞去了哪里。特么的这么危险，怪不得提示我谨慎使用。自己随后又开始了一点点尝试，终于在几次之后找到了自己在可承受范围内最大的充能时间。5秒，没错，就是5秒，真男人，再多1秒都不行。玩够了充能手枪后，我便将它上好保险，在身上放好，接着又来到了几辆雪地摩托车前看了看。这么大一堆的玩意，自己拿了也没用，干脆拆了得了，直接把有用的都拿走吧。折腾了一番，自己将掠夺者们的枪支、防弹衣、保暖衣以及摩托车上有用的零部件全部都带回了电梯。那几个被炸死的掠夺者，他们的防弹衣和保暖套装都已经废了，自己是用不上了。不过挂到交易所上，应该还是会有人买的。完好的保暖套装公拼细凑后也勉强只有1套，这套自己准备留着备用。这套好的得留给自己，剩余那些坏的全部用来换升级电梯的物资吧。忙完那些交易所的活之后，自己就迫不及待地升级了电梯。系统，火速给我升级电梯！什么鬼？怎么没反应？难道还有什么隐藏条件？就在我正疑惑电梯怎么不升级时，系统便来了。
恭喜宿主电梯等级已升至10级，升级版合成表奖励已发放，请注意查收。什么？已经升级了？哦，意思是这次升级只是升级了一些功能，没有点物理上的升级？是的，宿主。自己研究了一番，最先发现有升级的功能就是交易所。现在的交易所可以将出售的物品寄存在交易仓库中，不用堆放在电梯里了。以前将想要出售的物品挂到交易所之后，物品还是在电梯中，出售成功才会消失。有了这个功能，能节省不少空间。不过现在还是有限制，就是交易所最多只能寄存7天。不过嘛，要是以后东西太多放不下的话，应该可以把交易所当成临时仓库用。恭喜宿主完成冰河楼层任务，奖励记忆金属1块，现已发放。接下记忆金属后，我便来到了工作台前，只见合成表已经被系统魔改了一通。剑体丹药、牛皮背包、钢弩、电锯、万能钥匙，确实都是一些系统奖励的物品。自己迫不及待地查看了牛皮背包的制作方法。卧槽，什么鬼？制造牛皮背包需要4张牛皮和1张超级牛皮。4张牛皮我能理解，这个超级牛皮是啥？超级牛皮？可能所谓的超级牛皮就是超级牛身上扒下来的皮吧。算了，不管了，还是先看看万能钥匙怎么做吧。这个超级牛皮嘛，不出意外的话，系统以后应该会当做奖励发放。狗系统的套路我早就都看穿了。万能钥匙的制作只需要1小块，几十克就够了，再就是1块记忆金属。这么简单吗？那直接先来造一把备用吧。说完，我便是一顿猛撸瞎操作。片刻后，一把崭新的万能钥匙便出炉，跟新的一样，不错的。什么情况？水池中不知又刷新出了什么奇怪生物。我见此，连忙来到水池边上。我操，这他妈是鳄鱼吧？这么个小池子能刷新出来条鳄鱼，我是没想到的。眼前的鳄鱼应该有1米多长，保守50、60斤，但水池对鳄鱼来说稍微有点小，所以它的战斗力也施展不开，被小迅猛龙咬的到处都是伤口。哈哈，大残鳄鱼，我直接单杀！成功将鳄鱼击杀后，我开始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处理。这要是在电梯里处理，绝对会弄得到处脏死。要不还是卖了吧，自己现在也不缺吃的。将鳄鱼整个都挂上交易所后，自己便和迅猛龙吃了些牛肉补充体力。触发升级任务，请宿主将电梯升至11级，奖励牛皮背包每格存放物品的重量加300公斤。什么？我操，加300公斤，牛批啊！我得看看升级电梯还差多少物资。大多数物资自己都不缺，依旧是只差铜和铝，每样150公斤。除此之外，还需要一个新东西——升级套装。虽然只需要一个，但是自己却从来没有在楼层世界中见到过。升级套装，这是什么东西？难道是以后才会出现的物资？就在这时，自己忽然想起了手上的幸运戒指。我希望我下一个楼层能够获得升级套装。说完后，自己不禁感觉到有些好笑，但内心却还是很期待。希望能实现吧。次日快到中午12点时，系统的提示准时响起。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为草原楼层，此楼层有5头牛，土著人30个，20名殖民地士兵。该楼层对宿主来说危险系数低，可无需在意。触发挑战任务，请宿主使用冷兵器击杀该楼层的所有敌人，奖励冷兵器大师精通所有冷兵器的使用。我去，又是这个楼层，不过愿望貌似没有实现啊。不久前自己就来过这个楼层1次，并且还抓了不少土著，让他们给自己处理牛肉。不会这次和上次还是同一批人吧？不再多想这些，自己接下来思索起了冷兵器击杀的任务。哦，对了，就用上次获得的犀角弓。我记得这弓好像还带有个400米内百发百中的属性吧？我倒是要看看这弓是不是真的百步穿杨。随后自己又在交易所里购买了100支铁头的弓箭，售价略贵，用了10公斤的牛肉才换来。把枪也带上吧，虽然系统都说危险程度不高，但还是小心为上。叮咚，电梯下行，请注意扶稳。全民电梯求生50级，再回大草原楼层与故人的邂逅。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为草原楼层，此楼层有5头牛，土著人30个，20名殖民地士兵。请宿主使用冷兵器击杀该楼层的所有敌人，奖励冷兵器大师精通所有冷兵器的使用。叮咚，电梯下行，请注意扶稳。又是这个熟悉的楼层吗？走出电梯后，映入眼帘的便是一片草原，
不远处还有几个草房子围成了一圈，房子的中间则是一群土著人和那5头牛。哦，哈哈，有鹰眼就是爽，看得一清二楚。放哨的土著人似乎察觉到了什么，立马警戒起来。只见他大喊几声，其他土著人纷纷响应，一个个都拿上了武器，冲出部落。我操，这都能发现我！只见土著人们杀气腾腾的，径直朝着自己冲来。跟上次一样，这群土著依旧是对任何外人都充满了敌意。就靠你了，百步穿杨弓！自己不慌不忙的抽出一大把剑，搭在了弓墙上。没错，就是一大把箭矢。系统确实说了400米之内百发百中，但是他没说一次只能射一根啊！我用尽全力将弓拉了个满月，大概瞄准后就直接发，顿时10几支箭七扭八歪的向前射了出去。原本都要散落各地的箭，忽然震了过来，并且如追踪导弹一般射向了那些正在奔跑中的土著人。一瞬间，10几个土著人便安详的睡了过去。哦，哈哈哈，果然有效！再来，哈哈！自己再次搭风射击，又是10几支箭矢飞出，还是和刚刚一样。土著人们跑着跑着就安详的睡去了。哈哈！溜啊，这箭还会漂移呢！最后幸存的几个土著人果断放弃了抵抗，将武器一扔，熟练的趴在了地上。先留你们一命，等会还有大用处呢。就在此时，远处传来了一阵阵马蹄声，自己抬头看清了，来者正是一群骑着马的士兵。这应该就是系统说的殖民地士兵了。正朝这边赶来的殖民地士兵，目标正是这个部落的土著人。哈哈，30只土著能卖个好价钱了。晚上我请各位去酒馆喝酒。是啊，这个地方简直跟天堂一样，这些土著好像怎么抓都抓不完的样子。快看天空，有袭击！士兵们说的袭击，正是自己射出的自动追踪箭。随着数十根箭矢从空中落下，立刻便有一半数的士兵安详的睡去。敌人在那边，射击！士兵们很快发现了自己，纷纷拿出火枪，朝着我一阵疯狂的开打。一阵噼里啪啦的枪响，我却待在原地，啥屁事没有。不得不说，这个时代的火枪准头是真的差，更别说这群人还是骑着马射击的，命中率几乎为0啊！弯刀上，这个家伙只有一个人，冲啊！这名士兵以为以自己战马速度，刚才的弓箭根本不可能射中自己，所以换上了砍刀，就朝着自己冲来。这些士兵不得不说，确实勇气可嘉呀！但我可是开了挂的主角呀！哥们，走好！很快，剩下的士兵也都被追踪箭一一射杀落马，而失去控制的马匹们一晃而散，很快就跑远。卧槽，马怎么都跑了？本来自己还有个想法的呢。罢了，几匹马而已，还是先去看看那几头牛吧。来到土著人的部落中，自己搜寻了一番，发现并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真穷啊，这些土著人！这破地方只有这5头牛是最有用的了。将5头牛一一宰杀后，自己便喊来了幸存的那几个土著人，示意他们将这5头牛肢解掉。怎么感觉这个场景似曾相识呢？5个土著人立马就读懂了我的意思，纷纷上前便开始处理牛肉。小龙，你看着他们。小迅猛龙立刻扬起了头，来到几个土著人身边便转悠了起来。见此，那几个土著人被吓得手上的动作都变快了起来。离电梯关门还有1个多小时，刚好去搜刮那群士兵的物资。来到这群殖民地士兵的阵亡处，自己将尸体都翻整了一人，成功收集到了20支火枪、20袋火枪子弹、一些小配饰以及1个怀表。不错，都拿上，全部挂到交易所。怀表还算有收藏价值，我没有选择卖出，而是自己收下了。回了一趟电梯，自己将牛皮背包中的东西都暂时挪了出来。恭喜宿主任务已完成，奖励已发放。这就完成了，还说要我解决所有敌人。那几个土著人这么没骨气，就这么对自己放下了敌视的心理。是的，宿主。行吧，既然这样，也就没必要再杀他们了。毕竟自己也不是什么变态狂魔。返回部落后，那些土著人依旧在努力分解这5头牛。这1头牛大概可以出200公斤的肉，装完5头牛的肉，还多出来了3个格子，刚好1格装牛皮，剩下2格用来装牛骨头。半个多小时后，土著人们总算是忙活完了。
我也手动放过了他们，自己满载而归的返回了电梯，并且也趁此机会将牛皮背包给整理了一下。2格牛肉，2格牛排，1格炸鸡，1格医药品，1格牛皮，剩下一个空闲的格子，不错不错，安排的够合理。其余不会损坏的东西，自己全都放在了电梯中。至于多出来的牛肉、牛骨，自己全部上下了交易所附售，用金币或者电梯升级的物资购买。鸡蛋老师是什么情况？怎么突然出售了这么多食物？我操！气打捞里电梯登记已经死机了。塞，这也太恐怖了吧！这绝对是目前等级最高的人了。我前天跟一名7级的大佬合作，通关了一个逃生的楼层，我以为那位已經是等級最高的人了。講到升級電梯，你們有冇有什麼獲得金幣的好方法？後面升級電梯用啲金幣數量簡直喪心病狂啦！樓上，我前段時間去了一個和平樓層，電梯廣播說這裡是交易樓層，裡面有不少其他世界的商人，他們都是用金幣交易的，應該可以通過這個方式來獲取金幣吧。交易樓層，我昨天剛去過啊，我當時還看到有幾個人打起來了，然後被幾個士兵給拖走了。所以他們能買什麼？可銅爛鐵他們不收吧，畢竟不是收破爛的。自己也是粗略的看了一下聊天室中的信息，順便也了解到了其他求生者目前的境地。看樣子，除了自己以外，目前電梯等級最高的也只是7級，其他人普遍的都是5級或者6級啊。最高只是7級，自己很快便聯想到了升級8級時的藍星休假獎勵。等到他們這些人都升8級獲得休假的時候，絕對會有直接報警求助的大聰明，也不知道到時候藍星會不會亂套啊。不過這些也不是自己該管的事。打開交易所看了一下進度，發現出售的牛肉和牛骨頭才賣掉1/3，倒是其他那些物資全部賣出去。食物賣得這麼慢，就只能說明一個問題，就是如今食物和水已經不是最缺少的物資了。篩選了一下交易所的訂單，發現果然有很多出售食物的，並且價格還一個比一個低。不是吧？這也能卷？看來這些人是真不缺吃的了，以後自己想靠食物繼續獲取升級物資，應該是有點難了。7級，我電梯升到8級了。剛才電梯廣播說我再進行一個樓層就可以獲得休假，休假是什麼意思？你升到8級的時候有沒有這個情況？全民電梯求生51，可憐的秦安，新樓層腐敗屠宰場。7級，我電梯升到8級了。剛才電梯廣播說我再進行一個樓層就可以獲得休假，休假是什麼意思？你升到8級的時候有沒有這個情況？可以啊，秦安這貨速度還挺快，這就8級了。休假就是讓你回藍星玩幾天而已，沒什麼其他的。啥？回藍星？淡定淡定，老子要去睡覺了，你也好好整理一下裝備吧。你的下一個樓層難度應該挺高的。行，我知道了。隔着屏幕都能看得出來，秦安很激動，但自己也不乏有些擔心。那小子應該能應付得來吧？宿主即將進入的樓層為腐敗屠宰場，此樓層還有另外3名求生者以及1名屠夫。求生者需要在電梯關門之前找到鑰匙，開啟大門撤離屠宰場。每把鑰匙可以撤離1人，鑰匙只有3把。請宿主注意，該樓層的屠夫不是無敵的，死亡的求生者的物資將會被瓜分，求生者之間可以互相傷害。一個求生者可以找到所有鑰匙並逃離，從而間接殺死其餘求生者。求生者無法攜帶任何物品進入該樓層。這又是什麼玩法？看來這個樓層只能是逃出去啊。除了這個以外，自己比較關心的則是求生者之間的關係了。按這意思，求生者之間是合作關係還是？因為根據系統的提示，自己判斷求生者之間的關係好像更加偏向於敵對關係。4個人的遊戲卻只有3把鑰匙，那最理想情況下至少也得死個。要是有人貪心，想要其他人的物資，則可以帶着所有的鑰匙先行離開。觸發隱藏任務，另一條道路，請宿主在該樓層只剩1人時擊殺屠夫，屠夫陣亡後可直接離開樓層。擊殺屠夫的道具為農場主的獵槍，進入樓層後系統將會為宿主標記位置，任務獎勵靜止隱身，開啟後保持2秒不動將會進入隱身狀態，再次移動將會撤出隱身狀態。我逃隱身，這行嗎？這哈哈！叮咚，電梯下行，請注意扶穩。乖乖，這次你去不了，待在電梯裡等我回來吧。來到樓層內，另外3名求生者也已經在此，正是一名紫髮妹子，一個戴着眼鏡、文質彬彬的男人，最後則是一個看起來就有點小人樣的男人。
叮咚，请求生者们躲避屠夫，寻找钥匙，在电梯关闭之前逃离屠宰场。每把钥匙可以逃离1人，只有3把钥匙，没能逃离成功的人，他的物资将会平分给其他人。初始装备为电子地图，可以查看逃离大门的位置，每10秒刷新1次钥匙的位置。屠夫是无敌的。无敌？这不对吧？刚刚系统不是说屠夫是可以被杀死的吗？难道……我们4人面面相觑，眼神中尽是警惕。就在这时，只见远处一个魁梧的身影缓缓地向此走来，同时还伴随着电锯发动的声音。我操，这么大一个，这肯定就是屠夫了。我看了看电子地图，只见地图上标注了一个枪的图标，这应该是系统说的可以击杀屠夫的道具。得先过去把枪拿到啊！说完，自己便先行。见此，另外3人也是跟风，因为钥匙只有3把，只有先找到的人才能离开这里。自己很快来到了猎枪处附近，此处空气中极度腐臭的味道，让我不得不屏住了呼吸。恨不得这破地方，这猎枪到底在哪呀？就在自己四处翻找猎枪时，忽然我只觉得心跳加快了很多，外面似乎隐隐约约还传来了电锯的声音。恨不得听着声音，那屠夫怎么直接来找我了？其他人没我香。我也不再过多停留，连忙起身准备跑路。可不料刚来到外面，就迎面撞上了赶来的屠夫。恨不得别以为我会怕你，老子可是主角，吃你爷爷一脚！踢上去，可只觉得像是踢到了钢板一般。回过神来，发现屠夫毫发无损，一动没动。我操，这他妈什么情况？这货这么硬！我操！我他妈直接跑路！自己见情况不对，立马起身逃跑。反应过来的屠夫也立刻追上去。这屠夫怎么长得这么丑啊？恨不得刚刚那一下差点吓尿我了。只见屠夫好像是听见了自己的吐槽一般，更加暴躁的朝自己追来。我操，不是吧？这都能听得见？跑出一段距离后，我已然停下，因为自己发现屠夫已经不再追杀自己了。那货跑哪去了？我不由得长舒了一口气，然后环视了周围一圈，发现一个强光手电筒，在强光手电的旁边还有个字条：强光型手电筒可以致盲屠夫，不过好像快没电了。好东西，拿上拿上。而此时的屠夫正追逐着另一个人，因为那人已经找到了钥匙，屠夫会锁定携带钥匙的人，然后优先追杀他。卧槽，别过来啊！眼镜男的体力似乎有些差，没一会就大口大口的喘了起来。就在他分神无力时，屠夫猛地冲上前，下臂锯掉了男人的手。男人看着自己被锯断的手臂，惊恐到说不出一句话，眼睁睁的看着屠夫将自己抓起，后逐渐没了动静，而逃出去的钥匙依旧在眼镜男的口袋中。此刻的自己已经返回了猎枪标记处，准备重新寻找猎枪，却发现电子地图上显示钥匙就在眼镜男身上。钥匙和人都一动不动嘛，看来这个眼镜男已经睡着了。不过钥匙我也不准备拿了，眼镜男估计就是找到了钥匙之后才被屠夫追杀的。反正我还有别的逃离方式，没必要再去拿钥匙吸引屠夫了。另外2人也分别找到了一把钥匙，逃离的大门只有一个，而屠夫就在大门前守着。操，这怎么过去？男人和紫发妹看了看堵在门前的屠夫，2人都是一脸愁眉。眼镜男的死他们都已经知道了，还有一把钥匙就在眼镜男身上，而眼镜男先找到钥匙后就被屠夫疯狂追杀。男人推测屠夫会追踪携带钥匙的人，而现在他和紫发妹一人一把钥匙，所以屠夫才会选择堵门。男人看了看同样想要逃离的紫发妹，心中突然有了打算。别紧张妹子，我们合作怎么样？现在只有3个人活着了，另一个家伙也不知道在哪里，我们俩现在都有钥匙，为何不一起逃离呢？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他肯定逃不出屠夫的追杀，到时候我们俩也能将物资平分了，很公平吧？紫发妹闻言觉得在，便点了点头。男人哈哈一笑，随后拍了拍紫发妹的肩膀，趁机将钥匙放在了紫发妹的身上，随后又声称要引开屠夫，直接向一旁跑去。而如今所有人中，只有紫发妹身上有钥匙，屠夫自然不会再守护大门，径直的冲向了紫发妹。卧槽！紫发妹怒骂一声，随后扭头就跑。她也不知道为什么刚才还在死守大门的屠夫忽然就盯上了她。全民电梯求生，化奸上级逃生屠宰场。心机男用诡计将屠夫引向紫发妹，而此刻的他已经来到了眼镜男的尸体旁，又看了看电子地图，心中冷笑道：
那个蠢货已经把屠夫引开大门那么远了，现在只要拿上钥匙，全速跑回大门，绝对能赶在屠夫回来之前逃离这里。说干就干，新机男捡上钥匙后就全速跑向了大门，而此刻屠夫才刚刚解决了紫发妹，在他发现已经有人重新拿到钥匙去向大门时，已经来不及了。哈哈，两个蠢货也走了。新机男成功逃离。另一边，自己也是成功找到了猎枪，拉开枪栓一看，发现子弹还是满的，还有10颗。10颗子弹，太看不起我了吧？1颗就足以。自己拿着猎枪便来到了一片开阔处，等待着屠夫。因为此时楼层只剩下自己一人，所以不管是否携带钥匙，屠夫都只会追踪自己了。这小老弟，我记得刚刚还追我来着吧？就在这时，远处缓缓传来电锯的声音，屠夫渐渐出现在了自己面前。可当屠夫越走越近，看到我手中的猎枪后，竟然有些害怕的停下了脚。汗流浃背了吧，老弟？我抬手一枪，精准的命中了屠夫的头部。恭喜宿主任务已完成，奖励已发放。系统说完离开后，我手中的猎枪也消失不见。下一秒，电梯就出现在了我的眼前。回到电梯内，和小迅猛龙玩了一会儿后，我才想起来这次楼层的奖励。让我看看这些倒霉求生者的物资如何吧。打开物资清单，挑选了一番，升级电梯的物资依旧是全部拿上，剩下的东西自己又挑了一些：20个肉罐头、15瓶水、5个面包、3个苹果、10多斤的风干肉、12粒消炎药、1瓶消毒酒精、1包止血散，还有几把子弹不多的破枪。就这些吧，其他的垃圾直接扔了就行。对了，还有系统说的隐身奖励。我迫不及待的开启了隐身能力，一动不动的站在了原地，2秒后全身直接消失不见，甚至连带着身上穿的衣服都一起隐身了。牛批啊，连衣服都能一起隐身。小迅猛龙见我忽然从自己面前消失，立刻站了起来，鼻子不停的嗅着。哈哈，这玩意真不错呀，要是能移动隐身就更好了。半夜，自己正准备睡觉时，无限水池中突然传来了一响，小迅猛龙立刻爬了起来，见水池中水花四起，我也拿起武器走了过去，搞不好跟上次的鳄鱼一样。我操，这是……只见小迅猛龙嘴里叼着的正是一条大约有50厘米长的鱼。掌握了荒野求生技能的我，也认出了这条长相凶狠的鱼正是非洲某种食人鱼。我操，不是吧？这特么食人鱼也能刷新的出来？这鱼我记得有些都能长到1米多长啊！恐怖的一批啊！被小迅猛龙咬在嘴中的食人鱼依旧不停摆动着身体，同时水池中还有3条食人鱼正暴躁地游动着。我立马举起枪便将3条鱼一进去。片刻后，整个水池被鲜血染红。小迅猛龙则直接将嘴中的食人鱼给养成了2半，大口大口吃着。我日了，这无限水池整天刷新点危险生物就算了，居然还不是准时准点刷新的。这些食人鱼应该就是刚刚半夜刷新出来的，不然小迅猛龙早就发现了。恨不得这些鳄鱼、食人鱼什么的都还好说，如果哪天蹦出来了个什么剧毒生物，自己和小迅猛龙都没发现的话，岂不是睡着睡着就凉了？被这个无限水池连着闹了2次。自己认为有必要对无限水池做一些防护措施了。片刻后，自己便找来一个铁板，直接盖在了水池，接着又在上面又压了大铁块。这下简单粗暴一次解决，下次里面就算出来个人鱼，都得给老子趴着。至于水池里的尸体和已经浑浊变红的水，倒是不用理会，因为次日这些就会刷新没掉。晌午，刚刚睡醒的自己查看了一下聊天室，发现秦安并没有给自己发消息。按我对这货的了解，他要是回蓝星，绝对会疯狂给自己发消息的。不过目前看来，他应该还是在某个楼层里闯关吧。希望人没事。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为生存夺金游戏，该楼层共有40名原住民、18名求生者。游戏需要在电梯关闭之前找到撤离地点，并安全离开。本次楼层可携带任何装备进入，在楼层中获得的任何物品均可带回电梯。生存夺金，这又是什么东东？开启选择任务。选择1，宿主进入楼层并击杀10名原住民，奖励超级牛皮1张。任务补助，电子地图上会显示所有原住民的位置。选择2，宿主不进入楼层，奖励1根手臂粗的牛肉火腿。我操，这还用想啊？系统，
谁能拒绝一根手臂一样粗的火腿呢？哈哈！所以嘛，这次我选择一。虽然像手臂一样粗的火腿确实够诱人，不过嘛，我觉得还是超级牛皮更诱人啊！哈哈哈。接下来我便将牛皮背包清理了一番，将里面的东西全部都拿了出来。目前电梯内的温度还算低，暂时放一会在电梯里应该不会坏吧？这次我得好好的薅个羊毛啊！哈哈！接着自己又全部武装了一遍，并且也将冲锋手枪带上了。叮咚，电梯下行，请注意扶稳。电梯快便停了下来，随后播报声再次响起。叮咚，欢迎来到生存夺金游戏，请在电梯关闭之前，根据电子地图找到撤离点，离开楼层。在此楼层获得的所有物品均可带回电梯，在此楼层见到的所有人也都是敌人。这次电梯开门后，自己并没有被神秘力量强制送出电梯，可见这里可以自行选择是否进入。如果不进入的话，应该可以自己提前关上电梯门。乖乖，等着，下次带你出来玩，这次暂时还不适合你来。哈哈！全民电梯求生。化阶上级，我获得隐身能力后，制止了准备与我一同进入夺金生存楼层的小迅猛龙。这次的楼层不适合你来，乖乖在电梯里等着吧。来到电梯外，自己看了看周围的情况，发现此处似乎是一片树林。打开电子地图看了看，发现不远处好像就是一个撤离的地方。而电子地图上除了标记有撤离点，还标记了一些区域的名字。自己附近就有5名敌人，就在不远处的建筑楼中。先过去看看吧。很快，自己便来到了目标处，附近都是形似废墟的房屋残骸，道路上的车辆几乎也被破坏殆尽。啥情况啊？我这是又来到了某个战乱的地方了。我心中想着，随后便爬上了废墟屋顶隐蔽，顺便进入了隐身状态。根据电子地图上的显示，正前方应该就有2个人啊，在哪呢？用一眼观察了一番，自己很快便发现了2个在建筑物前巡逻的人。看着装扮，应该就是原住民了。我扣下扳机后，便是一声枪响，站在最外面的那人就瞬间被一枪爆头。卧槽，有狙击手！那人喊完后，立马就找了辆车躲到后面，以为这样就安全了。躲掩体，刚好让你们尝尝我大宝贝的威力。扣下扳机后，蓄力了5秒，我便立马松手发射，下一秒车辆直接被炸了。后面那个倒霉蛋自然也不能幸免。卧槽，有 RPG！ 军队来了，军队来了！我怎么成军队了？合着我一个人就是一支军队是吧？重新打开电子地图，观察了一下对方，上面正显示着建筑物内不断移动的红点，我也大概推测出了剩下3人的位置。全部都在房子里是吧？再来吃我一发大宝贝！哈哈！再次举起手枪，蓄力发射，大能量弹，还是觉得有些不够，于是又再次发射大能量弹。2发能量弹下去，我打开地图确认了一番，发现红点已经消失不见，说明剩下的3人也全部死亡。在确认周围已经安全后，我便来到了建筑物内。房内几人的尸体已经不知去向，恐怕是已经被能量弹炸飞了。估计身上的装备都被炸坏了，找到了也没啥用，还是先看看其他物资吧。1楼并没有什么东西，不过自己却在抽屉里找到了几包香烟，还不错的样子。来到2楼，自己找到了2个没有，并在里面找到了10枚金币，一个看起来很名贵的花瓶。这花瓶是什么情况？算了，不管了，都拿上，要是没用的话，再扔了也不迟。随后自己再次查看了电子地图，发现原住民最多的地方是在离自己3公里远的一处建筑物，那边刚好也有一个撤离点。顺路有个撤离点好是好，但是特么的3公里车都没有，这是要让我腿过去？我又看了看其他地方，发现基本没有原住民了，自己唯一的选择就是去撤离点那边。行吧，反正我也只差5个原住民就能完成任务了，刚好顺路还能直接从那边撤离呢。一路上自己一个其他求生者都没发现，倒是顺道解决了2个遛弯的原住民，还在他们身上找到了2把破 AK 以及一些吃的。真是奇了怪了，为啥一个求生者都没有碰到？很快自己便到达了撤离点附近，刚接近外墙，我便听到了楼里传来的枪声。我去，听这声音打得很是激烈啊！我看了一眼地图，发现自己这边还很安全，巷路几乎都在西侧，所以我趁机直接摸进了楼内。先看看这些房间里都有什么东西吧。搜索一番后，我成功从几个武器箱里找到了些配件，
刚好可以装在 HK416上，还有几个烟雾弹和闪光弹，以及一个还是没有上锁的保险箱。好吗？保险箱都不上锁是吧？打开保险箱后，一个手提箱出现在里面，手提箱上写了4个大字：升级套装。这真是升级套装？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了手提箱，却发现里面空无一物。一时间自己也有些不确定这玩意是不是升级电梯用的。啥情况？怎么没东西？这到底是不是那个升级电梯用的物资啊？犹豫了一番后，自己还是选择拿上，毕竟还是那句话，没用再扔掉也不迟。简单搜索了一下后，我再次查看了地图，发现撤离点附近就有几名原住民。先赶过去吧，让我看看怎么个事。撤离点就在东楼的负1楼。很快我来到此处，正好就发现了那几个原住民。老铁，听说你女朋友找你提分手了？哎，别提了。哦，哈哈，再来吃我一包能量弹。依旧是扣下扳机，蓄力5秒，能量弹成功射，瞬间就把几个原住民炸成灰了。哈哈！我再次查看了地图，发现其他地方的原住民全都往这打来了。我去，动静太大了，快溜快溜！恭喜宿主任务已完成，奖励超级牛皮1张。话说为啥这次一个求生者都没碰上？难不成除了我之外，一个敢进来的都没有？对了，这玩意到底是不是升级套装啊？我有些疑惑的挠了挠头，来到了堆料区前，便将手提箱放了进去，瞬间手提箱就被吸收了。卧槽，还真是啊！我不禁大喜，迫不及待的便升级了电梯，但是等了依旧是啥反应都没有。我知道了，又是功能升级了是吧？来，让我好好看看。自己将所有功能都看了个遍，发现也没有任何变化的地方。啥情况啊？怎么功能也没升级？合着这次11级升级了个寂寞。系统升级11级的变化呢？11级电梯没有任何变化，我宿主。你特么！算了算了，看来电梯也是瓶颈了，还是看看以后大升级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吧。此时的蓝星，秦安正一脸狼狈的坐在一家面馆中吃着面条。小伙子，你这第3碗面了，要不咱们歇一歇？没事，大姨，太好吃了，太好吃了。起因是秦安通关楼层后，成功获得了7天的蓝星假期。在他穿过光幕回到蓝星后，发现自己出现在了一个公共厕所。饿了1天1夜的他，在厕所里闻到了一股香味。走出去后发现，香味是这个面馆里传来的，于是就有刚才的那一幕。多少钱，大姨？就在秦安正准备拿出手机付款时，他却发现自己的账户好像被冻结了。卧槽，什么情况？大姨，我全民电梯求生。话接上集，秦安通关楼层后，成功获得了蓝星假期，而此刻的他已经在蓝星吃完了3大碗拉面。多少钱，大姨？连吃3碗拉面的秦安舒适的打了个嗝。一共36，小伙子。好嘞。就在秦安掏出手机刚准备付钱时，却发现自己的账户竟然被冻结了。卧槽，啥情况？大姨，我……哎，算了，小伙子，大姨看你刚才也是饿得不成样子，吃的狼吞虎咽，想必也是遇到了什么难处。这样吧，你帮大姨把那几个碗刷了，这顿就当大姨请你，刷好碗直接走就行了。只见大姨叹了口气，看着秦安这灰头土脸的样子，再结合他一连吃了3大碗面的场景，大姨脑海里已经脑补出了一个悲惨的故事。大姨，其实我……好了，小伙子，不要再说了，男儿有苦不轻言，大姨我都懂。刚刷完碗，从面馆里出来的秦安孤身一人坐在了一阶楼梯上，看着眼前繁华的街道，不禁有些感慨。哎，感觉好像变化了好多啊。就在这时，一个打扮时髦的女人停在了他的面前。这人谁啊？我好像不认识他吧？就在秦安疑惑的时候，女人拿出了一张钞票放在了地上，接着便直接转身离去。卧槽，啥意思？老子就这么像个要饭的。不过他现在账户被冻结，也确实需要钱。犹豫片刻后，秦安还是把钱拿上了。我确实就是来要饭的。刚回到和娇妻合租屋的秦安，正躺在沙发上看着手机。他想知道，在自己不在的这段时间内，蓝星有没有发生什么大事。贞子的录像带或已成真，神秘录像已导致上千人死亡，警方辟谣疑似连环杀人案，正在追查线索。非洲一小国发生军变，革命军已动用生化武器，政府军节节败退，我国已完成撤侨。
无人伤亡。灯塔国最大的农场寒风农场流派，经调查，农场中所有的牲畜全部死亡，农场主下落不明。又一外航飞机在此地坠落，此地或是新的航空禁区吗？澳洲出现疑似丧尸的生物，专家回应，这并不是丧尸，而是一种疾病，不会在人类中传播。不是，现在的营销号都这么离谱了吗？贞子都给整出来了，这也太搞笑了吧！恭喜宿主电梯升级任务已完成，楼层选择任务已完成，各任务奖励均已发放。牛皮背包每格存放物品重量上限加300公斤，超级牛皮已发送至牛皮背包。触发升级任务，请宿主将电梯等级升至12级，奖励全属性+1。才全属性+1啊！哎，也得升级啊！升级电梯的材料还差2个升级套装啊！下次探索楼层的时候多找找吧。就在这时，秦安给自己发来了好几条消息。七七，我到蓝星了，万万没想到这里竟然还能用手机链接上电梯聊天室。对了，你小子上次回来的时候有没有放一些钱什么的？我好像被列入失踪人群了，现在穷的连饭都吃不起。我床垫底下应该还有几百块的现金，你拿着用吧。对了，蓝星这段时间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没什么事，倒是有几条挺有意思的新闻。等等啊，我复制粘贴一下。什么贞子录像带成真，非洲小国发生军变，灯塔国最大寒风农场流拍，外航飞机离奇坠落，澳洲出现疑似丧尸的生物。你说说这有意思不？现在蓝星的营销号都进化的这么离谱了，贞子的名号都给搬出来了。看着秦安发来的一条条新闻，我不禁有些面色沉重。恐怖录像链接，这不是自己在那个教室里给的建议吗？非洲小国发生军变，这不就是大逃杀楼层吗？自己当时还凑巧看到了那张报纸。还有那个灯塔国的农场流拍，看描述好像也和自己刚经历不久的屠宰场楼层一模一样啊。剩下的几条新闻自己就不太了解了，不过目前可以确定的是，自己经历过的一些楼层貌似会影响到现实世界。如果只有1个2个，可以说是巧合，可是这么多又怎么解释？看来这电梯世界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呀。我思索了片刻，随后在交易所购买了一根笔和一本笔记本，准备将自己以往经历过以及接下来还没经历过所有电梯楼层全部记录下来。仔细想想，自己经历的大部分楼层貌似都已经在蓝星实现了，至于还没实现的那些，以前探索过但是却还没有情况发生的楼层，我想了想，最终写下了2个比较有可能映射到蓝星的楼层。应该就是森林楼层和刚刚经历的夺金楼层吧。森林楼层就是那个自己碰上游戏玩家的楼层，目前蓝星似乎还没有关于这方面的新闻，所以自己也不是特别清楚，只能是以后再调查了。夺金楼层的话，目前已知的信息就是夺金楼层中有大量的俄文，楼层的世界背景则是某座被战火摧毁的城市，那些原住民很有可能就是在城市中的淘金者。将这些信息都记录下来之后，我便将笔记本妥善保管了起来。之后自己便来到了工作台前，花费了点时间制作了一个牛皮背包。将牛皮背包套进牛皮背包里，也不知道这么操作行不行，来试试吧。将心中想法尝试了一下，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么离谱的操作竟然真的可以实现。我头牛批啊，卡巴真让我实现了，那我现在就相当于有了15格的储存空间，而且以后如果有了新的牛皮背包，还可以继续叠加，真就爽歪歪啊！宿主即将进入的楼层为森林游戏楼层，该楼层共有20只野人，5只突变野人，将所有敌对生物击杀后即可离开楼层。触发隐藏任务，真相的入口，请找到地下实验室的入口，击杀入口处所有的野人。任务奖励：理智属性+1，淬毒箭头50支，任何生物被此箭头射中，都将会陷入麻痹状态，持续30秒。刚刚还在说森林楼层，这不就来了？而且这个真相的入口，我好像有点印象啊，貌似是游戏结局还是什么来着？等下进去看看王磊在不在，问问他怎么回事吧。叮咚，电梯下行，请注意扶稳。小迅猛龙冲着自己叫了一声，好像在问自己能不能进去一般。我想了想，便让他跟了上来。只是找到入口而已，带个龙应该问题不大。走吧，这几次没带你出电梯，肯定也憋坏了。走出电梯门后，自己的面前就是一片树林。下一秒，小迅猛龙就说明这附近应该是有什么危险的生物存在。
看见野人的下面，我便直接抬起枪扑下来，野人瞬间被爆杀。也不知道王磊在不在这附近。作为游戏玩家，他应该是有地图的吧？此时的不远处，王磊听到枪声后立刻联想到了雕漆。这时候的他并没有到开播的时间，于是王磊二话不说便操控着游戏角色找了过去。哦，雕漆。Hello。哦，全民电梯求生55。在上集我得知蓝星大新闻后，又一步回到了森林楼层探索真相。也不知道王磊这家伙在哪。身为游戏玩家的他，应该还拥有地图，想必很快也会找回来的吧。Hello， 雕漆。哦，哈哈，说曹操到啊！王磊这里。我喊了几声，听到声音的王磊也是立马找了过来。哈哈，七哥，没想到真是你啊！刚刚听到枪声我就猜到会是你了。和王磊交谈了一会，我也得知了一些关于天坑的信息。你说天坑吗？这地方我之前找过，已经记录下来位置了。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带你过去。哦，那可真是帮大忙了。我这次回来这里就是为了天坑而来的。自己和王磊一同来到天坑处，只见坑边上还挂有向下的绳子。本来绳索我都放好了，但是下面野人太多了，我一直没下去呢。准备晚上直播的时候下去做个死，没准还能做点节目效果。行，我知道了。来到天坑边上，我便抬出步枪朝着射下。一些还傻傻愣住原地的野人瞬间安静睡着，其他反应过来的野人纷纷造乱的跑了。很快1分钟过去，2个弹匣的子弹便打空了。天坑下的野人也只剩下几只突变野人还侥幸存活。看样子这些突变野人智商比较高啊，还知道受到攻击要躲起来，都躲在石头后面了。七哥，这些野人莫非跟你有仇？这么狠吗？是，但也不是。对了，你这个绳索结实吗？我操，你要干啥？你不会是准备下去吧？不把下面那几只剩的突变野人解决了，我没办法离开这里。这样啊，那交给我好了，几只稍大的野人而已，没有那些小怪的打扰，我随手拿捏。我能说，其实我是准备用充能手枪直接把下面炸了的吗？罢了，既然王磊愿意代劳，那就让他表现表现吧。一脸自信的王磊来到天坑边上，二话不说便开始顺着绳索往下爬。在到达天坑底下后，立马就拔出了自己的弓箭，表现起了自己。半个小时后，正在天坑旁等待的我，等来了系统的播报声。恭喜宿主完成任务，奖励已发放。看来是王磊这家伙完事了，不错，还以为他得重来几次呢。自己等了一会，王磊很快便从天坑下面爬了上来。下面应该没有野人了。谢谢了。对了，这把枪就送你了吧。说完，自己便挂在背上 AK47 取了下来，接着又拿出了一些弹匣同武器一起送给了王磊。卧槽，义父，这枪果真给我？当然，作为你帮助我的报酬，送你了。自己会选择送枪给王磊，主要还是因为破 AK 实在太多了。可，我绝对不是因为看不起 AK。但王磊可不管破不破，顿时兴奋的手舞足蹈起来。作为回礼，王磊将自己一直拿着的核动力打火机送给他。我操，这个打火机！这个打火机是无限燃料的，但具体是怎么做到的，我就不是很清楚了。我操，还真是不需要燃料的呀！这拿个破 AK 换，简直赚翻了呀！随后自己表示还需要再收集些木材，王磊也是挺义气的，将他收集好的一些木材都直接拿给了我，最终加上自己另外收集的和王磊收集的，我总共装了6000多公斤的木材。对了，王磊，你知道这游戏的结局吗？知道啊，之前看过攻略，结局是主角打下来一架客机，然后复活了自己儿子。听到这里，自己若有所思的摸了摸下巴。是啊，我知道了，时间也快到了，那我就先走了。那行，七哥，咱们有缘再见了。有缘再见。回到电梯后的我，此刻正研究着王磊给的核动力打火机。这玩意在游戏里确实很是离谱，不仅无限能源，还能防水。不过现在这里已经不属于游戏世界了，也不知道这个特性还存不存在。来到无限水池边，我尝试性的将打火机放在了水中，接着按下了点火扳机。下一秒，只见一团火苗缓缓的在水中燃起。我操，这他妈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呀？
我伸出手指，小心翼翼地触碰了一下乳液，发现居然还意外的烫手。我操，宝贝呀！此刻的蓝星、秦安正如一条咸鱼般躺在床上刷着手机。真好啊，这种不用担心生命安全的日子，以前的我不知道珍惜，现在的我只想一直待下去。哎，虽然秦安这样想着，但事实是，再过几天假期就结束了，他就会被送回那个他厌恶的电梯中。深夜小剧场，知名老师在线教学 www.com 点击链接立刻观看。沃特发，现在小视频的广告都这么猖狂了。就在秦安想要关闭这个小广告的时候，却发现关闭按钮被弄得非常小，稍不注意就会点进广告的内容。我真是无语了，这是谁想出来的损招？就在秦安小心翼翼选择关闭的时候，很不幸他还是中招了。下一秒，手机瞬间黑屏。卧槽，啥情况？别给我整坏了！下一刻，手机又自动亮起屏幕，并且还自动播放起了一段视频。视频里是一个闪着雪花屏的电视机，忽然雪花屏闪了闪，一个身穿白衣、披肩散发的女人出现在电视里，面容因为被头发给挡住了，所以秦安并看不出来是什么样，但是他隐隐觉得这个视频有些诡异，于是想要将手机熄屏，可是不管他怎么按关机键，手机屏幕就是关不上。卧槽，这他妈是什么鬼东西啊！